我最近在闹离婚，目前还没离，很闹心，想请您支支招。我是没办法的，我很难受。那我支啥招？找律师呗，看看啊。结婚4年，我27，我先生32，我们有个女儿。我先生性格脾气很好，做家务陪孩子。那问题出在哪儿了呢？目前待业1年啊，待业1年，家庭支出2万，都是我支出，压力很大。希望他能努力，旁敲侧击很多次，怕伤他自尊心，哈哈哈，没用。上个月底，我跟他提出个具体建议，他是做电商的，在家静不下心，那就出去找个工作上班呗。我让他说我出去只能挣4、5千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婚前他税后工资有20万，那是怎么一下就不挣钱了呢？这个从20万到4、5千，是不是没有点中间选项吗？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心态崩了呀，开战了，吵得很严重了。第2天我主动找他说对不起，昨天不应该找你吵架。我是怎么想的呢？吵都吵了，话都说开了，我就看他怎么做。但是后面一段时间我的心情很不好，因为我道歉了，但是他却一句话都没有，哈哈哈！我还没走出来，结果发现怀孕了，没有打算要，于是准备去做手术。去到医院检查的时候，我问他，做完手术准备给我吃啥？他说快餐，啊，难受啊，一旦，当时我就沉默了。我说你就准备给我吃快餐。他说那我做饭给你吃，你吃吗？我说吃，然后对话就结束了，我克制不住了，我不好的心情又加剧了呀。做手术需要排队等5天，这5天里还有情人节，他依然一声不吭。做完手术聊起来了，我问他情人节咋提都不提呢？他说你不也没提吗？哈哈哈，开战吧！这个姐们儿，你每次这个3个哈哈哈一出来，我就知道事情要不妙。哈哈哈，开战吧！就嘎嘎一顿吵，反正后面就是一顿吵。哎，我不开心的这段时间回想了很多，发现我们这5年来吵架过程中，他从未替我想过，从未做出过让步，从不道歉，从不安慰我，都是直接翻篇儿，我难受啊。婚后从未跟我说过一句爱你，婚后从没有给我买过礼物，每次吵完架连一个拥抱都没有，但是我爱他。我还是希望他能变好。哎呀，真是一个怀揣，你真是一个有希望的人。哎呀，我的妈！你是哪儿来的希望？我那服了，你哪来的希望？我还是希望他能变好。哎，可是他每次就一句话，我尽力了，我做不到。在他看来，他努力做个家务，照顾个孩子。我跟他讲了好多，但是没有变化，我真的觉得无力改变，所以想离婚，难受啊，哈哈哈。只是需要吵完架后的一个拥抱，他都给不了。吵架的时候，他还跟我说我毁了他的生活。当然我知道是气话，不是气话，是他的真实想法。我难受至今，李诞，我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离呀，怎么办？疯了！我真服了，姐们儿，哎，婚前1个月能赚20多万，一点存款没有吗？这兄弟，真的假的？婚前能1个月赚20多万，完了现在直接4、5千都不愿意挣，出啥事儿了？以前干的工作合法吗？电商还是电诈呀？头晕。
这姐们儿居然又我同事说这个姐们儿又捋了捋，重新把信写了一遍，说之前是刚吵完架，情绪太大。我看她重新写的这一遍还一样啊，这没啥区别啊。我已经到了拿出个纸和笔写离婚协议的时候，我下不了笔。下不了笔，你打字啊，打印啊，离婚协议哪有手写的？离婚协议都是打出来的啊，还拿出个纸和笔写离婚协议，找个电脑打字啊。我希望他能爱护我，我好想跟他过下去。你买个电脑吧，你别在那手写离婚协议了，啥年头了还是手写离婚协议，真服了。唉。啊，姐妹儿，先买个电脑啊，别找和纸和笔写离婚协议了。但我最近因为男朋友和前女友的事儿很烦心。他跟他前女友在一起10年，一起养了2条狗，现在分手了。以后这2个狗子呢，爸一条，妈一条，但是因为异地的原因，现在2只都在他家。我也在养。之前我挺介意他们分手后联系的，毕竟他们在一起10年。后来我跟他沟通过几次，说我挺介意的，他让我如愿以偿了。现在他俩彻底不联系了，他把我联系方式给了他前女友，现在我成了中间人。关于狗子送回他前女友城市，大大小小诸多事宜都是通过我联系，我成了离婚中介所，还负责分割狗子寄养权。我好烦呀！我做错了啥呢？狗子又做错了啥呢？他们的悲欢离合，最后为什么是我和狗子们在承受啊？太逗了。没事儿啊，再沟通一段时间，赶紧把这个寄养权分配好，你就忍耐一段时间就完事儿了。你这男的挺好，我感觉这男的挺利索。刚刚我读的第一封信，那个姐妹儿居然现在在回复我同事，说我有电脑，哈哈哈哈哈！有电脑你就用电脑写离婚协议啊，别找纸和笔。我还不知道你有电脑，我当然知道你有电脑了。我是说你别整的那么戏剧性，别整的那么，哎呀，就离个婚嘛，哎呀，离一次就知道咋回事了，那不是啥大事啊。但我发现我的 crush 是性转版燃冬里的冬。啥意思？而我清醒的知道自己只是燃冬里的第4个人。燃冬不是仨人吗？哦，懂了。但我还是想追到他，怎么办？我人生中第一次喜欢上一个人，很上头。他最好的2个朋友都是女生，且那2个女生还是闺蜜。他和其中的工作姐之前就是同学，现在工作也天天见面配合。另一个女生比他小，是因为工作姐他们才认识的。我觉得另一个女生对他也是小迷妹的状态，而且占有欲很强，有点把自己当正宫的感觉。
刚认识那个男生的时候，就有人告诉我他跟工作姐是一对儿，但我还是想争取，我就找他聊天，侧面问他女朋友的事儿，他告诉我他单身，于是我就更加放心，我天天找他。但是我后来通过一些方法知道了，他跟工作姐7年前在高中的时候就谈过恋爱，并且应该至少2年前还在一起，各种甜蜜恋爱照片我都找到了，我就觉得事情变得很抓马。女人的直觉告诉我，另一位正宫姐也很喜欢他，因为他朋友圈的2/3发的都是那个男生，完了这俩女孩还是闺蜜，这个工作姐和正宫姐还是闺蜜。这是燃冬吗？凛冬啊，这是凛冬将至啊，燃冬啊，这是没看过燃冬啊，太凛冬了。而且这个男生长得很帅，有很多小迷妹，很多小迷妹还借正宫姐之手给他送礼物。这不是正宫姐啊，那叫啥站姐是不是？有这个说法啊？是不是？这啥意思啊？小迷妹借正宫姐之手给他送礼物，这干啥啊？idol啊？这干啥还送礼物啊？干什么？啊？我忍不住，我还是天天要找他。他也偶尔会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。那个是叫站姐吧？就是说那个，就是那种追星，然后追星的头是吧？我不太懂啊，我好像我记得有这么个词儿。哎呀，我的天呐，还是忍不住天天找他。他也偶尔会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。总体来说嘛，不主动不拒绝，而且我觉得他们能感受到我喜欢他，他们能感受到我喜欢，他们能感受他。你这仨人已经是一个团伙了是吗？他们了都，他们能感受到我喜欢他。你是要加入到这个3口之家，变成第4个人打麻将啊？你要干什么？啊，因为我也送过他东西，但是那个正宫姐就从来没有晒出过我送的东西。可能是女人的第6感吧，感觉她可能会觉得我有点动心。说来说去嘛，我甚至还找不同的人看过我们的八字，还算过塔罗，结果都是那个男生不讨厌我，但他今年之内不考虑恋爱。哎，说我如果给他告白，我们也不会闹僵，但他会体面的把我们摁回现在的朋友状态。这打麻将呗，你们啥朋友状态？马友啊，这叫。但我就是不想放弃，甚至我还花3000多块钱报了很离谱的恋爱课。你是太冤枉了，你3000多你买个床垫就行，买个床垫剩点钱还能买牛翠翠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虽然我也觉得都这样了，我还那么爱他也是离谱啊！能给我指条明路吗？我要继续追求吗？你追求吧，挺好，4个人热热闹闹的多好。你这个正宫姐也需要一个助手啊。他天天收那么多礼物，他也很累的。你帮他收收礼物不挺好吗？我限你3天之内把这个男生照片发给我。我真服了，谁呀？他是谁？他得帅成什么样？我3天之内我必须看到这个男生的照片啊！谁呀？太猛了啊！生活中没遇到过这种，平时还收礼物，还很多小迷妹还给他送礼物，完了还有一个女生专门帮他收礼物，完了这个女生是他前女友的闺蜜，完了前女友和闺蜜都跟他特别好，闺蜜帮他收礼物，完了仨人还特别好。现在给我写信的是第4个，想要加入这个温馨的小家。啊？啊？
害怕，不敢信。咨询，但我老公一直在进步，我感觉自己不上进，我又焦虑又享受这种躺平，怎么破？目前感情挺好的。哎，啥？要破啥？你要破什么？让他也别进步，是这意思吗？人家进步你还受不了了？他进步他的呗，你躺你的呗，感情好不就好了吗？别焦虑了啊，没啥好破的，把那个焦虑戒一戒。啊，老公一直进步，完了呢，你又享受这种躺平，买个床垫吧啊！老公进步也挺累的，完了你躺平吧，你也需要一个更好的床垫啊，买一个床垫吧。把焦虑戒一戒啊！怎么戒焦虑？你老公跟你是不是一伙的？你老公跟你是一伙的，他进步是不是就代表着你也在进步？你们这个家庭在进步。你享受的不光是要享受自己的躺平，你也要享受你老公的进步。你怎么拿你老公当外人了呢？你老公进步，你要享受他，跟他一起享受他的这种进步，然后夸赞他，鼓励他，让他更加的进步，给他买个好的床垫，让他舒服的躺着，难得休息的时候，不就行了吗？有啥好焦虑的？最好是共同进步。对，他不上进嘛，这不是没啥事儿。上进嘛，大家对上进的理解也是最普遍的理解，就是赚的更多了就是上进，是吧？不是这样的啊，尤其是两个人在一起，你对关系的理解更深了，这个关系能经营的更好了，这是不是上进？这也是上进。不是说非得赚的更多。对吧？结果你还焦虑，你别焦虑了，把你们关系搞好。石榴，石榴啥味道呀？石榴味儿，微微甜，微微酸，很好吃。我确实有点难，对不起啊，我确实这个朋友问我石榴啥味道，我确实是只能说对不起，我咋形容啊？我只能说是石榴味儿。它如果我说这个石榴是苹果味儿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挺费解？它就是很正的那个石榴味儿，然后汁水丰富，微甜微酸的啊。西梅还是没有啊，对不起啊。它这不用吐籽儿，真太方便了。它这个籽儿也就米粒大小吧，特别好咬。我觉得是不用，完全不用吐，就直接就吃下去。我觉得不用，因为它那个籽儿特别小，然后特别好咬。欢迎大家，还有8分钟发券。但我这个情况蛮普遍的，大家一会儿给他评评看看普遍不普遍啊？我24了，家里条件挺好，在2线城市有房，但是男朋友家是和我在3线城市的老乡，他家结婚只能出70、80万，我家能出200多万，甚至呢还能出个房子，我心里不平衡怎么办？但是他长得对我胃口，个子高，尊重女性，尊重我的生育意愿，
工作城市也是可以完全跟着我走，虽然上进心一般吧，但也会为了我努力。我们兴趣观念都很合拍，朋友都在让我分了找个更好的，我还没有告诉我父母，但实际上我知道这样的已经很难找了。请问我要如何平衡这个心理？普遍吗，朋友们？我这个情况蛮普遍的，普遍吗？普遍。200万普遍？我的妈呀，不普遍吧？没啥啊，你俩非要在一起呢也行，做一个那个婚前财产公证，就这200万和房子都是你的，把这个财产公证做好了，想在一起就在一起吧，没啥。结婚前先把钱结婚之前把钱说明白就行了，公证处就可以。好吧，啊，他就想问我如何平衡这个心理，你平衡不了，这心理平衡不了，很正常。但是呢，你去把它公证一下，你心理平不平衡再说吧，反正钱跑不了就行了。我抽的牛肉干，嘎嘎干。还有6分钟，发券。但我喜欢一个人从小学开始，后来我们在一个1线城市偶遇了彼此，真的很有偶像剧的感觉，就在一起了。少看点偶像剧。在一起恋爱体验感觉也很好，比如我半夜想吃东西，他会马上去买，类似的，我们也不吵架。但是一起2年多，后半年异地恋，突然有一天一个女的拿他微信给我发消息，说是他媳妇儿，我都懵了，他竟然结婚了。我知道我们不可能了，但是我理解不了。我们抛开感情不提，也算是发小，老家7大姑8大姨都认识，他为什么这么坑我？你老家7大姑8大姨都认识，不知道他结婚啊？我现在很怀疑这段感情到底是怎么评价，体验感特别好，但是他有老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段感情，搞得我很烦躁，一直在想，陷入了内耗，陷入了死循环。嗯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你们老家7大姑8大姨都认识，不知道他结婚啊？不可能啊！不可能！太诡异了这个故事。但我来发一个趣味稿，自己给自己的还分上类了，趣味稿，名字就叫珍妮姑和2位假和尚的故事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本人无科技狠活，性格呢就是入世尼姑。入世尼姑是啥性格？入世尼姑是啥性格？寻思着到了该认真择偶的年纪，要不要我下趟山好了？我就遇上2位假和尚，但还好心经念得稳。2位假和尚都算得上是180帅哥系。第一位出现的时候，本尼一眼看穿，系绿茶的底色，就不想深度发展，寻思呢，要不他认真念心经了，咱俩在一起念，就这样极限拉扯。但假和尚1号善于时间管理，带我运动，保持联系，并且每次我出差都去本尼找我的，去我家里把被套洗好送来。
也不主动推进关系，主打就是你让他干什么90%都会帮忙。我寻思这么听话，为什么不跟我明确发展呢？啊，为什么要一直坚守贞操呢？你不提，那我也不能下山呢，我就多个清洁工人也是挺好的。略心动，但这个假和尚1号的顺位暂时没动摇。某一个阳光并不明媚、空气并不清新的下午，特别的方式发现假和尚1号在外吃饱，但也没有放弃和我拉扯，只是在我这儿搞些青春人设。所以女生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第一直觉，当下我就把他删了。就在这样极限拉扯1年半中，我遇到个假和尚2号，主打一个送菜服务。这找个阿姨是啥意思？本以为要告别拉扯的形式，后来才发现这位假和尚和瓜葛已久的前女友无法断联。后面前主子找上公共平台开始骂我，我保持平和沟通后，也决定把他删除。姐们儿，这姐们儿很伤心。她用这种说话的方式回避自己的情感，她内心波涛汹涌。她这种给自己起一堆外号，什么假和尚，什么珍妮姑，起一堆外号，用这种词藻说话是压抑自己内心的伤痛，表演云淡风轻啊。其实已经伤的那个心碎一地了，在这表演云淡风轻，没必要，该哭一鼻子就好。没听懂，哎，你听不懂，他真的让他伤心的，他都不好意思说，他不敢面对，他其实对2个人都动心了，现在假装没动心，跟我搁这还性格是入室尼姑，整上这套嗑了。其实就是第一个他也喜欢了，喜欢，发现人家在外面有人，拉扯了1年半，这还不是喜欢的不行啊。第二个呢？又喜欢上了，然后发现被前女友冲到公共平台一顿骂，他又开始了本尼啊，自己自称本尼，伤着了，姑娘，该哭就哭啊，没事儿，没啥事儿，哎呀，得啥事儿，哭一哭就好。发券了啊！我们西梅，大家可以预约一下我们下场直播。西梅回归啊，终于有了下一场啊，大家可以预约一下，点一下这儿就能预约。好吧，那个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老朋友点开新品看一看，今天新品还挺多的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。这个绿酒现在人多了，再给大家听一遍这个我们资深侍酒师举酒老板对这个绿酒的介绍，你们可以酌情购买啊，买2瓶送一个杯子，那个杯子还挺好，推荐大家就直接买2瓶。这个是葡萄牙北部有一个产区，那个产区它就是绿酒产区，绿酒意思就是比较年轻的酒，喝上去就是形容这种果味，然后我想要加的就是它的酒精度的话只有9.5，喝上去的话是微甜的感觉，但是不仔细品的话还是干型的，就没有那么甜，就是酒精度低，然后比较容易上口。另外你还记得我们打开时候它有一些微微的气泡的，这个你可以跟那个观众们那个特意说一下，这个就是正常，他故意保留一些这个微气泡，喝上去的话比较清爽。好，2瓶送一个这个杯子，1瓶送个袋，杯子挺好的啊。主要是人家是专业侍酒师，就让他介绍的挺好，我肯定没他懂。我们上次一起喝的挺好喝，就是青苹果那种感觉。直播不能喝，这10个咋回事？
我们严格来说也就开播半个小时啊，这石榴已经400多件了，这么爱吃石榴吗？大家？新来的朋友点开这个分类叫销冠的，你们可以看看9节虾的虾干，温州的特产，贼好吃。还有我们的这个酸奶碗，但它里头有白砂糖，你减肥就别买了。还有我们的这个黑枸杞原浆，不加一滴水，只有黑枸杞。盛农炸鸡不多介绍了，非常出名的品牌。盛农炸鸡确实很神奇，在家用空气炸锅就可以还原那种麦肯的感觉。啊，连咖啡这个每次送的杯子不一样，现在这个杯子好像是有火山造型的，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卖的很好的。幸福口袋的猪里脊肉，它叫吊龙，就是大片原切的猪里脊肉，非常好吃。甜口的啊，广东那个甜口的，北方的朋友适应不了肉是甜口就别买了，它是咸鲜回甜。来过一过这个销冠牛脆脆嘛，就不多讲了，这是预售啊，大家那个注意一下。有上次卖了1万多罐，给卖断货了。还有这个超干条，这是我们内蒙人从小吃的，4斤鲜肉出1斤这种风干条，非常好吃，越嚼越香，就是干，牙口不好别买。还有1颗大的番茄汁哦，阿尔蒂的虾干，阿尔蒂那个虾干呢就是剥了壳的。你不喜欢剥壳，你就买这个吧，更小啊，它那个更小，我们这个更大一点，有壳，看个人需求吧，看个人喜好。还有馋来了的那个薄脆的黑巧，还有一个巧克力夹心那个回归了，可以给大家谈一下那个回归的。还有倒酿的啤酒，我们这次有这个水果味啤酒啊。刚刚我一直在喝的这个白桦汁也有，微甜。石榴是每箱是5到7个不等，它这大小不一样嘛，看重量。这人咋这么眼熟啊？对，刘德华，搂到啊，在挠啊。手机壳就长这样。柚子酒就是柚子本身的那个酸味儿，偏酸啊，很好喝。我本来就挺爱喝柚子酒，我们卖过好几种柚子酒，这就是还是那个味儿，挺好喝的。你喜欢甜味儿，你买那个桃子酒，这个像喝那个桃罐头汁儿一样，偏甜。啊？哦，啥意思啊？哦，我是不是预告说今天有一些某鱼给的那个问题啊？我同事把那些某鱼的问题再给我发一遍啊。我不知道这个群里聊天机会太多，我找不着了那个某鱼的那些问题，大家一起跟着回答一下。我那些问题列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哪啥我之前发的。我们差不多9点的时候玩一下啊，那个某鱼的那个一站到底的游戏，有这么多题吧，差不多20道题，每个选项呢没有正确答案，都跟咱们小卖部有点关系。我们这个选项是这样，我们9点钟开始玩，它咋玩呢？就是没有正确答案。选项最少的那些人，大家听好规则啊！选项最少的那些人进入下一轮，啥意思呢？就是看谁具有这种冷门体质，做出这种小众选择。这些选项没有正确答案，任何选项无所谓，反正呢就是坚持这个少数的选择，一站到底也能成功啊！选项无所谓啊，反正就看运气了。好，我们9点钟开始玩这个游戏。一共出个20道题吧，看看咱们在第几题的时候能决出胜负。最后决出胜负的方式呢，是石头剪刀布。
咱们就玩个游戏啊。上次大家有那个印象吗？说少爷、老夫人、郡主那个姐们儿，她又来信了，说谢谢蛋，谢谢姐妹们的鼓励，我一直在看弹幕，开心到手抖。最近也有很多开心的事，比如前几天国内 S 加恋综的化妆团队约我互相拍照了。互免拍照，只是做妆造拍照，不是录综艺，我还不配，哈哈哈！但我很开心。再比如我搬出来后，心情也好了，颈纹也淡了，好像每天没有具体开心的事儿，但是会觉得往后都是开心的。当然，我和少爷之前也有麻烦事儿，关于宝宝的，不过我相信都会处理好，就不先说了，等我解决好吧。我只想说，我永远都爱我的宝宝。最后，我想说，永远相信都在变好，都会变好的。我和大家都是好的，看你开心就不错了。恭喜啊！啊，这是谁？哎。我跟你过来啊！蛋总，咱的核心客户在这儿呢。好嘞，谢谢雪哥。恭喜各位中奖的朋友，大家可以点开我的这个袋子，看看销冠，看看新品啊。接着念信喽。柚子酒就是酸酸的味道，老有人让我介绍一下柚子酒，就是酸不溜溜的味道。行，我再给你介绍详细一点。介绍详细一点，我就得看手卡。柚子酒的主要成分是糯米水、柚子汁儿和酒曲。稍喜由顶尖酿酒团队精心打造精酿级果酒品牌，融合了手工鸡尾酒和精酿啤酒的酿造技艺。不同于市场上众多同质化的工业水果酒，我们坚持选择 NFC 现榨果汁，拒绝一切浓缩果汁和香精，单一原产地，复兴古法酿造，以现代工艺相结合，专注还原一颗水果真实的自然风味。好，老有人让我介绍一下，那我就介绍一下，好吧。甜啊，那个桃子酒和杨梅酒都比较甜，柚子酒是酸的。欢迎大家。投稿一条悲伤的事儿，我刚刚正在一边快乐的吃着宵夜，一边看直播。正当我辣的受不了，拿了一袋酸奶回来解辣的时候，放在我正前方，同时也是我的面的斜上方的手机扑通一声滑到了面里，还剩大半碗的面没了，手机附着一层油膜被我拿起。更崩溃的是，手机下方有听筒、充电口、卡槽，特别难清理。为什么？李诞，为什么你的直播是竖屏的？啊？为什么你会突然掉下来？为什么面汤还溅到了我的衣服上？啊？那时你还在讲着牛翠翠，我的心比牛翠翠还易碎。这个故事我必须投稿。行。都怪我啊，都怪我，都是我不好。蛋，工作上的事儿我需要你啊！今天我讲 PPT， 然后被提问给问住了，然后我觉得那些问题我本就不应该会呀，跟我工作不搭边啊！我就干了3个月，我会啥呀？然后我的领导还找我谈话，
说你到这时候你可转不了正啊，啊，你这到时候转不了正啊，面试的时候挺好，你现在咋了？你生活有问题了？我说没有。他说那你觉得怎么回事？我说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哎，我该知道吗？天天把他交代的活干完，说我没干活，就一个活没干，然后说我结果输出不行，然后呢，还说我不要激动离职，我笑了，哼，我离职应该也不至于。你前面说话说那么狠干啥？还离职应该也不至于，我就是不想离职嘛。可能我真的没有到达他们的预期吧，我可能要被裁员了，1年被裁2次，也挺好。我可能不是打工的体质。虽然我没钱吧，但我穷的快乐。我觉得这领导脑子有大病。你需要我干啥？工作上的事儿需要你，你需要我干啥？你也没个问题啊，你需要我干啥呀，朋友？你需要我给你念念呗，就是你需要我干啥呀？太有意思了，太有意思了。这个牛脆脆为什么预售还是卖的这么好？好嘞，牛奶又卖光了。你看我说啥来着？经常就有这些朋友不了解我们小卖部的实力，经常这个库存不备够。牛脆脆怎么预售都能卖1000多件？我今天新说他预售，我看看虾膏有没有机会夺得销售榜第一。这么厉害吗？来点情情爱爱的吧，还是？但你好，恭喜你找到了让自己快乐的工作。我有一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：男生会介意女生的产能不如自己吗？产能？这会用这种词想问题吗？这是一个男生选择另一半的必要因素吗？我一直因为和男方收入不同等而自卑，导致错过了很多段感情。我也到了该结婚的年纪，可因为这个迟迟谈不了恋爱。这个症状一般不都是反过来吗？这个症状比较普遍的存在于女生选择另一半的时候会说介意，是吧？也还不是一般，还不是这个女生介意，很多时候还是这个男的介意自己不如这个女生赚的多。我头一回见到这个症状出现在女生身上啊，觉得自己没男的挣得多，然后很痛苦。啊，你这个症状挺普遍的，只是这个发病没有这个发病，好像性别发病性别有问题啊，不知道该咋劝啊。首先推荐你不要用产能这种词来思考问题。太传统了，我又太传统，我怎么又传统了？哎呦我的妈呀，我咋了又？我看看我怎么都传统了。我总结一个客观现象，我又没有说我的那个价值观判断，你说我说的是不是一个客观现象吗？咱们去做统计调研，它肯定是个，这是个客观现象呀，这不是说我的我还没说我的价值观呢，这是个客观现象，我怎么就传统？我总结个客观现象。这难道不是客观现象吗？是吧？反正一般都是会发生，就是这个
男生嫌自己挣的不如另一半多，有点那个自卑啥的。有时候吧，哎，现在可能这个现象有所好转了。但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很急，很急，很急！近1个多月，我地铁通勤都会遇到一个男生，每天下班的6点45左右遇到他，频率是1周3到4次。这是个什么福尔摩斯开头呢？这怎么办？干啥？偷你手表啊？他干啥？我俩是对向走，而且每次他基本都在低头看手机，单手不是打字的状态。干啥？嫌犯惯用左手还是惯用右手啊？你要干什么？大概有3次我们正面相对对视过3次，我很喜欢，很阳光，他是我的菜，我很想认识他，但是我没有勇气。有几次我故意想要走到他面前和他说话要微信，都怂了，因为下班晚高峰人流很多，觉得直接拦住他很尴尬，但是又觉得遇到的频率这么高，不认识一下有点可惜呀。高吗？1周3、4次，还行。我到底如何能不尴尬的认识他呀？救命呀！我和同事和朋友每天都在期待啊，我的同事和朋友每天都在期待我们的剧情，天天催更我，我每天都怂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哎，你就是缺个勇气啊，不缺方法，不就要微信吗？你缺少勇气，你喝点。你这样，你6点45下班吗？不是，每天6点45左右遇到呢。你大概6点钟的时候啊，干一罐这个，哎，然后6点半的时候再干一罐，2罐啤酒差不多了。喝再多就影响你那个，你就酒壮怂人胆嘛。先干2罐啤酒，是吧？把这个勇气先激发起来。完了呢，怎么跟他搭讪？直接撞，不是相对而行吗？你们每次不都是这个对向而走吗？他不低头看手机吗？直接撞，哐就撞在身上。撞完然后说：“哎，你妈没有告诉你，撞到人要说对不起。”这不就认识了吗？这男的觉得他有病，那肯定啊，他不会真的去实施吧？但万一恰好也是一个很喜欢音乐的人呢？不然你唱完他该说：“哦，本来今天好好的，爱人就错过。”哎，地铁情歌对唱是吧？一下对上了，哎，还有9分钟发券了，朋友们。啥？啥？啊？呀！我同事说这个有后续，你别在那出主意了，已经毕业了。我还没等到蛋总读到我的信，就在昨天，我依旧坐个地铁，我准备偶遇他，想着如果今天遇到，我一定要勇敢要微信。结果他居然和他女朋友牵着手出现了，我当时 CPU 都烧了。然后他还下意识的看了我一眼，我也是很淡定的和他俩擦肩而过。你看爱人错过了吧？你早听我说早撞，没这事儿。心里已经开始翻涌了，我的妈呀，蛋蛋呐，谁懂我的感受啊？太戏剧了，上天不让我们认识啊，还好我之前没有贸然行动。事实证明，犹豫的事情还是不要做呀。不一定啊，你当时如果做了，就不一定是这个结果了。
谁知道呢？可能这女朋友就是在上一个地铁站他俩认识的，谁知道呢？爱人错过了吧？完了吧？哎，人家撞了，怎么16也有已售罄？啥呀？这些品牌对我没有充分的信任，不给我备货备足啊！牛奶又有了啊，10个卖光了，牛奶有了。连咖啡，大家那个连咖啡的杯子，我一会儿发券的时候找找那个赠品的杯子，还挺好看的。10个没了，补一下货吧，伟大的同事们。蛋总，我觉得你说话好有道理。我今年24，对象26。我最近被一件事困扰，起因是我和亲戚介绍相亲的男朋友在一起1年半，最近领证了。男朋友人很好，对我很好，我也很爱他，我家人也很满意。重点是他家里人，好多次接触都给我一种不冷不热的感觉。我家是农村的，他家是城里户口。最近他爸爸眼睛做小手术，术前昨天下班过来还没吃饭，到了后呢，他妈妈打电话说他俩在外边吃，让我俩在病房等会儿，我心里就不太舒服。晚上也让他妈妈去我们租的房子住，他妈妈说就在病房睡吧，我都劝他回我们那儿住吧。第2天我俩请了半天假过来，他爸爸在手术，我男朋友出去吃饭，我和他妈妈在病房跟一个阿姨聊天，阿姨说你家就一个吧，他妈说对，阿姨说结婚没呢，他妈说还没呢，看了我一眼，我搞不懂这话啥意思，领证不算吗？蛋总帮我分析分析，他妈啥意思呀？我们刚领个证，是不是还欠考虑啊？我心里是有点不平衡的。我爸妈家人对他和他家都很亲热，这次他爸爸眼睛手术，我家人都反复叮嘱我过来看，还慰问关心病情。对比他父母对我就是完全不一样，是我高攀他家了吗？其实我自己蛮自信的，从长相上也有不少人追，工资呢也比我对象高很多。我们那个某鱼的答题活动马上开始啊，大家可以拉人进活动，会获得复活卡。有点费解啊，因为我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的，在病房里呢，这个聊天的阿姨肯定是看到了这个女生和她男朋友一起，2个人。肯定是看到了，也知道他们是一对儿，然后就问结婚没，然后他妈说还没。我是这么理解的，人之常情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是怎么理解的？就是不至于，他妈如果是真的觉得看不上你，他不至于这么二，就这话说的太二了。我倾向于认为，他就理解为是办没办酒席，办没办婚礼，说还美呢，看了你一眼，意思就是抓紧办吧。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啊，我是人之常情的理解啊。我是这个人之常情，不然太诡异了，这就理解不了了，不至于啊！我觉得他妈就算不至于啊，他讨厌你不是这种表现啊，我觉得是这个人之常情的事儿。然后我怀疑你是心思比较细腻敏感，因为我这个呢有点诡异，人之常情我也能理解。上面那个嘛，在我看来就不是啥大事儿，你俩下班先到医院了。然后他妈妈打电话说他们在外面吃饭，说你们在病房等会儿，然后你说你心里就不太舒服，我没觉得这有啥问题啊，
你俩已经到病房了，他就说，哎，那我们还在吃饭呢，你俩在病房等会儿。我没觉得这有啥问题啊，我不觉得这是多瞧不起你的表现，我觉得可能是你心思太细腻了。然后你看晚上那就更不是事儿了，你叫他妈去你俩租的房子住，他妈说在病房睡，那就陪床嘛。然后你就劝他回你们那儿住，然后你也觉得这是瞧不起你，不是吧？就是陪床不就是干这个的呀？我觉得啊，姐们儿，我觉得可能是你的心思太细腻了。咋解决呢？少接触就好了。其实解决办法倒是很简单，少跟他们接触就好，是吧？咱也不是说谁对谁错，也有可能。我们9点准时开始啊，还有2分钟。也有可能有一些你说不上来，就是他爸他妈那个冷眼的那种感觉，可能是确实也有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反正解决起来很容易，离他们远点就好。感谢大家关注，点开头像可以加入一下那个粉丝团群聊。还有1分钟，咱们就准备开始答题。我们这个规则再说一遍啊，没有标准答案，就是说呢，在某鱼上呢，咱们打开某鱼就行了。你打开某鱼，你首页上就能看着我啊。你打开某鱼玩这个答题，咱规则呢就是每次选项最少的那些人，哎，进入下一轮。我们就是看谁最有冷门体质，谁最做出小众选择。然后这些选项没有正确答案，任何选项都无所谓啊，反正就是你选的都对，但是看人更少就更能进下一轮。什么鱼？看着了吗？下面有一个人说我看着那个鱼了吗？这个鱼啊，你来都来了，你刷个礼物啊，鱼啊，鱼，你搁这下面打字儿。是公司没给你这个预算是吗？好，开始了啊！第一题，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选项1，钝感力；选项2，敏感度；选项3，在干嘛？大家随便选，没有正确答案啊，大家随便选。在干嘛？都是跟我们小卖部比较有关的问题啊。你们在这儿玩不了这个，得去那儿啊，他那儿那个首页就有一站到底这个游戏。在这儿咱们就是瞎玩玩了，在那儿才能那个可能能一站到底啊。哎，对，现在刷礼物这个人，这个鱼，现在刷礼物这个鱼，这个鱼啊，在他那儿能那啥啊。可以得奖啊，朋友们，点这个啊，去那个APP 啊，好吧，接着问了啊，第一题问完了，该问第二题了。说我的同事说第一轮就发现大家在用复活卡。好的，第二题，如果生活有暂停键，你会什么时候用？选项1，社死时刻；2，发薪日；3，高光瞬间；4，发券时刻；5，起床前1秒；6，考试前1刻。没有正确答案，随意选，其实就是个看运气的事儿，或者你猜一猜哪个会选项最少，这估计也很难猜啊。
可以去他那儿打，可以赢钱啊。已经落败，我的同事已经落败，我同事也在参与。他那儿有最后奖品是真金白银的奖品啊，都落败了，回来了，都落败了，已淘汰，回来了，out 了，回来了。好的，没事，回来咱们接着听我读信。我把这几个问题问完啊。如果你遇到第3题，如果你遇到了 PUA 霸凌，你会1转身离开，2装没听见，3转移话题，4抽根牛肉条冷静一下，5反 PUA 对方，6假装外星人。哎，好难猜啊，好难猜，大家会选哪个会少？在这儿答咱们就是个重在参与了，去那儿答才能得奖。第4题，猜一猜李诞的 MBTI 是？注意啊，不是说你猜对了啊，这个主要是我们是哪个选项选的人少，哎，才会前进到下一关，所以你别猜对了不一定对啊。1 ESFP， 2 ENFP， 3 ESFG， 4 ENFJ， 5 ESTP， 6 ENTP， 7 ESTG， 8 ENTJ， 9 INFP， 10 INTJ。 你干脆把那都写上得了呗，干10个选项。头都挺晕。第5题，李诞看着会头疼的东西是：1谐音梗，2谐音梗，3谐音梗，4谐音梗，5谐音梗，6谐音梗，7谐音梗，8谐音梗，9谐音梗，10谐音梗，10个选项，这纯靠运气了，就看你们选的是哪个，纯看运气。纯干运气。第6题，如果给朋友们送礼物，你会送：1一份真挚的爱情，2一瓶忘情水，3反 PUA 喷雾，4聊天宝典，5职场金手指，6速效救心丸，7狂吃不胖福，8销冠大礼包啊！大家可以点开销冠看看，点开我们这个看看销冠里头的东西。9开心，10上班摸鱼服。这个我要选啥呀？给朋友们送礼物，那我还是送这个一份真挚的爱情。怎么样？第6题，我看看进度啊，可以了吗？可以问第7题了吗？是不是慢一点？跟大家再聊会儿天。大家可以点开我们这个红色的购物袋，你反正不去那边玩，你就在这儿就是买点东西吧，随便。他那边是可以得奖品啊，你在这儿呢，咱就是纯闲聊的。好嘞，好嘞。我的同事全废了，全部都跟大奖说拜拜了，所有人都败下阵来。手给的是超干牛肉条，
贼干啊！牙口不好别买啊！没有正确答案啊，没有正确答案，就是你选那个选项选的人最少的人就进入下一轮。我可以念第7题了吗？我的同事们，冰川杯看看，可以，我去找一下去，刚刚好，我找找去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，帮我售卖一下超干条。这老胳膊老腿怎么每次站起来都得发出点音效呢？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，一下就找到了。这杯子挺好看的啊，买那个连咖啡送啊，买连咖啡咖啡液送这个。好吃是吧？这个真的很好吃。现在就剩36人了，大家可以去某鱼围观一下这个赛况，赛况很激烈啊！现在还剩36人，就剩3个人了，那这20道题出不完啊！剩第7轮了，咱们第7轮直接开第7轮的题，还剩3个人进入了这个决赛圈了。第7题被问在干嘛？你的理解是 ：A1 我想你了，2我想借钱。3我很闲，4你有没有想我？5群发，6我想约你，7求你帮忙，8发错人了，9单纯问问，10确认你是谁。我估计这道题出完出不到20题，这第7题就决胜了。大奖是啥呀？可以去某鱼围观一下，这哥们肯定是得大奖。这3个人里总有一个能成功的吧？有人拿到了是吧？你看，有人说拿到大奖了，看到了。感谢啊，这就是那个某鱼，算是送点福利吧，感谢啊。太香了。大家这就感谢某鱼啊！大家没事，他明天还有，就不是我了。明天是不是我？我不确定，明天应该不是我了。反正每天这个某鱼嘛，明天还有，大家可以去玩这个游戏，哎，就是花点时间拼拼运气，看看能不能中奖。这些选项嘛，我都是跟我同事我们乱弄的，就一些咱们小卖部经常会说的什么在干嘛这些是吧？你们有人真的用过这个在干嘛吗？朋友们，我们小卖部经典3字真言，有人在生活中实践过吗？给我打个1，我看看，有人实践过吗？好用吗？天天用，天天用不像话了吧？用过，真用过，对吧？经常用，不好用。
不好用，这些说不好用的朋友肯定是受伤了。贼好用，你看，不敢用。有人收到这虾干吗？超好吃。我们接着读信啊，我吃个虾干接着读信。大家可以去那个某鱼那个 APP 上呢，人家这个答题每天都有，明天你们还可以去玩，就是抽抽奖。咱们就还接着读信了，感谢啊，感谢给我们小卖部送来一些福利。超好吃，超好吃。这不干吧？它是韧的，它是烤的，鲜烤的，所以那个壳和肉是分离，特别好扒，一扒就扒起来了，特别香。这也是来了南方之后才知道的伟大的发明，太好吃。配个滩天黄酒，这是我们滩天下酒菜系列啊，配个滩天黄酒。我吃的是大号，你自己吃买个大号、中号得了，不是很咸。10个有了，10个又有了，刚刚售罄了，肯定有补货。太香了。我吃的虾干，喝的是白花汁。吃个这个虾干，贼香。接着读信吧。我们发个券吧，咱们9点15发个券吧。刚刚是不是没发券？发个券吧，热闹一下。我觉得某鱼，就刚刚咱们玩那个某鱼那个挺有意思的。它像玩什么呢？刚那个某鱼 APP 那个答题不是说，你就得猜别人会选什么，因为最后晋级是，哎，你的答案在那个是最少人选的那个选项，你在那个最少的人群里，哎，你就能晋级。我觉得这规则设置很有意思啊，就像我们以前玩过个游戏，你们玩过那个吗？就是出石头。就博弈嘛，就出石头剪刀布。先说我会出石头，玩过这个吗，朋友们？我会出石头，但我不一定真的出石头。其实就这种要猜的这种博弈啊，挺有意思的。我这朋友都太逗了。我在呢，帮得上忙就好。他要是还是走不出来，我们那个当面喝个酒，现场给他解答都可以。我这个姐们儿说，我把你的情感直播发给了我失恋的女儿，哈哈哈。她说是减压神器。我这姐们儿都挺有意思。啥游戏？就是那个某鱼 app 上首页就有那个一站到底，明天还有啊，就还是这种玩法，但不是我的，你可以去玩玩，就猜一猜别人会出什么题，挺有意思的，我觉得。
博弈看人性的，好吃啊！吃这个九节，我更爱吃这个九节虾。但分享一下我抓马的故事。我今年26岁，母胎 solo。年初发现自己差点被暧昧了1年的大我6岁的同事删了。事发的时候，甚至是我找上门，正牌女友拉着我的手，一把抱住我，直呼早就知道我的存在，很喜欢我，要和我做朋友。这念过呀？哦，有后续了。那我干脆把上面这前情提要给你们念一下吧，很多人都忘了。挺精彩的这个故事。3个月后，从另一个同事那里得知，这个男的命名为传统哥吧，还记得吗？传统哥也算是小三，要和我做朋友的正牌女友，咱们就管她叫死壮姐吧。已婚有娃未离异，孩子只比我小6岁，今年高考，记得吗？我是22年9月入职现在的公司。我跟那个传统哥聊天，表明他是单身，还说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有女朋友。我甚至旁敲侧击问过，都说他是单身。今年年初一起团建，团建结束以后一起去他家，他提出留宿，但是慌吧，但也还是留下来了。第2天还约了另一个同事一起玩，去的时候在车上还有亲昵的动作，摸耳朵什么的，牵手。当然，我也一直很好奇，驾驶座开车的另一个同事有没有看到。结果回程的时候，他接了一个电话，我以为是工作上的事，后来知道是死壮姐。因为我出去玩的时候呢，我们把包和围巾放在了传统哥家。死壮姐突然上门看到了，打电话质问他。等他接完电话再上车，态度180度大转变。我还觉得是工作上的事。当晚我就回家了。等到第2天睡醒后，传统哥突然给我发消息。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什么他是要结婚的人，他妈催他相亲，他觉得对不起我。我说没关系，相亲你相去呗。他说他是一个很传统的人，不能一边相亲一边跟我谈恋爱。我说那以前那咱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吧，因为我确实也把他当朋友。结果那天以后他突然开始对我退避三舍装不熟，我就很 emo。周5一下班坐高铁直达他家门口，给他打电话。他说我有女朋友了，瞒了你很久。我还在说我不信的时候，2个人就一起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当晚死壮姐非要拉着我去吃宵夜，拿他手机点餐的时候，刚好传统哥的消息弹窗，今晚解决，以后就都不会有了。破大防呀，家人们，记得这个吧？现在来后续了。蛋总，我又来了。上次吃宵夜的时候，死壮姐加了我微信，她非常关注我的动态，发朋友圈就秒赞，之前还时不时找我聊天。他那天晚上说他非常了解我，知道我的存在已经半年多了。之所以没来找我，是因为传统哥哥不让去。但加了我微信后，他来找我聊天的时候，又表现的对我的一切充满了好奇，感觉明明就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挺好奇他到底为啥这样呢？图啥呢？图个刺激，图个好玩。看到有姐妹说让我去跟他儿子谈恋爱，很可惜，那是个女儿。可惜啥呀？他女儿还和他一起参加过传统哥的小组同事聚餐。哎呀，少招惹这种人吧啊，少跟这种人聊天吧，这都是挺吓人的人啊，远离吧啊，这不是你能涉足的领域。牛肉条没有了吗？有啊。李诞，请听题。事情有些复杂，我可能不是来找解决方案的，我是来找骂的啊！我还以为啥题？因为我觉得我快死了，但理智告诉我，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我在我行业的大厂工作，他作为经销商代理方，我们相识，一直是线上配合工作。后来他来了总部学习，约我见面吃饭。现在他说他最后悔就是那天我们没有直接在一起。后来公司安排我要去他的城市工作，一去就是3年。这3年过去以后，我提出离职，决定留在了这个城市，有我的原因，但是我其实大多是为了他。现在来介绍一下他的身份吧，他是代理方老板的女婿，家庭条件不是很好，可以理解为上门女婿。
和老板女儿 A 在一起10几年的感情了。我是21年2月去的，他们是5月结的婚。因为年纪相仿，我也认识他朋友，其中他的朋友 B 很喜欢我，我们还在一起了一段时间，后面分手了。22年初，他们的女儿出生了，现在2岁半。23年4月，我们一起出差事发。你这说时间带月份就特别，这吓人啊！事发，干啥呢？这是个卷宗啊，案情啊，这是。哎呀，事发了！哎呀妈呀，事发了！就这样，一直到今年7月，事情终于藏不住了，我也被老板，也就是 A 的爸爸通知降薪，其实就是胁迫我离职。我也因此按耐不住，吵架至今快2月了，期间无数次要去离婚，但是又无数次的没有。我也清楚他离不开衣食无忧的生活，离不开女儿父母，离不开生他养他的家，离不开他的朋友。他现在摇摆不定，他很喜欢我，至少他和所有人，包括他妈妈，包括我都是这样讲的。我感受到的也是这样的，但是他还是不能做出坚定的选择。他甚至冷暴力了 A， 想让他来做决定离婚，但是 A 不想，也一直在原谅他。我也因此更加叛逆了。七夕他订了花送到我家，我扭头就发朋友圈，仅对他俩可见。然后 A 果然发现了，就找到了证据，据说要起诉他离婚，但最后又没有。嘿，你还挺惋惜，并且 A 又发了朋友圈秀恩爱，我理解为宣示主权。可是由于大数据，我可以看到 A 在其他平台的动态，一直在内耗，在安慰自己，在骂渣男。这大数据这么厉害吗？这么精准就给你推过来，我搞不清楚 A 是啥意思。他的上门女婿生活一直很窝囊，没有我之前也是。我认为这是一个翻身的机会，这怎么就是翻身的机会呢？他也不需要这种机会，他也不想翻身啊。可是他不，对，我甚至很清楚的告诉他要他去离婚，他就一直纠结挣扎，窝囊废，不离婚，冷暴力 A， 又疯狂和我拉扯。我没有主动联系，但是他联系我，我就忍不住的回复。我真的不知道他想要什么，这有啥不知道的？他全都要，这什么啊？我真的不知道他想要什么，他全都要，这还不知道他想要什么？你应该好奇他不要什么，我看他啥都要，是吧？还不知道他想要什么，他什么都要呀。这有啥？所以我应该怎么办？无论他是否离婚，我应该都开始我的生活，对吧？对，他离婚也不值得我跟他在一起，对吧？对，所以他们会离婚吗？别问了，跟你没关系。A 真的受得了吗？你管人家呢？他才27，他的人生就要这么一直窝囊下去吗？关你啥事儿？我有时在想，要不要做坏人来让他们离婚，提供证据毁了他，但我还是忍住了。我该怎么做？你赶紧回你原来的城市吧。你这不神经病吗？就去他城市工作3年，陷入这么可怕的事情，完了还给我搁这儿，还给我搁这儿了，还啥玩意儿？这叙述案情。21年2月、5月，22年女儿出生，23年4月，哎呀我的妈呀，事发。他才27岁，他的人生就要这样一直窝囊下去，真行呀！27，3年前，那你们认识的时候他24，这哥们儿必有过人之处啊！这哥们儿能当着上门女婿，完了出着轨，老婆知道了还不离婚，不离婚算了，你还搁这儿心疼上了，他的人生就要这么一直窝囊下去。我没觉得他窝囊，哼。我没觉得，我觉得他是他人生的主人啊。我看你挺窝囊，没觉得他窝囊。
坏嘛，他肯定是很坏，但他肯定不窝囊。我看你和那个他那老婆都挺窝囊，你俩过得挺窝囊，我看人家一点也不窝囊。还窝囊？你他老婆 A， 甚至他老婆他爸，你们仨啊，一个赛一个的窝囊。这哥们儿不咋窝囊，坏嘛肯定很坏。这日子让他过得又坏又爽的。人家窝囊啥了？我看那一点委屈都没受，这不都得到了吗？他想要的他都得到了，甚至他女儿他岳父这么一个上门女婿吧，他岳父发脾气的方式也是把你赶走，都没敢把他赶走，太厉害了，必有过人之处。哎呀，真头晕。太厉害了啊！真软饭硬吃啊！牛脆脆买那个孜然味就行了。亲爱的蛋总，并行线的故事，我看看，这是几线并行？3线并行。我为啥看的这么快呢？因为里头我看到字母 C 了，3线并行，没看到 D 啊，3线并行。我有男友 A， 舔狗型，百依百顺，但是最近被抓到跟小妹妹聊天，发现后停止。后来又出现了 B， 高冷型，几乎不理人，见面还行吧，平常说自己不爱分享，但是我非常上头，欲罢不能。可能是 A、B 都无法满足心中的寂寞。最近出现了比 A 还温柔还懂事的 C， 但是和 C 在一起的时候还是会想起 B。 其实我知道最差的选择就是 B， 几乎感受不到他的爱，但是提了2次分手都被 B 拒绝了。我该选哪个？你选 D 啊，真头晕。为什么人总对最不在乎自己的人上头？为什么？太闲了啊，日子过太好。但我和前男友认识7年，我们恋爱也就断断续续1年。我很爱他，我们很合拍，灵魂伴侣。但是因为他有遗传病史，家里不同意，我没有选择和他在一起。一直以来我对他很愧疚啊，7年，认识7年，恋爱1年，有遗传病，然后没结婚，家里不同意，很愧疚。好，分开后我也恋爱了，前男友给我发信息问我最近怎么样，我说我在外地出差，快结婚了。等我回到我们的城市，我见了他一面。分开时他抱我抱得很紧，回家后我哭死，给我整婚前恐惧了。口罩期间呢，其实我们已经好几年没联系了，他会突然给我发微信说注意防护。去年一个电视剧开播，我觉得他很像里面的一位演员，我就给他发个信息，他说他爱我，一直在等我。虽然我已经结婚了，但是我心里挺开心的。我觉得这是真爱呀。你是真坏啊！虽然我已经结婚了，但是我心里挺开心的。我觉得这是真爱。你是真坏啊！我总结为我们在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，我甚至想离婚跟他在一起。那时候我们联系很频繁，我就说我心里也有他的位置。从那之后，他再也没有主动给我发过信息。唉，后来我们聊天也见过面，但是没有出格的事情，哈哈哈，哈哈哈哈，好戏开始。其实我对他了解不多，包括家庭工作。他出去旅游的时候，我去了他公司，我发现他很多年前就已经结婚了。
我们认识的时候就是他老婆怀孕的时候。是的，我被3了，并且他瞒了我7年。唉，我知道之后没吵没闹，跟他摊牌了。虽然用的是开玩笑的口吻，其实我内心炸了。他说他这么多年的感情一直爱我，他不幸福，很后悔，甚至想跟我保持这段关系。当然我是不想的，他有家庭，我不想伤害任何人。但我想知道他什么心理，是真爱吗？是，啊，是，肯定是真爱。啥家族什么遗传病？神经病吗？家有遗传病史，这遗传什么病？不幸福病、不幸福综合症、真爱综合症，喜欢在一段婚姻中找真爱综合症，这遗传病吗？什么遗传病？我现在已经结婚有孩子了，但是他欺骗我这么多年，拿我的善良和愧疚消耗我，我就是觉得心里过不去。唉，我现在健身学英语，好像在赌气一样，我一定要变得更好。但是有时候我还是会给他发信息。别有时候了，天天发吧。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是天天发啊。我该怎么处理这段关系？做朋友吗？还是彻底结束？你做朋友吧，好好的吧，你俩是真爱啊。我是，哎，我的天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看我该怎么处理这段关系？做朋友？哎，就打一问号。做朋友？嘿嘿，还是彻底结束？结束不了啊！太爱了啊！他说他这么多年的感情一直爱我，他不幸福，很后悔。我相信你也是心里这么想的啊！我相信你心里也是这么想。你也不幸福呀，你肯定不幸福呀。虽然结婚了，你俩才是真爱啊！我怀疑这个遗传病还传染，感觉你也得了这个遗传病，不知道他这个遗传病具体是啥，但好像不是通过遗传，光是可以遗传，也传染。你俩现在是病友。哎，我的妈呀！哼！哎呀，你俩好好的吧啊！不行，我得读个别的缓缓，这真头晕呢。蛋总，本人的工作类似销售，现在工作2年，觉得需要开始给自己积累点客户资源，但有些迷茫，想听听你的建议。我小的时候是个很活泼、很张扬的人，但总是遇到一些枪打出头鸟的情况，比如几个学生都在上课讲话，老师只会点名批评我。发现有人也会利用我的好心达到他们的目的，还有其他因素吧，就是一些成长的烦恼。久而久之，现在的我不太愿意暴露自己的内心想法，也不太容易和不熟悉的人聊天，所以会担心现在的状态影响工作的发展。之前听你的播客说到确定播客图片的时候，你的要求是放大你的名字，很受启发。这就受启发了。
是不是还是要打开自己，告诉大家我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哎呀，但是我目前没有这个勇气。蛋总，救救我吧！牛脆脆很香，口感很好，快递过来没有碎。咋了呢？这都已经工作2年了，怎么还受这个上课老师点名批评你的影响呢？啊？活泼很张扬，你张扬起来呀！你活泼起来呀！张扬，哦，赶紧张扬起来啊！这，哎，张扬起来啊！但有个职场问题想请教你。我在公司上班10多年了，前几年有次工作失误，从那以后我领导对我印象不好，总是在人多的时候或者开大会的时候调侃我，找茬我。比如说我说这些你能不能听懂啊？你是不是只想着怎么带孩子呀？你得努力工作呀，你进步太慢了。很多这种话。我的这位领导是公司大领导，他除了批评我这件事呢，其他方面都很好，公司待遇也很好。我那个性格很内向，很内耗，每次被调侃总是很尴尬，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感觉很丢人。回家后还复盘，当时那么回答就好了。总是建立起的自信一下就被打击没了。有时候感觉努力工作也没什么意义，也不被认可。想问问蛋总，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？不是你上班已经10多年了。完了，这个公司待遇也很好，其他方面也很好，你只有两种解决办法啊，这要么战，要么逃。逃的方法很简单，逃的方法就是，你看你都10多年了，他大领导他天天批评你，他也不开除你，想必是逃的方法就当没听见呗，呵呵呵一笑，你没有任何反应，慢慢他也懒得说你了。你现在还是有反应，你肯定是脸红了，低头了。不好意思了，啊，这个人就觉得自己又说中你了，啊，有一些很卑鄙的那种快乐，是吧？你要不就没反应，你要想战斗呢，那就跟他谈，找一个没人的时候私下谈一下。你说领导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前几年我的错误需要一次次在大会上这样公开的调侃我吗？我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啊！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我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啊，领导。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强、很懂事的人，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你再这样下去，我心情不行，崩溃了。你行吗？你会我这套嗑吗？你会的话，你就可以这样跟他沟通。你来不了就算了，来不了只能躲着点。不是骂他啊，不是骂他。说领导，我觉得你在这个公司我们认识10多年了，你一直我觉得你特别领导有方，是吧？什么事情安排的特别好，然后给同事们待遇也很不错。我觉得你是我生命中遇到过肯定是能排前3名，很愧质、很聪明的人。但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聪明的人会犯这么糊涂的错误，经常在开大会上的时候调侃一个孩子的母亲，你让他有愧疚感啊，你给他让他有负罪感。这种人好面儿，一有负罪感他也就不好意思了。但你会不会说呢？不知道。这种成功的啊，你骂他是没有用的，你骂他呢，他不会改的，他会有反弹。他就很聪明的人，他这就有理性来说服，他觉得你还是该骂，你得夸他，你让他有负疚感。他说对呀，我这么好的人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？多弄几次就改了。你说领导，我还是很想跟着你一起学习进步的，我觉得我还是很有进步的空间。但你每次大会上说完我吧，我太紧张太慌了，你的谆谆教诲我都没法听到心里去，因为我光顾着紧张了。你以后还想说我的话，咱们能不能还像今天这样找一个无人的角落，我拿一个小本把您说的话都记下来。
歌词大意吧啊，不用完全一模一样的话，但是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招多的是啊，出来上个班儿。蛋，我最近刚拿个 offer， 成为了一个新进的小卡卡咪打工人。小卡卡咪一般都是那个3分钟看电影里的啊，打工人不行吗？但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进行办公室社交。最近看了一个综艺，也产生了一些困惑。那个综艺叫《10天之后回到现实》。你们看过吗？挺火是吗？我看过一些片段我看到了很多人类物种的多样性，好几个地方我气到不行，气完再想是不是生活中职场中真的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？那肯定会有，没那么极端，但肯定会有。让社交小白的我感到很迷茫，必须跟你分享一下。这个节目是有淘汰产生的，你还给我介绍上节目了？我看你怎么？有一些复活机会，有一次复活的选择权在小 A 手里，他想复活小 B， 但是同队的小 C 想要复活小 D。我看过这段。于是呢，小 C 就不停的强调自己之前救过小 A， 让小 A 听他的救小 D， 不然就是对大家不公平。最后小 A 被说服了，我当时就觉得小 A 被 PUA 了。节目里另一个嘉宾小 E 人也很好，也这么觉得。他第二天，小 E 就去质问小 C， 说他为什么要干涉小 A 的决定。蛋总，你觉得这到底是不是 PUA 啊？这个综艺嘛，游戏它是有一个特定场景的，很难讲，那个是很极致的情况啊，就是综艺这个东西它太极致了，你没法说一下判断这个就是那个什么 PUA 还是啥，这个得身处其中才知道啊。类似于被别人帮助过之后，怎样可以既还了人情债，又不会影响自己想做的选择？你看啊，这个综艺是啥呢？综艺这个东西呢，它就是在短时间内快速的放大人性，尤其是这个综艺啊，它都是特别极端的情况，玩这种游戏，博弈游戏，它短时间内放大人性。那你这不能用来就是完全指导你的职场，你可以看一些极端情况，但是你说你还人情债，人情债不用那么快还的，它就是在那种极端的情境里才需要那么快的交换利益。你这在正常的人生中慢慢人生路慢慢还呗，不用没有那么极端啊。大家上班会不会遇到小组项目捆绑做？这个节目也有。这个节目算个人战吧，但有个嘉宾知道自己可能没那么厉害，就拉拢了一些聪明人组队。我本来觉得有点敌对别人，不太公平，但后来想想，这也没规定不能合作。其实找人合作是更稳妥的方式。我在工作里可能也会希望能抱个大腿。所以蛋总在生存游戏或者在我们这种竞争的环境里抱团，是不是一种人类本能？对，这个节目不就是让你看这些人性吗？看这种人类本能吗？这玩意儿就是设身处地，就是大家看这种综艺其实可以这么看啊，就是你看到这种极端做选择的时候，你就先暂停，你想想自己会怎么选，就比较有意思，是吧？其实人类呢，看故事就是为了在安全的环境下做一些人生的预演。你看历史也是这样的，看故事。你现在这种真人秀就更极端了，都不是故事了，就直接看另外一些真人那种面对人性考验怎么选择。其实就是在安全的环境下看看人会怎么选嘛。你又不是说，你又不用付出那么大的危险，是吧？其实看历史也是，我看到一个老师，我之前在哪看的一个演讲，一个老师讲历史，我觉得挺有意思啊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说看那个历史书的时候呢，说他说那个历史老师啊，说看历史书的正确方式呢是翻开看到说，哎，遇到了一个什么什么事儿的时候，
说不要再翻了，你就把这放在这儿，想一下，如果你是那个历史上的当事人，你会怎么选？想完之后，你看看他又是怎么选的，讲了一个看历史书的方式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可能看这种节目也行吧。这还没完，这么长。我看这个节目很抓马，又生气又想看，这种节目就这样。感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，表现出来的胜负欲也不一样，人生态度也不一样。我写稿的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真的是又气又爱看，少看点，你看我不就行了吗？但这种玩意儿就上瘾，是吧？你这个看了就人都这样。可以看看，其实就是在安全的环境下看一看，极端环境的话会怎么样？你用这个心态看，可能没那么容易生气。作为蛋总的忠实粉丝，如果下一季10天叫你参加，你会不会去？我再看看吧。这么吓人，这么暴露人性吗？我的人性经不起暴露啊！算了吧，我的人性别暴露了。我这小卖部读信挺好的，我这暴露的不太好吧？看看别人暴露得了。这个是牛脆脆啊，牛脆脆。我看那个节目，我看那片段，一会儿这个哭了，一会儿那个哭了，多吓人呐！太吓人了，看着挺刺激的，身处其中肯定压力特别大，是吧？我也不想哭，咱们就当看课看看挺好，嘻嘻哈哈的，自己去那哭干啥呀？你也去哭，挺好。我看了些片段，它就是有一些博弈，大家可以当那个啥看，叫什么人类观察、心理学观察、社会学观察看，可以的，挺极端的，挺有意思。我挺爱看这种东西。以前那个，那节目叫啥来着？以前还有一个，忘了。想不起来了。以前还是看过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种。感谢大家关注啊！点开这个头像，咱们回去读点情情爱爱的吧。点开这个头像可以加入一下群聊。新来的朋友点开这个袋子，看看那啥吧，看看销冠啊，看看我们这卖的好的都是啥，虾干啥的，吃点，老好吃。有的朋友应该已经收到了，贼好吃。它是鲜虾烤的，就加了一点盐提鲜，所以没有那么咸。这种新鲜的烤呢，它的壳肉是分离的，特别好扒，看，非常好吃啊！一个美好的美食。也不光温州有啊，但我们这个是温州的特产，但也不光是温州有，全国各地都有。我比较爱吃这个口味。说着说着怎么就拔开一只？没有那么咸。但是海虾嘛，它肯定偏咸。买大号就行了，自己吃买大号就可以了。我吃的就大号。10点了，估计你们也饿了，我准备吃这个。爱表才会呀。这大月饼，朋友们，它里头那个麻薯特别香。一个人吃有点费劲，你家里人多买吧，一个人吃确实太费劲了。我这切一块，明天剩下的送给学生他们去，一个人吃不了。
盒里就会有刀叉啊。我也饿了，估计你们也饿了。可以看一下它这包装还挺有意思的。大汉饼，啥馅儿呢？蛋黄、凤梨，还有麻薯。我特别喜欢它那个麻薯，有点像啥？有点像年糕那种感觉。就一个，这一个太大一个了。巨大，所以那个人口少就别买。切一牙给你们看看，已经闻到那个奶香味儿。你看一下馅料，主要是，哎，就这种黏了糊唧的那个感觉，就是麻薯、蛋黄、麻薯、凤梨。它那个麻薯馅吃起来，就是像泡泡糖似的那种感觉，口感特别好，还贼香。看一眼这馅料，哇，香啊！这个，剩下的就明天给他们那个写稿的小组送过去。那几个人天天聚在一起写稿，整个那个屋子里的气氛就是太压抑。我每次去送点东西我就撤了，给他们送点吃的，探望一下。太好吃。这个肯定是热量炸弹啊，量力而行吧，朋友们。这真的挺好吃。送个切过的好吗？嗨，经常咬过的都送，没事儿。过这个是吧？关系好就无所谓了。送一个切过的，还可以恶心恶心他们。我说徐志胜，中秋节到了，送你一个缺了一芽的月饼。你们都挺好的，团团圆圆的。我一个人孤孤独独的也挺好，没事儿，别想我啊！你们好好过中秋节，肯定能给他整 emo。徐志胜心特别软，我每次一说这些，他就流眼泪，特别好笑的。徐志胜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很有意思。是吧？大家团团圆圆的，多我一个不多，少我一个也不少。哎，你们好好过啊，没事儿。不用理我，我在家喝绿酒挺好，喝点绿酒，一醉解千愁啊。青苹果味的这个酒，买2瓶送这个杯子，杯子也挺好。是吧？杯子质量不错，我就以为这杯子是卖的，没想到是个赠品。我的妈，这赠品现在都赠这么好。这是菊酒老板推荐啊，就是他经常看我小红书或者听我播客都知道李泽，好朋友，他是非常厉害的侍酒师，他推荐的一款，我就让他选点便宜的入门，然后又好喝的酒，
他选来选去嘛，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，度数也不高，9.5度，好入口。买1瓶的话就送一个这个袋子，可以拎着这瓶酒出门，真挺好喝啊！冰饮啊，一定要冰饮，朋友们。你看这虾干卖的好不好？虾干还是卖的非常好，这虾干又快600件，这肯定有上次买了的朋友还没吃完的嘛？你们刚上次买这玩意儿挺耐吃的，吃几个有那种饱腹感。还有2分钟，咱们发个券吧。微甜，哎，再给你们多放一次吧，我就别介绍了，咱们有请李泽。哦，我们这个大饼啊，哎，饼才会呀，买2个的话，你拍2个还送你个碗，还送个碗啊，你直接拍2吧。不过你看你家里人口多不多，这不是一个吃完都费劲，拍2的话送个碗。有请李泽呢？怎么请不出来了？这个是葡萄牙北部有一个产区，那个产区它就是绿酒产区。绿酒意思就是比较年轻的酒，喝上去就是形容这种果味。然后我想要加的就是它的酒精度的话只有9.5，喝上去的话是微甜的感觉。但是不仔细品的话还是干型的，就没有那么甜，就是酒精度低，然后比较容易上口。好吧，买2瓶送个杯子啊。柚子酒推荐啥味道？柚子酒就是柚子酒，柚子酒就是柚子酒的味儿，酸味儿。这个桃子酒比较独特，像喝那个小时候吃桃罐头那个桃汁儿、罐头汁儿一样，又黏稠甜甜那种感觉，一定要冰饮。这甚至我觉得里头都可以加冰块喝了。牛胸口好吃啊！牛胸口看你咋吃，你直接吃，我觉得牛胸口好吃。牛肥瘦，你买牛肥瘦的话发券了。买牛肥瘦的话，你在小红书搜李诞蒙古肉干面，或者搜蒙古肉干面牛肥瘦。有一个姐妹在我这儿买了以后，她自己是个小红书做饭的那个，就教做饭的那个博主，她有拍个视频教程，你买个牛肥瘦，按她那教程做就行。嘿嘿，我播着呢，下次一起喝一杯。发券了。突然有一堆工作，稍等啊，啥情况？我这不正在工作吗？怎么还有工作？在。像逻辑怎么学？哎，你买本那个事实看看就得了，先。买那种教材看着也费劲，因为阅读体验也不好。你买本那个事实看看得了，寓教于乐，有具体的事例。这大10个今天卖这么好吗？这大10个就800件了，快。确实挺好吃啊，主要是不用吐籽儿，很方便，很喜欢。欢迎大家。
新来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一下。这个咖啡，连咖啡今天送的是这个杯子吗？朋友们，我的同事们，感觉好多朋友在捕获这个连咖啡啊。火山那个更苦一点，这个冰川是不苦。如果加奶喝的话，就完全不苦。为啥牛脆脆预售也可以卖2000多件？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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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。这个薏米水我今天是一嘴没提，为什么也可以卖500件？好的，我存在有什么必要吗？我是多余的，我的存在有什么必要啊？到底？大家一点苦都不想吃的话，就这个咖啡液，这个茶咖加个茉莉花茶萃取液，它就是完全不苦，也不酸。但你好，我跟我的老公是好朋友。所以我发现我喜欢上了我第一个飞行教练的时候，我立刻就跟我老公分享了这个心情。我说肯定是咱们婚姻哪里出问题了，不然我好好的怎么就精神开始开后宫了？咱们一起找找问题吧。教练本人并不知道，因为他是一个外人，没有必要参与我们俩的私事。我老公说可能是因为这2年太忙了，没有好好陪伴我，而且我俩通常作息都不一样，一般是我睡了他还在干活，我起了他睡了。他尝试跟我一起作息，看能不能好一点。后来发现还是夜里干活有效率。他说实在不行，你要不就去约一下那个教练聊聊吧。老公很自信啊，很好。我就约了那个教练，你还真约了，聊了一下。刚坐下的时候，我还满脑子想哇，好可爱呀。结果聊了一会儿，我满心想的就是我真是饿了，随便一碟子菜都能下酒。聊到下半场，他问我会为他离婚吗？我说不会。真拿人当下酒菜，纯拿教练当下酒菜啊！我说不会，不会结账还是教练结的吧？然后我就开始回忆我老公跟我谈恋爱对我好的各种细节。是的，我约了教练，我还一直在聊我老公对我的好。我真有病，但是这不重要，感觉我在找什么莫名其妙的存在感似的。聊完发现我又爱上了我的老公，于是我就开开心心的回家了。但是生活还是之前那样，逐渐的我好像也不像之前那么爱他了，也不会早上起来用我胖臭的嘴亲他熬了一夜的油脸，并且开始沉溺学习和健身。我突然发现这种情况是周期性的出现，我会周期性的爱自己，爱烦了我就爱他，大部分时候知足常乐，偶尔作死。做一个有瑕疵的人是不是也挺正常的？但是我一直都很积极的沟通，绝对不做大家达不成一致的事情。不过这个心动呢，我也是没办法，但很快心动一动也就死了。之前那个有过一个追求白头偕老的姐妹，我觉得没有100分的白头偕老，最好的情况就是不断的爱上一个人，不断的上头下头上头下头，然后就老了。你说的这么悲伤呢？不断的上头下头上头下头，然后就老了。也很有道理哈，挺好。这老公挺好，非常自信，挺好，合理合理，说的挺好。姐妹一看家庭生活过得很好，教练是教啥？飞行教练，第一个飞行教练。肯定就是她跟她老公都是比较，那叫什么呢？经济状况都比较好吧，聊天聊的也很成熟，行吧，挺好，跟大家分享分享。但你好，我想投稿我嫁入豪门的生活。我属于运气还不错的女生。想考北京的某名牌大学，试了一下就考上了。我比较勤奋，运气也不错，所以呢，还没毕业，收入就还不错。但是我觉得社会好险恶，想嫁人，然后就认识我老公，在一起1年多才发现他很有钱。当时公司大概有几十亿资产吧。我们结婚以后，他更有钱了。
但是从我们谈恋爱半年开始，他就不准我工作，结婚了也不准。现在生了仨小孩，一个月给我20万，但是不给我买房，我名下也不给我资产。我觉得做个家庭主妇非常没有个人价值。他脾气也很大，在家不赚钱，很受气。然后我就自己偷偷创业，做了半年多了，开始盈利了。目前每个月大概能赚个8万多吧。如果更勤快一点，可以赚更多，但是真的很消耗精力。这半年多我没有精力照顾和教育我的小孩，现在就是很累很疲惫。这每个月8万10万对我生活也没有啥改变，但是不干又很可惜。我想咨询你，我应该怎么办？事实证明，我靠我自己也可以赚20万没有问题，但我小孩怎么办？出国吧，啊，让你老公哪个国家给你买个房啥的，不是没资产吗？带着孩子那啥吧，出国一起学习，共同进步吧，好好创业。他不是说孩子没人带，他其实是有点想离婚。他最后这句话，事实证明我靠我自己也可以赚20万没有问题，但我小孩怎么办？他其实有点想离婚。不是说孩子没人带。他是想离婚。哎，咋办？先出国待一段时间吧。我目前研2，他研3，我们同一个导师。去年9月份开学，我跟着他做动物实验，跟着他学习。他本科在这儿读，家在重庆，我以后也回重庆发展。研1的时候没怎么接触，一开始做实验呢，他对我和我的同门都一样严肃，也没有来往。今年5月份，我和我同门开始帮忙整理他的毕业论文，慢慢相处，做实验，然后我越来越发现他的细腻，越来越关注他，慢慢的就喜欢上了。但是现在交流只限于学术。我不知道他本科有没有谈过恋爱。他在这个城市待了4年，商场都没逛过，吃饭嘛，要么食堂，要么外卖，门口的商铺都不去。暑假也留在学校学习。每次在学校看到他，要么和男生走在一起，要么自己一个人，身边从没有出现过女生。有一回我说我今晚自己有实验要做，但是他当天晚上没看到我。第二天帮他做实验的时候，他还问我昨晚干啥去了，我蛮惊讶的。如果是我同门，他绝不会问，他会怕小鼠咬到我，他会怕针头刺伤到我。但如果是我同门，他会说这小鼠很干净，没事的。你这个同门这么可怜吗？大家都是师弟师妹的，这干啥呀？他同门就活该被针扎，被小老鼠咬，太可怜了这同门。7月初有一回实验结束，我俩一起吃晚餐，然后他给我买了奶茶。我们走到楼下的时候，我就问他要不要一起散散步。他说去哪儿？我说操场。然后我们就散了2个小时步，然后还一起回实验室看结果，虽然也只有1次吧。哎，因为我们也是熟了半个多月才熟悉起来，很多我鼓起勇气和他聊学术外的问题，我们也不在微信上聊天，不发朋友圈。他的表情包也都是抱拳，我也是啊。不论对我还是对我同门，有一回他的实验结束了，需要猝死小鼠，我们3个人一起做实验，但是我同门他不敢把小鼠眼球摘下来，就我来。你这么猛吗？难怪他要对你刮目相看，把小鼠的眼球摘下来。姐们儿太猛了。实验结束的时候，我同门在打扫卫生，水龙头被占用。我去另外实验室洗手，没1分钟他就过来了，拿了一个洗手片过来给我洗手。我很惊讶，你肯定哎呀，你这就是你是自己上头了，你现在看着他干啥都觉得他对你也有意思，是吧？就这么个劲儿，就这么个意思呗。后面还有啥事儿啊？后面就是这些事儿，就种种迹象吧。他就肯定是觉得这男生对他也有意思。最后说我不知道要不要跟他告白，我之前觉得他喜欢我，现在觉得他不喜欢我。蛋总，你觉得他喜欢我吗？你问问你同门吧。啊，这个可怜的同门，这个被小鼠咬被针扎的同门，这个从来得不到师兄关怀的同门，
这个在你们俩身边目睹着你们一举一动的同门，问问他吧，好不好？你问我干啥呀？你问问这个可怜的同门吧，他肯定门清啊，喜不喜欢他都能看出来。反正你喜欢他，你这同门肯定看出来了。至于师兄喜不喜欢你，你问问同门吧。姐们儿，我不知道要不要和他告白。你拿出来你摘小老鼠眼球的那个勇气呀！小老鼠眼球你都那个手拿把掐，你这告个白能比摘小老鼠眼球更恐怖吗？同门太可怜，两个人的爱情为什么只有同门和小老鼠是受伤的？哎呀，太可怜了，一个眼球被摘了，一个没眼看。小朋友，这同门是个男孩儿，太有意思了，师弟。蛋总好，我和我男朋友谈了3年，模范情侣，他阳光，我温柔，互相宠爱，照顾彼此。有个矛盾，从来都是我理解、包容、温柔沟通，不希望带给我的爱人负面事物受伤情感，这就要出事儿。最近一次，他向我透露，我这辈子最喜欢的不是你，但我最爱的是你。说实话，我想温柔的包容他的笨嘴，但我内心还是崩塌了。他说最喜欢的是5年前大一暗恋的一个钓他鱼的女生，说青春期的喜欢最猛烈。我难以避免，我怀疑原来我们真挚热烈的爱，刻骨铭心的经历，是刻骨铭心的经历都是幼稚可笑的。原来重量都这么轻，以前吵架都不会的我变了，开始控制不住的破碎，彻夜的争执，要求他不断填补我空洞的安全感。蛋总，我到底该怎么看待他？牛脆脆很好吃，感谢你带来的快乐。这男的不想好了哈，他不是嘴笨，嘴能笨成这样。不想好了，一个男的突然开始说这种话，就是不想好了，啊，包容不了。他不想好了才说这种话，你还在那儿还包容呢？包容啥呀？喝点啤酒吧，啊，买点啤酒喝吧，别包容了，送你4个字：重新加载啊。找个新人吧。寒天虾干好吃，好吃啊！自己吃买的大号就行，好好吃。但超级迷茫，超级迷茫。我和我先生结婚3年了，差不多4年了。一直要不上孩子。之前头2年结婚，婆家人对我还客客气气，现在对我真的很差，动不动就说你生个孩子就好了，赶紧跑，后面不想看了，看到这儿就可以跑了。他们的原理是生个孩子，我的先生会对我好，不会的。但是我的原理是要有爱才能生孩子，而且必须要结束分居的状态啊，还分居，行。可是我和我先生长期分居，1年都见不了几面，那咋要孩子？违背生理常识了，1年长期分居，1年见不了几面，还一直要不上孩子，这就属于没要啊。我的工作性质走不开，每天都很忙，但是他是每个月基本都有连续7到10天的假期，每次都他让他过来找我，他就各种推脱，赶紧跑啊！反正就是在家里也不愿意找我，慢慢的我也不想再求他来找我了。爱情和事业，我也有想过放弃我的事业，
你也没有爱情啊，你放弃事业，你啥都没了啊。我的收入也不算很高，大概每个月20K 到30K 不等，挺高的了，很高了已经。但是我放弃了事业，他也没有钱给我呀，对他也没有爱给你啊，他啥都不会给你。哎，我知道他不会给我钱的，因为结婚那么久以来，他也没有给过我什么钱。对，我读你信上半封我就知道了，我都不用结婚那么久就知道他不会给你钱。而且有时候还需要我给他，所以这样的情况我怎么敢放弃我的事业？对，你只有你的事业了，不要放弃。迷茫，真的很迷茫，有啥好迷茫的？迷茫啥呢？这迷茫的点是什么？喜欢他每个月有7到10天的假期，喜欢这一点。好好工作，好好工作，不要放弃你的事业。同样的话再次送给你，再找一个吧啊，中心江仔。但这件事困扰我很久了，分手了2个月了，我也不想不明白啊，就分手了以后了，分手以后了，这是已经分了，已经分了，我就别看了呗，分都分了。哎，我跟我对象前男友是一个单位的，我俩年纪上差了7岁，由于工作原因，我俩一直处于非公开的状态。去年冬至，我的妈，怎么去年冬至的事儿？当时我们是热恋期，由于我初入职场，工作压力还没那么大，他经常加班，我俩下班晚上约吃饭的时候，经常是我等他30到60分钟。冬至要吃饺子嘛，我出于好心，怕饭店排队，我就说我先下班提前去占座，他说好，但也别走得太早，他这边时间不确定。我5点下班，在单位待到5点半，没想到望京竟然不堵车了，20分钟就到了，美美的选了一个不错的位置。因为我也等习惯了，一开始也没在意，结果7点餐厅人多了，我有点坐不住，我怕打扰他工作，微信上就说了几句我好饿呀，快点下班吧一类撒娇的话，他也说马上。但是我最后等到了8点才等到他，那是等挺久，等2个点。说实话，我有点委屈了，周围的餐桌都是一家人热热闹闹吃饺子，就我一个人对着一盘凉透了的锅包肉一直回味，翻台速率嘎嘎快，女德满分的我给他点好个饺子，他一到饺子正好刚上桌，结果他说馅儿不好吃，我说那你再点，他又点了一盘。哎，直到快结束的时候，我就说我可以给父母再点2份打包带回去，他突然不高兴了，说你这饺子怎么打包呀？回去还能吃吗？怎么着你父母都得靠你养。我说实话，我听到这句话愣住了，我没想到他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。因为我小时候等父母下班给我带好吃的回家，我觉得工作这种爱意要传承下去，所以我真的没想很多，当时我就觉得很委屈，一股心酸，泪水涌上心头。他就说你觉得你委屈什么？我不明白你有啥委屈想哭的，让周围的人觉得我欺负你什么？蛋呢？我想知道我真的做错了吗？已经分了，还是说我们都没有错，只是生长环境不一样？可是他的家庭也挺美满的呀，难道是他想家的？之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意识到伤害了我，给我买个冰淇淋。这冬至北京吃冰淇淋啊！我俩打车回家的路上，我还是很难过。那是多冷啊！冬至的北京你吃冰淇淋啊，他肯定难过。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很难过。男的就是抠，男的有毒，浪费时间，应该删他，他有病。我提出一点那个反对意见啊，反正大家那个，我看你们这是一窝蜂的骂这个男的，我可以给你提一点反对的那个，也不是反对意见。还是给这个姐妹一些建议啊，以后再谈恋爱呢，不要总等他，
你呢每餐饭等他，会给他很大的心理压力，然后你自己心里也不得劲儿。我觉得这男的呢，固然说话是很难听，但是我读这封信，我的感觉是，他经常加班，经常我等他30到60分钟，然后冬至那天，这个男的还特意说了，你别走得太早，他这边时间不确定。然后他坐在那儿等他，发个我好饿呀，快点下班吧。这个男的就有点道德上有点亏欠，但是呢，恼羞成怒吧，他就觉得，哎呀，不是说别让你等吗？你又给我整这出，在那死等我，你还委屈啥呀？大概是这么个心理活动啊。我往善意揣测他，就不是说他纯坏的话。怎么解决呢？咱也不是道德上没啥指责的，我就说你以后再谈恋爱不要等，不要等别人。你也舒服，他也舒服，对吧？你老等他，你看给他等的，对吧？你没必要，没必要付出这些东西，对吧？咱们没有那个评判谁啊，就是说你如果将来谈恋爱的话，就是这种付出没有必要的付出就不要付出，整的心态会不好，你心态也不好，对方心态也不好。戒掉没有必要的付出啊，付出一些有用的付出。你在那干等他这件事情到底对谁有好处呢？没有好处，还影响了饭店的翻台率啊！简直这件事没有一个人是受益者。是我会怎么办？冬至吃饺子，我先去，说你还很久，就是成年人，就是哎，你大概要多久下班？说还有1个小时，说那不行，我等不了你了，这1个小时我坐这儿也挺尴尬的，我就直接打包了，咱们一会儿那个，或者我叫个那个跑腿给你送过去，你在单位吃一口吧，我先回家了，或者就是哎，咱俩一会儿路上吃，或者咱俩去我家吃，就这么就解决了，这就是我觉得成年人是应该这样的，死等他干啥呀？你等他来，这饺子会更香吗？饺子热热更好吃，凉饺子也很好吃，饺子拿油煎一下也更好吃，是吧？凉饺子都很好吃。都成年人了，干啥呀？对吧？是不是煎饺子好吃？饺子回去热一下，煎更香。欢迎大家啊！我就特怕这种。刚还有个来信，就是那个刚有个姐们说她，我就没说，就大概有一种就岔开话题聊一下。我特怕，我从小就怕这种东西。刚那个姐们来信说啥呢？她说她岳父眼睛做个小手术，然后岳父夫妻俩来了，她跟她男朋友2个人去陪床探望。第1天在，第2天又去什么的，完了这个姐们来信是说觉得对方父母有点瞧不上她。其实我读这封信我就有一些特别不好的童年回忆。就我不知道你们家庭是不是这样，我小时候家庭呢，就这个家里呀，岳父可能说错了，就反正就是那个男生的爸爸。这不重要，就是这个家里啊，一有谁生病了，1个人得病，床边能围个10个人，我特别怕这种。在我眼里，我觉得真是神经病。你是医生吗？你会治病救人是咋的？人越多，他好的越快吗？我就特别怕这种，我觉得这就是没有意义的付出。
贼烦。我觉得这就是特别没有意义的付出。刚刚那个姐们儿，我不想说她，我觉得你看她一眼就够了，你去看连着看她2天干啥呢？你爸爸他男孩的爸爸眼睛做手术，他妈妈陪他，你们就看行，那行吧，比刚结婚表示尊敬，探望一眼，第2天又去，你能帮上啥忙？我特别怕这个医院病床旁边围10个人，哎我的妈呀，在那吃那个别人送来的果干，一人提个果干，一人提箱牛奶，这儿吃着果干，那儿喝着牛奶，说哎呀你可那个快点好啊，大家都来看你，有啥用啊？你会看病还把他送医院了，干啥呀？特别怕这套。我觉得这就是没有意义、没有必要的付出。你说付出嘛，也付出了，图啥呢？对吧？我就不行。你也说我不孝顺，你说不孝顺，我不去。我看他能让他好的更快吗？不去。没必要，是吧？可是会得到心理安慰。我不觉得，我觉得一个人病的时候挺脆弱，一个脆弱又有点丑。其实人得病的时候是不好看的那个样子，就是会希望那样的状态下被人围着看吗？对吧？就我觉得可以探望吧，就探望一下得了，真没必要，天天，我的妈！哎，发券了啊！探望一下，看完了是吧？水果放下就撤呗。但马上开学了，有个事情很困扰。我是老师，上学期发现有2个同事有些暧昧，2人都是已婚有娃的。但我觉得大家都是老师，必要的道德感肯定还有吧？他们应该会克制吧？但是暑假的一天，我晚上看见他们俩一起在逛商场，应该不是在谈工作的事情吧？我就脑补了一堆情节。我好害怕呀！我怕他们被自己的爱人发现之后到学校闹，然后被开除，然后我就会被赶鸭子上架。我不想当班主任啊！哦，原来是这个怕。我说你怕啥呢？他们俩出轨，受伤的是你。我们这个爱饼才会赢这个大月饼呢，提供同款月饼1盒，抽2个啊，贼好吃，太可爱了。这个朋友太有意思，我说他怕啥？怕被拆穿，怕赶鸭子上架，不想当班主任。哎呀，太可爱了！你这样吧，你在办公室你别跟他俩聊啊，你在办公室你跟其他同事聊。你咋聊呢？你叼根我们这牛肉干啊，教你啊，朋友。老师，这位老师，平时都是你教别人，这回我教你点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。叼一根炒干条。声音呢稍微就是若隐若现，让那俩人其中一个能听到就得了。你跟其他同事听说了吗？听说隔壁三中上个月的事儿了吗？
说啥事儿？啥事儿？哎，挨个，你给他来一根，俩人一人一根是吧？三中上个月，有一个老师，哎呀，她老公闹到学校去了，哎呀，就是跟同事，哎呀，多吓人呐！名声毁了呀，以后这行肯定也干不了。这老师哪个学校敢用？哎呀，吓唬他是吧？让他收敛一点。有用是吧？就给他们让他们收敛一点嘛，点他们。我认真的，你不用表演的像我这么浮夸，但这个招是认真的，是点他们一下，让他们收敛一点。但我跟男朋友在一起8年了，最近他突然求婚了，进度条急速快进，我也答应了。这很快吗？这8年才求的婚，没有很快了。但我不想结婚，更不想生孩子。如果和他结婚，我好像只能妥协。那你答应干啥？这个时候我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女朋友，她从上一段感情中走出来了，我也挺喜欢她。觉得如果能和她在一起，就不用担心结婚生孩子的事情。不是，就为了不结婚生孩子，就人生要发生这么大的转向吗？急转弯啊！啊！我喜欢我男朋友，但我真的不想生孩子。那不生不完了吗？你非得人生来这么大急转弯吗？但8年婚姻，2个宝宝，现在离婚了，我觉得对不起我的孩子，我该怎么弥补他们呢？我上学的时候还是挺优秀的，一直自以为是，后来婚姻里自欺欺人，现在清醒过来，只想逃避。我觉得我现在还在纠结离婚的事情，是因为我并没有把生活过好，婚姻的这几年里把自己惯得一事无成。当年一个偷懒的念头，选择了结婚这个捷径，导致现在缺乏社会经验，没有生活技能。自作自受吧。我想和所有的人，包括我自己说一句：不要逃避，不要偷懒，不然只有悔恨。我把孩子留在了前夫家，尽力多见多陪伴，可是总怀有深深的无力感。我要怎么做才能坚强起来？未来的路是我给自己打气，要有信心，要坚强。对，孩子一天天长大，我担心我进步的速度太慢。人生是靠努力就可以过好的吗？哎呦我的妈！这姐们现在心太乱了，全是问题了，问的又杂又大又乱。如果你决定读下去，我感谢你看到啊，不用写。我希望这段文字可以给这个世界创造一点点，哪怕一点点积极的价值。我想借着和你说话的机会，给孩子们道个歉。妈妈为了自己没能给你们完整的家，哎，你不如直接跟他们道个歉呢。我只关注了我自己的感受，没有为你们考虑。孩子们都还小啊，都还小，那稍微大一点，你去跟他们道歉就行，不用跟我说。也对我的父母说一声抱歉啊，直接跟你父母说就行了。我说抱歉，其实是弥补我的愧疚，为自己找借口。真正的做法应该是用力活下去。可是但你知道这需要勇气，但需要啊，你要不然先从跟父母好好沟通，跟他们，但是你为啥要跟他们说抱歉呢？没懂。哎，反正你先跟他们沟通开始吧，找回勇气啊。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软弱、犹豫、悲观，很想改变，找回那个夏天眼神坚定的女孩，骑着单车摔倒也爬起来，晨考还考了满分的女孩，那个比男生优秀，在年级里排第一、第二的女孩。你确实是很留恋学校生活了，那个对生活、对感情绝对自信和热情的女孩啊，姐妹儿，你不应该找到那个女孩啊，你应该找到一个女人，好吧，我想找到我的灵魂啊，不要老找那个女孩了。
你要长大，你要找到一个女人。哎呀，祝福所有的朋友，我的孩子们，祝大家拥有面对的力量，面对，对你得面对啊，你还是不面对啊，找到那个夏天眼神坚定的女孩，别找女孩了啊。姐们儿心态肯定是崩了，很脆弱。现在看他的描述呢，肯定是学生期间很顺利，就他的学生时期，就这个姐们儿学生时期过得很好，然后突然就从学生跳入了一个婚姻生活，8年婚姻，2个宝宝，其实就是没太长大，现在离婚了吧，很迷茫。那就是很自然的去回忆自己的人生的黄金时期，想回到那个黄金的感觉，但那是个不成熟的时候。你跟父母交流是对的。跟父母交流是对的。姐妹儿啊，你还祝福别人，特别好啊，说明你还有这个有希望是吧？有希望就行，还有这个善心，这就好，这就没大事儿。然后呢，跟父母交流，问问他们怎么看你。我听你的感觉呢，经济压力应该不是很大。怎么判断的，朋友们？你知道我是怎么判断的吗？经济压力应该不是很大。怎么判断的？当年一个偷懒的念头选择了结婚这个捷径，老公肯定有钱，老公没钱结婚怎么是捷径呢？怎么是偷懒？当年一个偷懒的念头选择了结婚这个捷径，是吧？前夫肯定有钱，经济压力没有很大，那就没事儿，好好活着啊，花点前夫的钱不应该的吗？好好活着啊，好好的学点什么东西啊，随便做点自己有兴趣的事儿啊，多陪陪孩子。啊，你现在呢？面对社会，你现在就是麻爪了，姐们儿。这姐们儿就是突然离婚，她就是麻了，就是我该干啥呀？哎，我怎么也没工作过？我应该干这个，我说干那个，我喜欢什么？哎呀，然后人就乱了，说哎呀，我对孩子也不好，哎，我愧疚，怎么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对父母也愧疚了，然后又想回到自己学生时期那个女孩，不用啊。你实在不知道干啥，姐妹儿，你听我劝的话，我告诉你一招，你其实经济上没有啥太大压力嘛。你就专注做一件事儿，你从现在开始认真的学习。你孩子岁数肯定也不大，你就认真的学习一个东西，叫什么呢？母婴教育、儿童成长。你把这个领域的书啊、班儿啊，你去学一学、报一报。你最后不能从事这份工作呢，你不就当过妈妈吗？那你就把妈妈这件事干好。你最后不能从事相关工作，至少你也是一个可以把自己的孩子教好，对吧？把这个去学一学就行了，别的别想。想啥呀？这啥？他就是很慌，他觉得自己啥也没干过，没面对过社会。没有啊，你是一个妈妈，当妈妈很容易吗？你可别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社会经验，啥也没见过。你是2个孩子的妈妈，这很厉害了啊！你把妈妈这件事干好了就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好吧？去学一学相关的知识，把这事干好就好啊。
当妈妈很容易吗？很难啊，我觉得非常难啊。我觉得当一个好妈妈也太难了，是吧？你能把这事干好，你还能甚至能带一带别人的孩子，从中赚一些钱的话，很有成就感，是吧？这事儿也是个终身职业，可以干一辈子的事儿，不挺好吗？很难的，非常难。你能把这个干好，是吧？看好你。但最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，他在工作能力上很优秀，超级戳中本质性恋。我们总在一起做困难的项目，两个人说话也特别同频，每次一见他呢，觉得好喜欢，好喜欢。现在我们互动也越来越多，一起吃饭，一起喝酒，一起深夜聊天，晚上熬夜也会互相等对方一起下班。我心动的感觉越来越强烈，但是我突然得知，有女朋友是吧？他有一个谈了七年的异地恋女朋友，有时候听见他和女朋友闹分手，我甚至阴暗的希望他们真的分手。好几次都想直接一冲动告诉他我对他的喜欢，你不用告诉他，肯定知道。但又怕说完之后朋友都没得做，他肯定知道。但一直不说的话，总觉得自己像等着奶酪自己掉下来的阴暗的老鼠人。啥词儿啊？阴暗的老鼠人。但我到底要不要找机会跟他坦白我喜欢他这件事儿？还是就这样继续阴暗的维持着朋友的关系呢？怎么就阴暗？他肯定知道啊。一起深夜聊天，熬夜等，互相等对方一起下班，这还不知道？这可是下班哦，为了一个人可以推迟自己的下班哦。他能不知道你喜欢他？还老鼠人。哎呀，你呢也不要表白。算了，我也不给你支招了，你就等吧。我看他这劲儿，他肯定是要分手。至于分手了以后，我劝你，你也不会听，随便吧。反正你就得等他分手吧。咖啡到了，还挺好喝啊，是这个吗？是不是？大家投稿啊！我们那同事跟我说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有的朋友投完稿想撤回，就是投完稿说，哎，能不能别念？但是呢，这个来信太多了，我们收到投稿呢，我们肯定是默认你是可以念的。但有些朋友就说，哎呀，别念了，但是你发的时候要慎重啊，你这个撤回不了，因为你要求撤回的，那可能我同事就没看见，对吧？朋友们，投稿给这儿投啊。然后有的朋友还说那个。说希望，因为网上很多人做我直播的切片嘛，说哎呀这故事传的到处都是，能不能让他们删了？那些人我都控制不了，他们经常卖我都没卖过的东西，我咋控制他们呀？不认识他们啊，很吓人的。所以你慎重啊，朋友们，投稿给这个投的时候就决定了要被念，你再投啊，你别好吧。对吧？就是有一些别的平台上还冒充我在那直播的，拿我的那个录屏去那儿开直播的，贼狠，这不认识，太坏了。他关键他卖的东西我也没卖过，那玩意儿你说吃坏了算谁的呢？大家还是慎重啊，认准小红书。
劝一下，劝啥？劝什么？哦，你说刚这个女生啊，劝啥？没啥好劝的，他俩肯定会在一起的，劝不了。这男的一定会分手，他俩一定会在一起。你们在一起恋爱谈上以后，再给我来封信吧，看看甜蜜不甜蜜。蛋总你好，我分手了，理由是他要去龙虎山潜心出家。哎，我们经历了10年的异国恋，我和他是初中同桌，高中虽然不在一个学校，但是我经常去他们学校接他。高中表白，我们在一起之后上大学，他去国外留学，后来大3假期回来，我去机场接机。我们发现我们可以说是有说不完的话，我们就复合了。再然后他继续在他国求学，他要求我们平时采取预约制聊天，头一天预约好，第2天视讯的时间，每天固定时间视频电话半小时左右。当时我的朋友们还嘲笑我，但我觉得相爱距离都不是阻碍，每天发微信分享生活，我们生活中遇到任何事都要聊一聊。去年他回来了，我们每个星期都要 dating。他在国外信仰了道教，每次约会的时候嘴里都会念念有词的念经书。从此之后我们约会变得说不了那么多话了。对，他在说话，是你说不了那么多话了，人家念经呢。但我仍然很喜欢他，我提出可以更进一步发展，他说他恐婚，他想入道。这理由真的是，这理由没法劝啊！人家说恐婚，说我要入道，你还能拦着人家入道呀？人家要入道怎么劝？要入道可真劝不了啊！人家要入道，说你不要耽误我的修行，这咋劝？劝不了了啊！不要耽误人家入道了啊！人家要修行，你咋整？他没有心思发展任何亲密关系了。从去年开始，他要跟我保持距离。我甚至有的时候在想，我们不是爱情，可能只是一个搭子。我现在还没有走出来。我在想，可能我最需要改变的，好像是找他聊一聊这个习惯吧。对，你也读经书呗。他入的是道，你来佛，来佛学入门一下，对吧？你别找他聊聊了，有什么事找佛祖聊聊吧。啊，他入道，你入佛门，你遁入空门，他飞升3界，你遁入空门，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，怎么样？你看我这个安排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是吧？他飞升3界，你遁入空门，我研究物理，咱们仨都有美好的未来，怎么样？哎，蛋总，我突然感觉还没来得及说再见，青春就结束了。没有啊，你青春没结束，青春入道了。蛋总，你觉得我已经老了吗？已经不会爱了吗？再也不用联系他了吗？联系不了呀，人家都龙虎山了，你还联系啥呀？你赶紧佛学入门吧啊！太狠，是吧？顶峰相见，对，咱们早日勘破大道，是吧？修成金身，都是什么玩意儿？凝结金丹，还有啥？这玩意儿都是啥来着？不太熟啊。这个道教不太熟啊，我不是很熟。道士能结婚？这我不太清楚，不能胡说八道。这人家那个有信仰，我不太懂啊。我刚开玩笑是那些修仙小说的，我不能开人家这个人家真的要去龙虎山啊。我也就是了解一点这个修仙小说那些说法，什么玩意儿，什么修什么炼丹什么的，那会儿看。
有一些可以结婚。在国外入的道就。这个时候谈芦荟胶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伟大的同事，请你给我解释一下你的谈品思路好吗？我们这个聊到这个上龙虎山入道，你谈这个芦荟胶是什么意思？是说山里如果干的话，太干或者被晒伤的话，可以涂点芦荟胶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啊，我伟大的同事，这个谈品思路我一时给我谈懵了啊。啥意思呢？涂点吧，我这嘴上这个痘印儿感觉太久了也。这小嘴儿，这不刚吃完红烧肉吗？哎，挺凉，挺清凉，挺好。还有6分钟发圈儿，还有6分钟发圈儿啊，朋友们！2.2万人，怎么人又这么多了？欢迎大家啊！感谢你们，可以点个头像关注一下，或者点开头像加入一下群聊。新来的朋友点开我们这个销冠看一看啊，卖的很好的有这个滩天虾干，新鲜的虾，烤的，所以这个虾肉呢和壳特别容易分离，就加了一点盐是提鲜，没有那么咸。自己吃买那个大号就行了，这就是大号，非常好吃，虾干啊，温州特产。还有呢，牛脆脆，牛脆脆就是大片的整片的牛肉，风干烤干的薄脆片，牙口不好也可以吃的，没问题啊，好咬。牙口特别好吃这个超干条啊，这就是都是我们的销冠，点开这个销冠看看。还有没有一滴水的黑枸杞原浆啊？不加一滴水，只有黑枸杞。盛浓炸鸡就不多说了，在家制造这个店里的那种感觉。连咖啡的杯子比较好看，哎，送这个冰川杯啊、火山杯。火山的那个咖啡液更苦一点，大家怕酸怕苦呢，就喝这个茶咖啊，这也是我们一直都卖的很好的那个茉莉花茶的和咖啡，就不酸不苦。这个猪肉脯是甜口的啊，广东的猪肉脯大块的猪里脊，你北方的朋友吃不了这个甜口就别买了，很好吃，我觉得很好吃，完整的大块的猪里脊。啊，牛脆脆刚介绍过了，一颗大番茄汁，哎，样品没拿过来，算了，大家就随意购买吧。啊，巧克力嘛，馋来了的那个薄脆，这个应该是好多朋友都买过啊，可以买过的朋友帮我说说好不好吃。啤酒嘛，今天有这个倒酿精酿啤酒，重新加载啊，就上面写各种字儿，很好喝。这会儿下不饿了，非喝它一个。这个原麦汁酒精度是3.8，原麦汁是9.5。今天新品有一个这个菊酒老板推荐的绿酒，就叫绿酒，青苹果风味，微甜。买2瓶的话送一个美丽小杯，杯子也不错啊。给大家过一过，随便过一过。还有这大石榴，基本不用吐籽儿，大石榴。这酸奶嘛，里头有白砂糖，减肥就别吃了，但是真的很好吃。上面有这个叫什么坚果包啊，拌一拌。这茶是上一场卖的比较好的，稍微给大家过一下，我缓一缓，缓一缓再接着念信。这个玉米有人收到吗？
我们上次卖这个玉米有人收到吗？我觉得这个糯玉米还是挺香的，是一个这个留学归来，在字节干了大厂卷，觉得回山西忻州中国杂粮之都老家创业的这么个年轻人种的，很好吃糯玉米。他反复强调这个袋子是食品级别，因为这个糯玉米里面这个黑的里头这个花青素，你直接拿水煮就流失了，他就鼓励你拿这个袋子带着袋子煮，一箱8根。花青素我们这个黑枸杞汁里也有，纯的黑枸杞原浆里也有花青素。番茄汁好喝，那个番茄汁也是不加一滴水，那一瓶里大概有3.5个番茄吧，大概啊，就是不加一滴水的，纯的番茄味儿。玉米收到了，商家私聊我中奖加赠1箱，感信吗？感信啊，因为我知道。白话汁是这样的，看着就是比较作的高端的那种啊，微甜，挺好喝的。像我这种经常喝酒啊，吃大油大肉，就喝点这个特别舒服，尤其是酒醒的早上特别舒服。酒嘛，今天就葡萄酒就推荐这个绿酒喽，那啤酒就推荐倒酿喽。然后配虾干的话，就因为这个虾干是我们摊天下酒菜系列，那为什么有摊天下酒菜系列呢？因为本身是做摊天酒的。我这个朋友做酒很多年，然后他们家里的生意，就是他自己是做这个酒，但他家里的生意就是做这些东西的啊。好吧，给大家，哇，这个石榴要卖1000件了，这个石榴今天怎么了？怎么了，石榴？怎么回事？偷摸摸把自己卖这么好，干什么？老有人让我讲书，讲卡拉马佐夫兄弟，讲什么托尔斯泰，我讲的肯定没有这个刘文飞老师讲的好。大家买过佛学入门，我们这看理想又上了一个新的课，俄罗斯文学100讲，刘文飞老师讲的真的很好，不用听进去多少，就拿它当个哄睡很舒服，睡得很香。切诃夫，每次到切诃夫左右就去。今天的新品。这虾干马上800件，虾干真的很不错，推荐给大家。发券了啊！发完券默叨2句我就接着读信了。这萨琪玛我就把它拿过来1回，这萨琪玛我根本就没讲，我就展示过1回，又卖400多件。天天在这强调什么零糖零卡有啥用啊？每次上这些重糖重卡重油卖的都是最好。天天零糖啥呀？这些做健康食品的商家们，咱们没有必要呀，咱就整着糖油的吧。你看人家这卖多好，也不咋用介绍，你这零糖零卡还费劲说半天，这根本就不用说，咔咔卖。这上面这黄是那个黄天鹅食用级别的那个鸡蛋，生食级别的那个鸡蛋，只用蛋黄。然后懒人是差不多市面市场价600块钱左右1斤的那懒人都很好。认养一头牛的牛奶又可以买了啊！好吃才是正道，对。大虾买哪个？买大号就可以了，大号就这么大，虾干买那个大号就可以了。想买月饼，有啊。爱饼才会呀，买2个送1个碗啊！你要1个人的话，吃1个都费劲。看看人家里人口多不多吧，买2个再送1个碗。它的馅里有凤梨、蛋黄和麻薯，特别好吃，吃的像泡泡糖 Q 弹的感觉，特别好吃。蛋糕条怎么了？还有啊，蛋糕条，我们蛋糕条也一直都是卖的很好。好的，我们的啤酒，我们这个倒酿啤酒
每小时抽3位加赠1箱，感谢当年啤酒，就所有买了啤酒的朋友有机会中奖，每小时抽3个人，再多送你1箱。这个绿酒嘛，就是一个特定产区比较新、比较年轻的那种葡萄酒，喝起来呢还是干型，微甜，青苹果那种酸，打开有一点点气泡是正常的。哎，这挺好喝。然后两瓶，买2瓶送1个杯子，是我的好朋友菊酒老板资深侍酒师推荐，就是价格便宜又好喝的酒，酒精只有9.5度，不高，很易饮。我俩是一起试的，他给我推荐，我一喝觉得 OK。喝一喝，直播不能喝啊，直播不能喝，感谢理解。好的，石榴已经怒卖1000件，我看看大虾干呢，虾干啊800，虾干上次卖个2000多件，朋友们，虾干真的很好。牛脆脆不会偷偷摸摸的，这个牛脆脆预售也可以卖3000件吗？上次卖了11000多件，直接给干停产了。这次改预售，不是干停产，就库存给卖光了。行，感谢大家支持。奶脆脆也是根本就没提你啊，我根本没提你啊，你怎么会卖的这么好呢？这个就是小时候偷吃奶粉那个味儿，干吃奶粉那个味儿，甜的，甜口。很好，感谢大家。我看了一些我根本就没提过的品，在那儿偷偷摸摸卖一堆，感谢啊！我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有偷偷摸摸？为什么有100多人偷偷摸摸在买花卷？为什么？谁提他了这花卷？啊？为什么？哎呦，酒这个你喜欢喝酸的买柚子酒，喜欢喝甜的买那个桃子酒。这个桃子酒就是喝那个桃子罐头那个罐头汁儿的感觉。有朋友在问石榴的包装啥样，给你们看一眼图片吧。石榴的包装，花卷买那个椒盐味儿的，老好吃。但我文笔不好，也不幽默，普普通通一位30加全职妈妈，2个儿子，造孽呀！我的故事比较精彩，文字表达有限。我与孩子的父亲从疫情开始异地，未前往外地工作时，他也只有工作和自己，家里的事全是我包了。后来想想，这也有我的问题，就不该心疼男人。异地后，他以最快的速度找了小三。我其实想不太明白，为啥渣男在这方面会如此的蠢。刚开始聊就被我发现了，我这性格也藏不住事儿，我就摊开来讲了，结局就是我该死呀！我信了他那个嘴呀，以及他发的誓啊，我怎么能信呢？我后面再次发现他俩没断，我就直接找上门了，幸亏我也去了，不然我可能难得心死。我看到了他们租的豪华3室，他们还养了1只猫2条狗，过上了。情侣牙刷、情侣餐具，哎呀，还有那让我喘不过气的衣帽间里摆放着的那一堆堆的奢侈品。没想到我没有流一滴眼泪，但我永远记得我当时看到的一切让我窒息。
当我想到他对我和孩子不管不顾，甚至骗我在外工作一直没赚到什么钱，让我去借孩子的生活费及学费等等，我没有稳定好情绪，砸了一些物品，干得漂亮。后面被他拉走，可能是怕我伤到他的女人，那不连他一起打的。哎，我们谈到了离婚，但我现在确实没有优越的条件去养俩孩子。让他给钱呀、这都抓包了，你这都有证据，人赃俱获的，让他给钱啊！他在物质上比我有能力抚养，可是他对我们这个小家属于抛弃状态，我特别痛苦、纠结、绝望，抑郁了2年多，靠吃药度过。过程其实有很多我都省略了，直接说结果吧。小三儿一直和他在同一城市，我如果现在选择起诉离婚，我什么财产都没有，他的财产我无法证实啊，但我知道娃大概率一人一个。我想请问大家，像我这种全职妈妈，现在找了份收入较低的工作，我该如何让自己没那么狼狈？我与他无法协商一致。谢谢你听我的鬼故事，祝大家一切都好。姐妈，你找个好点的律师，这怎么会什么财产都没有？头晕，妈呀，还买奢侈品，我还和自己的孩子借学费，哇，天，哇，这法律不能惩罚一下这样的人吗？我不信啊，这种人法律不制裁他，必须得制裁他吧？哎呦，哎。哎呦我的天！姐们儿，再试试找个好律师试试呗。实在不行就只能整一些下策了。整下策就是得闹，别那么好欺负啊！法律制裁不了，你就只能出一些下策了。他还有爸爸妈妈吗？不是，他不有工作吗？整点下策，实在不行。哎呦我的天，头晕！哎呦我的妈，这法律不能制裁他吗？哎呀！实在不行也不能忍了，这肯定不能忍了，实在不行就闹吧。肯定不能忍啊，忍是不能忍啊，忍了就全完了。哎，但我也不想教你做坏事是吧？但是肯定不能忍啊。但上次在你直播间听到了一个小姐姐的故事，和我特别相似，但我们不是师生关系，纯粹她比我大5岁。今年偶然得知我们在同一个城市约着见一面，毕竟认识有10多年了，偏偏我是个恋爱脑，奔着旧情复燃。见面说了些拧巴话，类似于咱俩算啥关系啊？下次见面啥时候呀？分开后你会不会想我呀？但他都没有回应。果不其然，第2天就把我晾着了。没错，您说的从天而降的掌法，退！我听劝，我再没有主动给他发过信息。隔了半个月吧，我总算缓过劲儿了。他今天又联系我，我不想恋爱脑了，我要当优秀毕业生。
可我还要不要回这个消息呢？你回你。看涨，来，你给我。神经病吧你，还要回？完蛋玩意儿，出去别说认识我，丢人。哎，纯纯恋爱脑，没点正事儿吗？啊，咱这都没有正事儿吗？挣点钱呀，看看大自然呀，养养猫猫狗狗啊，跑跑步，骑骑车，打打球，锻炼锻炼身体。我这一天时间都不够用，你这哪来这么多空谈恋爱？妈！丹哥你好，读我的信。我从你的小卖部批发零食回我家的小卖部卖，不用啊，这就大可不必了，这跑我这进货来了，不用啊。我跟我男朋友谈了7年了，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，一直也没结婚。为啥？啥工作不让结婚？啊？其实也是我不愿意跟他结婚，这不就是不愿意跟他结婚吗？还因为工作性质原因一直没结婚。你不就是不愿意跟人家结婚吗？他长得一般，还很胖，当时也是冲动跟他在一起。这7年我为他怀过2个孩子，但都没有要。其实除了他，我也有很多暧昧的对象，当然也都发生过，但是他在外地，他也不知道。我虽然没有多爱他吧，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很靠谱且很适合当老公的人。嗨，纯纯倒霉蛋是吧？每个月都要给我打钱，还给我在我的城市买个房子，这点我很欣慰。但是呢，我有时候真的很嫌弃他，他又胖又丑，睡觉还打呼噜，我气死了。这么多年，我和他属于双方父母见过并且同意的状态，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不爱他啊！我也知道，我看出来，不光你知道，这还有2万多人都知道你不爱他。我也很多次告诉过他，但凡找到更合适的，我就会离开。可是我现在暧昧的对象也没有一个靠谱，也就算个搭子。哎，我也很苦恼，我该怎么办？到底要不要跟他结婚？结吧。倒霉7年也是倒霉，倒霉一辈子也是倒霉，结吧，让他倒霉一辈子吧。好久没有加害者来信了哈，天妈，你真听我劝你，你真能听吗？你真能听就赶紧分吧啊，求求你了，好吗？哎呀，但我看你是不像听我劝的人。你真能听就赶紧散了，好吧？放过他，放过你自己，放过彼此，给彼此一条生路，好吗？能听吗？
能听吗？李诞今天心情好像不好。你这左一封是这种来信，右一封那种来信，我心情能好吗？这个是7年，这7年嫌弃人家，哎，花人家钱待7年，刚还有一个在外面让老婆给孩子借钱交学费，在外面跟小三住豪华公寓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！谁念谁头晕啊！这没法心情好，一念一个不吱声。真的很无语。我找点快乐的看看，我真是看点别的行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刚开始来公司应聘的时候，老板面试了我，我以为他是我们公司的大 boss， 但我上班才知道，公司实际的掌舵人是老板娘，而且老板和公司在明面上没有任何关系，只是一个名誉顾问，他还有自己的工作，公司的大小事情都要跟老板娘说，然后他俩在钻被窝里商量啊，也未必是在被窝里商量，人家俩饭桌上也能商量，没有必要非得钻到被窝里商量。老板和老板娘是相差10岁，老夫少妻。慢慢的从老同事嘴里了解到了，老板和老板娘的关系没有法律保护，但是他们有2个孩子，2个孩子都跟老板娘姓。刚开始我一度以为他们是因为做生意开公司被迫假离婚，但是我发现我太年轻了。我们老板有一年生病住院，突然有个女的到医院伺候老板喝汤喂药，被前同事撞到回来说，这个女的干的可不是护工的活呀，她对老板细声细语，恩爱亲密，动手动脚，一度尴尬。原来这个女的是老板的正牌老婆。老板和他老婆在婚姻持续的时候，2个人还有2个孩子，老大出国留学，小的那个和老板娘生的老大都年龄差不多大。后来多方打听，我才知道老板还有一个前妻，也有1儿1女，哇，有好多孩子呀他。好多孩子他，我们管他前妻叫大老婆，现任的老婆是2老婆，所以我们的老板娘就是小老婆。你们还给人论资排辈上了，哎，老板和大老婆是同一个单位的，哎呀，大老婆貌似在工作上能帮上老板，所以结婚生子。具体为啥离婚有待考证。你这班上的一天跟破案似的，还要考证啊？好好上班呗，天天吃瓜啊！目前大老婆的儿子和老板在一家单位上班，啥呀？目前大老婆的儿子和老板在一家单位上班，但是他跟2老婆结婚就又有点意思了。2老婆的爸爸是他们那个公司的某个部门领导，所以当时为啥结婚耐人寻味。之后我们老板就青云直上，在他们现在这个公司站稳脚跟，混得有声有色。这时老板娘跟老板认识了，据有关信息，老板娘当时也是已婚状态。老板娘当时应该是闪婚了，前夫哥对老板娘也很不错，离婚的时候留下了一套房子。老板娘是销售出身，经合作伙伴介绍认识了我们老板，老板帮他打开市场，然后他俩就混到一起去了，秘密交往。听说期间又生个孩子，当时他生老大的时候东躲西藏，生老2的时候心安理得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老大生了没事，老2就无所谓了。生老大的时候据说哭了一鼻子，因为想给老板生儿子。不明白了，我们老板都已经50了，还想要儿子。咱们要不换个公司吧？咱们就为了听八卦有必要吗？这个工作，这工作非得干吗？
这公司听起来很危险啊！姐们儿，跑吧行吗？撤吧，好不好？你这一天工作量是真不饱和。你老板娘吧，做人可能有瑕疵，当老板还可以。你看你这工作量多不饱和。你老板娘嘛，做人她肯定是有瑕疵的，但是我看对你挺好，每天能让你这大事小情都打听得一清二楚。快走吧啊！没有问题，他纯分享。估计也是憋坏了，生活中也不知道这种事该跟谁讲。工作的烦恼跟爸爸说说，跟妈妈谈谈，常回家看看。一想，哎呀，我这么离谱的工作，跟我爸我妈说不合适吧？哦，给李诞吧，跟李诞说说。该跟谁分享呢？这回家跟他爸妈说上班环境是这样的，爸妈不得吓坏了？只能跟我说了。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。哎呀，心情好点了，还得读一些这种是吧？事不关己的，挺高兴。大家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啊，点开头像可以加入一下群聊，看一下我们这个销冠啊，这大月饼卖了400个。你们就喜欢这种甜的、油的，我发现了。再也不卖健康食品。我这个贪天的哥们儿怎么这么，哎呀，太有意思了。这个卖虾干的朋友说，第一次发货，合作方没经验，包装有点瑕疵，出现了几个差评，但是已经都给用户解决了。今天再下单下单的朋友不会出问题了，我们都换成了顺丰包邮，问题已经全部解决，感谢大家的体谅。好的 OK。 他肯定就是包装怎么那什么呗，磕了碰了呗，没事儿，反正这个你找他，他都会给你解决的啊。反正顺丰包邮嘛，一般顺丰都会包赔的。还有5分钟发券啊！大家遇到那个包装问题就跟他们反馈啊，让他们解决。对哦，感谢这个有个朋友说包装是有问题，不过没给差评，感谢，没事，你们都跟他那个客服反馈，他肯定能给解决啊。感谢啊，人太好了。但我是一名大3女学生，最近有一些生活上的小问题。突然说的话，其实问题还挺多。前几天家里来个客人，是我家的亲戚。我当时在卧室吃着零食追着剧，突然听到爸妈的寒暄，我就知道大事不妙。我都知道了，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噩梦，每个人小时候都有这样的噩梦。我后面的事情已经知道了，我看看啊。那一刻我的心情就像吃牛肉干塞了牙一样。等回过神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过了寒暄阶段，开始进行聊天了。这个时候如果我出去再打招呼，真的就更尴尬了。然后我剧也看不进去，又怕亲戚和我爸妈聊到我冲进我的卧室，将我拉到众目睽睽之下问罪我为什么没有出来打招呼。于是我想到了我的惯用套路，装睡啊，大家都会了。我自认为很有用，没想到我真睡着了。我听到我爸妈在亲戚走了之后蛐我说我不懂礼貌。还有3分钟发券，他就不想出去跟亲戚打招呼嘛，很正常。很尴尬。我想了很多解决办法，比如说一听到有人来，我就赶快冲出卧室，开始用固定句式说谁谁谁来了，谁谁谁来了。可是他都已经进门了，可不是来了吗？我不明白重复一遍的意义何在。可能这就是社交的公式吧，我也不清楚。我感觉我在与人社交这方面
有点像希尔顿，但是我和我的朋友之间很舒服。就是亲戚或者父母朋友让我觉得非常为难，我反思过是不是我和父母的关系有问题。你别反思了，都这样啊。小时候谁愿意出去跟父母朋友打招呼？那不就没被迫的吗？都是。这还反思上亲子关系了？哎。我有点不会正确对待亲密关系，不能正确表达感受，希望蛋可以给一些建议。哎，很正常啊，青春期都这样。但我是01年的，刚考上研究生，马上要去上海读研，按理说应该很开心吧？这可是我努力好多年进入的梦想学府，但是现在却很焦虑，很自卑。我本科一般，但是现在感觉自己好像除了读书啥都不会，跟别人交流沟通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难题。越是临近开学，我越焦虑，想着和课题组师兄师姐怎么相处，和老师怎么交流，文献读不懂，数据看不会，担心说错话。虽然知道这些都是白担心啊，对，可是抑制不住的焦虑和烦躁。想请问蛋总应该怎么办？提前认识就行了。你已经知道要去的什么组是吧？你去之前先主动的，该加群加群，该加老师，该加师兄师姐都加起来，把自己弄成一个社交狂徒那种。说哎，到时候咱们就要见面了，我们要研究什么呀？我要不要先提前读一些什么文献啊？各位师兄师姐、老师，我要提前学一点什么东西吗？主动出击啊！你就不焦虑了？你不就是担心这些事情会搞砸吗？你先主动把它搞砸，还能怎么样？不会怎么样。你能搞砸什么呀？你搞砸不了啥。因为能力不大，所以呢责任也不大啊。责任不大，创造的破坏就也必然不会大。先搞砸就好。但我以前特别喜欢过一个男生，是弯的，我深爱他好几年，他对我也很好，现在依然是朋友，我很幸运遇到他。但问题是在他之后，我心里好像种了某种种子，我总是喜欢上和他气质像的人，但是这种人往往都不是直的呀，咋办呢？经历过好几个了，我怎么摆脱这个晚晚类型的魔咒啊？这个有点难住我了，这个有点太难为人了。哎呀，你只能跟他们当姐妹处了啊！先把这些兄弟呢都处成姐妹，处成姐妹以后呢，你直接问他们就行了。这个是牛翠翠的，这种事儿呢，我们虾干加赠大号9节虾1份，抽5个人，就这个好吃的。这种事儿，这个不是直的朋友更有经验，你问他们，你说姐们儿，我怎么老喜欢上你们这样的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我应该怎么回去爱直男啊？哎，跟他们聊聊，每个人都有一肚子故事。这些朋友倾诉欲可强了，你就开一个话头，能跟你聊一晚上，可有意思。
今天买酒买这个绿酒吧，今天新上的青苹果味儿的，微微甜啊，2瓶送个杯子。刚有朋友让我推荐酒，今天可以买这个绿酒、葡萄酒，啤酒嘛就买这个倒酿精酿啤酒，混发的，黄酒也行。不能抽烟，当然不能抽烟，这是道具。牛肉干儿肯定不能抽烟，抽烟也不好，这是道具。为了配合一些情境表演，平时也不咋抽烟。蛋，他这个蛋打的太艺术了，它是 D 字母 D， 然后中文的蛋，然后 MN， 蛋，有点意思。我和男朋友都是在校大学生，男朋友一开始看起来很成熟，1年后我发现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在4399火柴人打羽毛球小游戏里完胜所有人。他的朋友，我的朋友，他也知道大家被他打的都不想再跟他打了。今天晚上我想让他开心开心，做足心理准备陪他打个几局。他每次都11-0赢我，我没忍住，我生气了。他看我生气，他还生气了。我们总是因为这种事情吵起来，主要是他每次都赢，还会发出那种反派的笑声。这纯纯幼稚鬼吗？真的很让人生气，感觉我跟别人玩，如果我很厉害，都会让着点别人，他就不觉得应该让着。虽然这个平等说起来感觉还行吧，但经历起来真是让人生气。但是不跟他玩，也总想跟他找点事儿一起干。一般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？你们不能玩点别的游戏吗？玩别的游戏不行吗？太幼稚了啊！真惊了。没想到我还得解决成小学生问题，惊呆了！你要不就别跟他天下第一好了，怎么样？你俩以后就不是天下第一好了，行不行？太好吃了，这虾干。这虾干马上卖1000件了也。我吃的大号，蛋，我可能有病，我暗恋一个男的10多年了。他是我小学同学，我从小就喜欢他。但是我是一个特别拧巴的人，我自卑，我敏感，我不敢跟他说。这10多年，我和他也没有见过面，小学毕业以后就没见过。但是我一直关注他的动态，我感觉我好变态，一直监视他，他好像变成了我的一种执念，我还会梦到他。我明白他可能已经变了，成长了，已经不是我记忆里的那个人了。可是我内心深处一直有他。小学同学，小学毕业以后就没见过，但我一直关注他的动态。小学同学，哎，费解，不懂。
咱就是跟他直接说一下行不行？试试看。哎呀天！蛋总，刚才我在做饭，我打算做青椒炒肉，于是我开始切猪肉。我朋友看见了，我男朋友看见了就来帮忙，因为他真的很饿了。他问我怎么切，我说切片，他就切了几下。我一看，与其说是猪肉片，不如说是猪肉块，就跟海绵宝宝的形状差不多。我说行了行了，还是我切吧。他非要自己切，还跟我解释说肉太薄了，吃了就像没吃。在我再三坚持下，他走了，我就继续切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回来了，安静的看着我切，一言不发。然后他突然放了个屁，我跳脚了，问他：“你到底在这干嘛？”他羞涩甜蜜的一笑，轻轻的贴了贴我的手，就走了。但你说有这样的男朋友我怎么办？我继续切猪肉，可是蛋，你知道，切的越薄越慢，我不知道，我不会切。我像练功的武僧一样，每天早上上无数级台阶一样，一刀一刀，终于切完了500克的猪肉，把肉腌上，又切好了青椒，我这才来给你投稿，发给你我就得回去炒菜了，待会儿就能吃上了。我不是来求助的，我只是想分享一个生活的小插曲。好的。太恩爱了哈，挺好。感谢大家，大石榴卖了1200件，这个绿酒300瓶，买绿酒的朋友买2瓶比较划算，送个杯子。我看看啥卖的比较好，萨琪玛快600件。哦，这黑枸杞还可以，200。连咖啡，大家今天有补货的吗？杯子挺好看的啊，连咖啡送的杯子，火山更苦一点，你加奶的话，那个冰川就完全不苦。牛脆脆呢？行，牛脆脆可以。随便看看，感谢各位。哪个送杯子？连咖啡，现在弹起来的这个。送这个杯子，美丽的杯子，美丽的杯子。蛋总你好，我一个特别好的闺蜜和一个公司同事谈了2年，男生比女生小，期间分分合合，最后都和好。男方父母在外地，男生自己在这个小县城生活。现在女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双方家长见面也一起吃个饭了，可是男方始终没有积极认真，没有订婚。男生跟女生说家里之前没有负债，这些年贴贴补补。哦，之前有负债啊，我就说贴贴补补，父母手里没有多少钱，最多拿出来一个首付或者订婚的钱，只能2选1。作为女生，肯定是想要婚前有一套属于属于自己的小房的，所以想订婚前买好房。2个人在双方见过家长之后开始看房，最近看好了，在我们看来首付10万出头，装修预算10万以内，这个房子超过了他们的预算。这后面这么琐碎吗？还有车的事儿，还有这男生也没有车没有房，工资买个房也不够还房贷，而且这男生没有上进心，极度安于现状，心胸狭窄，大男子主义。哎，2个人吵架有翻不完的旧账。谈恋爱2年期间，大部分都是我闺蜜出钱，男生工资连自己都养不起，平时跟我们吃饭也从不请客，一直给我闺蜜画大饼啊！咱们不要吃别人画的大饼啊，可以给自己买一个真正的大饼。哎，饼才会呀，买一个大饼啊！中秋的时候吃这个大饼就好了。蛋黄、凤梨和麻薯馅，这麻薯特别好吃，Q 弹的口感。后面还看吗？赶紧分了吧。闺蜜一直沉迷于她的美色啊，美好蓝图之中无法自拔。2个人工作加起来也就够日常开销，再背上房贷，连生活都会变得困难。身为朋友的我心急无奈，该如何叫醒她呢？跟你没关系。又怕说的太多，2个人真的结婚了，再让他们感觉我多不希望他们过得好似的。
希望蛋总支支招，拜托了，远离啊，跟你没关系。他俩分不分是他俩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，远离他俩就好。跟你没关系，管好自己啊。蛋，刚在小卖部买了一堆吃的，跟你讲讲我的异地婚，嘿嘿啥呢？嘿嘿，喝口水。哦，我要上个厕所。我上次直播的时候就说了，我要学会在直播的时候上厕所。之前直播7个小时也不上厕所，给我同事吓坏了，说我是不是生病了？马上上个厕所。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，大家可以帮我卖卖超干牛肉条。我同事胆子这么小，上不上厕所走？大家投稿给这个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投就行了。洗手洗了。异地婚，首先说一下我的想法。我从小就觉得人呢是无法和另一个人长久的生活在一起的，人结婚了就应该分开住。你是有智慧的人，有距离，这是婚姻幸福或者爱情幸福的前提。这个有智慧、有自己想法的姐妹啊。我们两个异地不是因为感情不好，是婚前就想好了。如今这样已经过了10年了，没孩子，我们都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，起码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相处方式，并且以后应该会继续这样生活下去。谈恋爱的时候是同事，结婚之前其实我们有住在一起。原本我俩不打算结婚，主要是我不想，因为我觉得一张纸也没什么意义。但是因为不结也没关系嘛，那结了也无所谓。后来2个人都因为工作关系辗转各地，定居不同的城市，于是开始了这样的模式。当时有认真谈过这个事儿，我们俩工作的城市飞机大概都不到2个小时距离，2个人不想放弃各自工作，于是决定各过各的。刚见面的时候，想见面的时候就飞过来，想见面的时候想的那个人就飞过来啊。刚开始的时候几乎周周见。后来半个月、1个月，到现在呢，我上次见他是5月底，但是一般不会这么久。最近因为我太忙了，一直飞来飞去。这9年来，我们几乎天天都通电话，聊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，好厉害！一见面立刻切换恋爱模式，有时候我们互相飞到对方的城市，有时候决定在一个地方一起旅游。每年见个7、8次，每次最多在一起待个5、6天，再多我就烦了，就开始怀念自己住。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问我，说他们离婚都离个来回了，怎么我俩还没离婚？我说我俩如果也住一块早离了，就是因为不在一起才能一直在一起。哎呀，哲学了啊！就是因为不在一起才能一直在一起啊！行，道家思想啊。我们俩其实内核很像，过于理性，又有点理想主义。他4、5年前有一回问我，他不在的时候，我有没有跟别人在一起过？我说我都没问过你。他问我说，那你为什么不问呢？你不担心吗？我说我不担心。他说他真没有。我说我也没有呀。
我是真没有，他呢我也不确定。确实有个人觉得可以趁虚而入，但是我拒绝了，不是因为我道德感作祟，或者我很爱我老公，只是因为我没那么喜欢。他肯定也遇到过，但是无所谓，反正他说他没有就行。我始终觉得婚姻的底色应该是爱情。如果我俩以后有一天离婚了，那只能是因为不爱了，但挺难的，嘿嘿，又嘿嘿上。希望大家都能过上让自己舒服的生活，不要被杂音和规律束缚。祝蛋总生意兴隆，天天开心。牛脆脆真好吃，这真是个有智慧的姐们啊！这是个有智慧的人，这真的是个很有智慧的人，非常好。非常好，咱也不是说他这种婚姻模式就特别对，只是说他这种主见，他的想法，按照自己的想法过自己的生活，非常好，很有自己的主见，特别好。啊，欢迎大家！马上12点，还有2万人，为啥？大家可以点个关注，点开头像加入个群聊。新来的朋友可以看看我们的销冠啊，在谈的就是这些卖的比较好的销冠产品。老朋友可以看看新品，今天新品卖的比较好的有这个芦荟椒，还有刚那个大饼、大月饼。那大饼买2个送个碗，哎，这酒也不错。这柚子酒嘛，就是酸酸的，柚子本身的酸，然后这个桃子酒特别像桃子罐头的罐头汁儿，有点浓稠，甜甜的，加个冰块应该更好喝。啊，虾干也卖了1000多单，虾干好吃。今天吃太多虾干，不吃了。欢迎大家，感谢各位。随意挑选，随意挑选。怎么投稿？投稿给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。为了蛋总开个小红书，感谢感谢，太有面了，感谢啊！想吃减肥的，这虾干肯定是虾干、牛肉干都比较友好吧？对，减肥健身，这玩意儿就纯蛋白质，有点盐。你还嫌不够过瘾，你买这个费特巴蛋白棒。猪肉脯偏甜，猪肉脯有点甜口啊。完整的一大块的猪里脊肉，好吃是很好吃。手里是超干条、牛肉条、牛肉干啊，牛肉干，道具。牛轧糖挺好吃，对，我们这个费特巴这个牛轧糖啊，我又念错了，牛轧糖啊，很好吃。不跟你说它是什么健康的什么控制的，你就觉得就像那个正常牛轧糖一样。手里是超干条，啥是牛脆脆？薄的牛肉脆片，风干烤干的牛脆脆。烤奶片什么口感？也是脆的，奶脆脆。认养一头牛好喝吗？就是牛奶。这一批有一个羞涩的东西。快录上。特制的这个告白瓶，我也不知道谁会拿这个去告白啊！你有这个勇气，你就拿它去告白，有点太猛了。西梅下场直播回归，大家可以点一下这个预约。虽然预约是9月7号，但我中途有可能会加播，哎，随便了，不知道，就反正这场肯定播，9月7号你们先预约一下。主播好帅，买副眼镜了，我这眼镜也卖了，视力出问题了，该戴眼镜戴眼镜。但小女孩喜欢暧昧一下，怎么了啊？没怎么，我看看。但你好。本人是一个在奥区的瘤子，我先声明一下，我不是一个3观很正的小女孩，对不起，你不用对不起我。我之前从没有谈过恋爱，但喜欢我的人还是有一丢丢的。顺便提一嘴，我比较吸引老男人，其中正常的人全都比我大4到7岁。
这些经历让我觉得特别恶心啊，就是肯定是这个有一些老头跟他说过一些那什么的话。每次我都先入为主的觉得靠近我的男的不怀好意，对不起，我很悲观，没有骂广大男同胞的意思。世界上还是有好男人的，比如我舅舅。行，我自认为自己算小美，小美。行，我也自认为自己算大壮啊。反正我没谈过恋爱的原因挺复杂的，原生家庭让我觉得我不配被爱，所以大部分喜欢我的人我都觉得很假，我觉得他们根本不了解我，只是贪图我的美色。也因为我有一次真的被一个人打动了，本来打算谈个恋爱试试，但后面因为这个破地方真的很小，还是听到了关于他的一些背后的真相，再加上周围的人不断发生很炸裂的故事，我就很难再从零开始了解一个人，并且放下防备。我总感觉我说的这些话有点幼稚，但是蛋总和在看直播的悄悄蛐蛐我的哥哥姐姐们，每个年龄段的苦恼对于本年龄段的人来说都挺难解决的，不要觉得我在无病呻吟。所以我没有喜欢上任何喜欢我的人，可我本身也不太能控制自己的感情。我喜欢的话我就会打直球，经常会被我喜欢的人钓鱼。还有我们家信佛。我上大学之前一直对这个身体什么有一些抵触，这也是我一个不太敢进去一段关系的原因。我怕他们看到全部的我之后不太能接受，总之各种原因吧，一直阴差阳错谈不上恋爱。这是一个试读版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给我机会让我发完啊！行行行，你这啥也没说呀，你赶紧把你真的要说的。我不是个三观很正的小女孩，没看出来啊，没看出来你哪三观不正。你赶紧把你那个三观不正的故事发给我，我看看。猪肉脯好吃啊，来吧，给你们清静一下。你们是不是一直觉得耳边挺吵？我这个小风扇就一直没关过。安静了吗？这个世界？小朋友啊，没看出来有啥三观不正。给我充会儿电，净给你们充电。刘五花啊，哦，谢谢啊，不用送礼物，随便买点啥就行。蛋总，我在国外，我没法买你的玉米啊，不光玉米，你好多东西都买不了。没事，没关系的。我和前对象相亲认识，我本科毕业，校招进了在成都工作，他是北京人。没多久，他的父母得知我曾经因为失眠去医院检查过抑郁症，坚决反对我们在一起。他从北京搬来成都，我一开始一个人承担了2个人的开销，但是我觉得他从小舒服惯了，我担心他跟着我吃苦。你找对象还是找儿子？接过个妈妈的接力棒呢，还跟着你吃苦。后面他有1年回北京，又回成都找工作，我们在一起3年，一直贯穿着他父母的不同意。我们2个压力都很大，很痛苦，但我真的很爱他。为了希望他父母可以对我改观，我努力考研，现在自己到国外读书了，希望可以回国，在北京也有一份体面的工作。可是因为我要出国，他不能接受异国，我们开始频繁的吵架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感觉自己怎么做他也不满意，对我已经没有耐心了，越来越感受不到他的爱，被分手后又被删除了所有联系方式。我猜他爱上了别人，可是我的爱多久才能消失？我现在一个人在国外读书，你说你这个国外去的，你赶紧回成都吧。告诉自己要坚强，要走好自己的路，做好自己就够了。可是晚上半夜总是醒过来，没办法控制做梦，梦到他，怎么办呀？蛋总，总是梦到他。既然已经出去了，那就别浪费机会，好好学习吧啊！为了自己，好吧，为了自己去了，好好学习吧。然后回成都吧，成都多舒服呀！
头晕。你就出国前你给我来封信呢，这么重大的人生决策你也不跟我商量商量，直接就出国了。你早给我来封信，我就保证不能让你出国。哎，还有2分钟发券。他不是为了自己出国，他这思路太诡异了。为了希望他父母对我改观，我努力考研，自己来国外读书。你这，哦，刚这个姐们儿在线回复了。哦，不是在线，之前有个后续。上次看直播说下次直播是9月2号，就今天呗。还有1分钟发券，是我的生日啊，生日快乐，也是我在法国开学的第1天。你说你早点给我来这封信，你就不会过生日的时候在法国开学了。因为时差的关系，可能没法看直播了。最近失眠，半夜醒了自己哭的时候，都是看蛋总的切片平复心情。唉，可能走出来还要一段时间，掏出的真心被丢在地上，有的时候真的不敢细想，太幼稚了。感谢小卖部的解惑，希望可以多多的陪伴。好的，好的，生日快乐啊！哎呦，你早点给我来信，你不至于啊。行了，去都去了，那就好好学吧啊！已经去了，好好学习吧，在法国开开心心的。发券了，12点了，发券了。感谢各位，大家可以点一个关注，点开头像可以加入个群聊。你们可以看一看销冠新品啊，今天新品卖的好呢。虾干不算新品了，大虾干已经是我们的这个明星产品了。再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大号，特大号就更大啊，这个就够了，非常好吃。今天卖的比较好的新品是这个橘酒，老板推荐的这个绿酒。青苹果味道，冰饮啊，一定要冰饮，微甜，主要还是干型的，青苹果的那种感觉，比较年轻的酒。买2瓶送一个美丽的杯子，质量还不错。今天新品的这个酒卖的挺好啊，还有这个啤酒倒酿，这不算新品了，这倒酿以前就卖过。连咖啡嘛，老朋友还在，送一个美丽的杯子。冰川杯、火山杯，火山更苦啊！我今天上过厕所了，我可以大胆的喝水了。今天新品是那个大饼卖的很好，那大月饼。大家看来还是家里都不是一个人啊，这一个人吃真有点费劲，家里人口多，买俩还送个碗。牛脆脆今天预售，但是牛脆脆预售也没有阻挡它成为销冠的步伐。我以为今天它预售，它应该当不了销冠了。我真是没想到啊！我看看它卖了几千罐了，现在4000罐了。牛脆脆上次卖了11000罐，直接库存干没了，干成预售了。
月饼买个送人，对这个给年轻人送挺有意思的。它这个包装什么都比较年轻化，大家看月饼不都是那种特隆重吗？你看这个，哎，饼才会呀，很有意思，里头的内文也很有意思。闽南大汉饼。果蔬派对有个，别那么骄木，我的手还没有牵到。100%果蔬汁啊，没有水。黑莓、蓝莓、西梅、苹果、红甜菜根、胡萝卜、沙棘、红枸杞、黄瓜，100%。上次碱水面包干挺好吃，还有啊，我们碱水面包干一直都在。会很甜吗？哪个会很甜吗？月饼，那肯定是甜口的，不会很甜。今天比较齁甜的是这个，很甜的是这个桃子酒，像那个桃罐头汁儿一样，真是很甜。其他都没有说特别甜。加点冰块稀释一下。傻脆脆、牛脆脆、不脆脆，牛肉风干、烤干，切薄。面包干抹奶酪，绝了！对，牛板筋咋样？一口一个。哎呀呀呀，给你们碰歪了。一口一个的，独立包装的。眼镜什么颜色？我也不知道，玫瑰金可能是。苹果酒没有啊，它是有点那个青苹果那个味道，它是葡萄酒，绿酒。连咖啡冰川的不苦，火山的比较苦。我看看今天前10名是啥，给大家过一下前10名，咱们接着读信啊。第10名是我今天根本就没有讲过的薏米水，看来他有自己的忠实的粉丝了，很多朋友在回购应该。第10名，第9名就是那个萨琪玛，讲过2次的萨琪玛。那萨琪玛呢，就是黄天鹅生食级别的蛋黄啊，然后比较好的西山欖仁，松软的口感，不是甜腻的口感。第8名就是大饼，刚展示过了啊，月饼大饼。第7名是连咖啡啊，连咖啡送的杯子比较好看，大家可以考虑一下。回购嘛，就是你就当那个回购咖啡攒咖啡，然后收杯子。该第几了？第6吧。第6是我们的绿酒，哎，这我算对得起李泽啊，居酒老板他推荐的酒，直接第一次上就干到了我们的第6名，很好，买2瓶送一个美丽的杯子，我算对得起李泽，他推荐的。第5名是石榴，这个石榴就是不用吐籽，我觉得不用吐籽啊，那籽就能吃，非常好吃，非常过瘾，汁水很足，也没有很酸，也没有很甜，就10个味儿。第4名是我们的这个桃子酒、柚子酒、杨梅酒。前3名就看着比较眼熟了，不想说了。第3名，第2名，第1名，大家随意购买啊。酒嘛，看你爱喝啥，喜欢啤酒来个这个精酿啊，都好喝。喜欢那个清爽一点的，来个这个绿酒。喜欢说就点虾干啊，就点泥螺，就点中餐啊，来个黄酒，都很好，都很好。看需要，酒这玩意儿就是看场景，看你要怎么喝，它没有说最好，都挺好。微醺的酒啊，这就微醺啊，9.5度，这还不微醺？9.5度，度数不高啊，微醺啊。2瓶送个杯子，这肯定是微醺的酒啊。
这柚子酒就更微了，6度，这都是微醺的酒，这度数都不高。虾干就买大号的，我手里这就是大号的，我觉得大号的个头和吃起来最爽。但去年在我29岁的时候，和在一起3年的初恋男友分手了。自那以后，我开始努力的活，小心思自然是不愿意过得比前男友差，但是更多的是30岁的焦虑，不愿意浪费任何时间。啥呀？你的困扰是啥？后面都是说自己过得很顺利了，各种很顺利，特别但是在国外毕业后没有认真努力，没有好好规划工作，每天把焦点都放在了男人身上，错过了自我成长的机会。高考的红利不会维持一生，对，是的，人生是马拉松，不是短跑，这个道理我领悟的有点晚，不晚啊，才30，不晚啊。哎，现在我真的好想用好生命中的每1分钟，生命中的咋唱？这是不会唱。现在我着手转行，每天备考，每周运动，我觉得我生活的不赖。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善意的提醒我，如果还要找对象，就应该抓紧现在30出头的时间。哎，我一方面客观上现在确实没时间找男人，另一方面主观上我一想到谈恋爱就是那些流程再走一遍，真爱又是小概率事件，就觉得有一丝索然无味。大概还是因为上一份恋爱真的是一颗真心吧，无疾而终。30+的女性的困境是家庭和事业兼顾。虽然我甚至还不在这个困境中，毕竟我两者都无，那就先事业吧啊！我目前还是倾向于为事业奋斗，但你觉得呢？啊，对，我该腾出精力找男人吗？哎，好好为事业奋斗吧啊！但谢谢你的存在，很奇妙。没想到30岁的我给自己写一份总结都没有能力，反而因为你让我有动力回望了一下过去。行，挺好，好好追求事业吧啊！好好追求事业，该来的就来了。你状态好，什么东西都来了。你状态对了，就跟吸铁石一样，什么玩意儿都往你这儿靠。你状态不好，追着人家都跑啊！有时候吧，这个世界吧，说穿了吧，就是，哎，对吧？把自己的日子过好。你也不能怪这个世界，他有时候他就是有点势利眼。你说同情嘛，怜悯嘛，这些情绪你喜欢吗？你不喜欢啊。这世界就是有点势利眼，就是喜欢你强，喜欢你厉害。这样好不好？我也不觉得这样有多好，但是客观现实好像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你只能变强，没办法。感谢大家关注啊！蛋总才艺是什么？才艺喊麦啊，以前喊麦的，后来不会了，嗓子哑了，变声期那个倒仓了，喊不了了。以前喊麦的。3生3世十里桃花，它就像是一道疤，像雾像雨像飞沙，像空气一样难抓。
好吧，感谢各位，还有1.8万人，大家点点关注，点开新品看看啊，欢迎各位。刚刚过了一遍那个今天的销售最好的前10名，大家按需购买吧。但双方都是大学生留子，我是牡丹，他也没正经谈过恋爱，我们接触了45天，我想听点建议。他们有零有整的，还45天，你不把小时算上？一开始在聚会上认识，男方可能是颜控吧，前期主动追得很紧，2星期频繁约我吃饭，有来有往吧。后来电话醉酒表白，害怕处成朋友，我表示线上表白不算，线下表白可以考虑，也可能拒绝。哎呀，但我这时候并没有喜欢上他，其实而且挺抗拒身体的接触。在这期间，我非常纠结，非常害怕，咨询了好多人的意见。大概之后第3天，我约他逛操场，明确表示算了，做朋友吧。回家后，他再次打电话尝试，我觉得他非常的真诚和勇敢，决定试一试。和他明确3个月，好就好，不好就不好。然后他时常来送早饭，约饭也带我各种小甜点，买礼物，我每次也会给他送点小礼物。亲密接触，我们到了拥抱牵手的阶段。在第45天的夜里，他发来如下断崖式的消息，并表示做朋友吧。然后在第50天把我删了好友。我直接去对方教室蹲，结果他没去上课，去他家逼他出来。我说我喜欢你，我愿意和你走下去。他说对不起。他发的啥消息啊？他的消息是我仔细思考了一下，无论从个人方面还是其他方面，我都在你这儿感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压力。我的这种自卑让我不想去后续发展。我知道断崖式的分手对你非常不尊重，我也不想因为不停的拉扯导致我们2个陷入情感的焦虑。虽然这是一件痛苦的事，但我们还是分手比较好。你可以骂我，但我现在想逃避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有什么可以弥补的，你尽管提出来。我相处的过程中没感觉他自卑呀。我的背景确实很优秀，学院代表，拿奖学金很稳的类型。他有挂科有延毕，我个人也不怎么喜欢聊成绩，我觉得谈恋爱无所谓吧，每个人有自己的活法。压力大是没办法的啊。好好学习吧，啊，再谈一个。咱们离开情情爱爱一会儿啊，读点别的。但我想问，人应该如何增强自己的钝感力？我在国外的知名 maker 做研发，啥玩意儿？什么 maker？ 国外知名 maker， 国外知名 maker 我只知道 trouble maker 啊。国外知名 maker 是啥？不懂，我只知道 trouble maker。还有啥 maker？trouble maker， 我只知道那个啥还有啥 maker 啊？啥国外知名 maker 是啥意思？机器人，制造商呗 ，maker 干啥呀？这 maker 我行。做研发，目前的部门工作内容专业性较高，任务重，流动也大。带我的前辈开始休产假，导致我进公司第2年独当一面，主导很多项目。我是那种很负责任的人，觉得自己经验不足，但很珍惜机会，觉得拔苗助长也是长嘛，这挺好的，说的挺好。目前一部分的工作要跟很多国内外教授交流，作为一个外国人，即使语言上非常努力，但由于文化底蕴不同，还是有很多隔阂，加上又是个新人，有很强的心虚感。目前工作中，我经常不知道我是因为由于自己老外的身份，还是而羞耻，还是因为自己是新人，单纯能力不足而羞耻。你羞耻啥？你这个拔苗助长也是长得挺好的嘛，怎么还羞耻上？我应该更加钝感一些，多谢。如何才能更加的钝感？哎呀，你就那啥吧，你把那个 trouble maker 那个舞学一下，然后呢学一下 trouble maker 那个舞，然后你把你这个舞姿发到你的那个
社交平台上艾特你的这些同事、老板、前辈所有人，说看我跳的怎么样。然后呢，以后应该就不会再感到任何羞耻了，把这个人一次给他丢完啊，就没事了。哎，就说那么个意思，我的意思就是你丢不了多大人，没事儿，大家对你也没啥太高的期待。我这么听下来，其实你是应该是相当优秀的，然后也很受器重啊，没事儿。你现在正是犯错的时候，犯错他们才能教你，你不犯错他们咋教你？但最近公司一直很动荡，我的直属领导面临辞退，因为他本身能力就不太强，还得罪了很多领导，最近被边缘化了。昨天他跟我谈话说想要我一个人跟着他继续干，他疯了。话里话外就各种的画饼和威逼利诱啊！不要再吃别人画的饼了啊，买一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大饼啊！爱饼才会扬，每次都给我这个广告口，不接不行了。凤梨蛋黄麻薯馅儿非常好吃。你这领导挺有意思，我知道他是想找个人继续替他干活背锅，因为我深知他人品不行，能力不足，最后的结果他就一定会被辞退。我只想在自己的岗位继续做自己擅长的事儿，也即将有新的领导来代替他管理我们，而且新的领导也比较看好我，请问我应该如何回绝前领导比较好？既不伤情面，又可以保护自己，这个真的太难了。这个情面有什么好不伤的？他又如何能伤害到你？到底难在哪里？能力不行，人品不行，你还要不伤？你为啥想跟这个人能力不行、人品不行的人保留一点情面呢？这是为啥呢？为什么喜欢跟一个啥不行的人保留情面呢？体面，哎，可以很体面啊。他找你干活，跟着他继续干。哎，拖一拖得了，他反正都被辞退了，就拖自觉吧。啊，有些事拖着拖着就没了，拖一拖吧。体面的话，不用说啥啊。不想得罪人，行，那就拖呗，拖一拖就没了。啊，拖会不会？最近先请个病假，今年应该假期啥的还没咋请了吧？先请个病假，事儿假，家里出事儿了什么的，先躲一躲，避一避，调休也行，请不出来假，调到新领导来了之后再工作，避一避，拖一拖。你睡觉吧，我这酒刚好有一点醒的感觉，怎么又让我睡觉了？我还有点饿，我怎么饿了呢？我不应该饿呀。吃这么多虾干还饿，难不成还要再吃一个？蛋总你好，我好像一直在被金钱绑架。我刚毕业出来工作2个月，现在处于经济独立的状态。第1个月的工资就拿出一部分给家里打个钱。我会金钱感到焦虑，搬到繁华区后房租暴涨感到焦虑，会因为每个月给家里钱导致没有存到钱感到焦虑。存钱是我从小到大坚持的事，这是我安全感的来源。因为我妈从小跟我说赚钱不容易，要省钱，干任何事都首先想贵不贵，值不值，很正常。
后来我爸经常跟我说，不要太把钱当回事儿，我才开始我敢花钱。问题出现了，我仍然买什么都会选更便宜的，很正常，我也会这样。但是我愿意给我妈妈买几百的面霜，请朋友吃几百块钱的饭，给男朋友送上千的生日礼物。每次买之前都很纠结、很犹豫、很焦虑。哎，但是想到对方应该会很开心，我就觉得很值得。啊，我真的对花钱斤斤计较。我想去报一个几千的瑜伽课，在这之前向妈妈解释了，是为了提升自己。得到我妈的认可以后，我还是没有去报，就好像我不是在向妈妈解释，而是在说服自己。我每次想到互联网天天加班到凌晨，然后赚这点钱，马上要交更多的房租，就特别的烦闷，也不想上这个班了。为什么我这么看重钱，最后还是没有积蓄，做不了自己想做的事儿，我克制不了啊。感谢蛋总，读到这里的话，我这就去直播间下单牛肉干。你别下单了，你下单牛肉干，你肯定又送别人了。你别下单了，你保证你自己吃，你再下单。对自己好点吧，行吗，姐妹儿？你喜欢算钱，我给你算个账。年轻的时候钱呢，投资。年纪轻，你不刚工作吗？我看看是不是刚工作，刚毕业出来工作2个月，这个时候做什么投资都不如投资自己。几千块钱的瑜伽课，赶紧去上啊！学瑜伽，这个就是投资自己。吃点好吃的，去好的地方去玩，这也是投资自己。投资自己什么呢？开眼界，是吧？投资自己长见识。啊，你现在干啥都不如投资自己。你买理财很容易亏，炒股票更别想了。你这点钱存下来呢，也得被人骗，因为眼界没开。你这种性格，钱存下来，将来有一个什么机会，你肯定是一窝蜂让人骗走了。赶紧给他花了吧，是他们最好的归宿。投资自己就好了。你别存钱啊！你千万别存钱，你这种性格绝对被骗。你这个钱就是给骗子存的，你可别存钱了。你就把钱都花在自己身上就行了。刚这么年轻，眼界开了再存吧。他这种性格肯定是被骗的脑袋，不是被外人骗就是被家人骗。别存钱了啊！能花了就是你这些钱最安全的去处。我吃的是大号的9节虾，还要存钱，他不能存钱。小时候穷惯了，也未必是穷。他有时候不是穷，是那种匮乏，也不是多穷。他们家听得出来，他妈就是说赚钱不容易，但是还是有点钱，正常生活吧。但是就匮乏的感觉，那种穷的感觉深入骨髓了。攒钱不敢给自己花钱，攒，就攒到有一天觉得这把行了，我得赚点钱了，全完了，别赚了啊！还有3分钟发券啊，朋友们。匮乏的感觉太深了，为啥让他给自己花点钱投资自己呢？学会花钱，
钱花给自己花几次钱，这种匮乏的感觉才会消失。才说哦，花钱是这样的，哦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，哦，好像也没怎么样嘛，哎，就没有这匮乏的感觉了。然后再去学着攒钱、理财啥的啊，不然你有这个匮乏的感觉，你理不了财。这就牛肉干，炒干条。对吧？别给家里寄钱了，给家里打钱干啥呀？不够花，比如说你的不够花，自己得花呢。把你那个瑜伽课先报了，学一学。但真的不能和好朋友合租吗？我和从小到大10几年的发小在北京工作，我们都是刚毕业，一起租了一个2室1厅的房子。当时租给我们房子的中介说要给我发小介绍对象，之后他们俩就加上了微信。这个男的后面确实帮我们处理过一些琐事儿。我们搬进去的第3天，我的发小应该是出于礼貌邀请了中介来家里吃饭。哎，这么勇吗？这不是刚认识吗？这来家里吃饭了？这吃饭不能出去吃吧？当天晚上喝了点酒，这个中介就睡在了我们家。从这天之后，每一天，这个中介天天来我们家，天天睡在我发小那屋，把这儿当成了自己家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回好，哎，这房子让你租的，真没白租。这家房屋中介一起是吧？长期解决您租房的困扰。哎，而且家里有2把钥匙，本来是我和我发小一人1把，但是他拿了1把钥匙给了这个中介，这个男的随时可以拿钥匙来我们家。有一天我看到他把自己的袜子从洗衣机给拿出来，我很惊讶，和他说袜子不要放进去洗。他理直气壮问我为什么不行。再声明一点，这个男的没有一个稳定的住所，他自己说中介公司有很多空余的房子，他们一般就睡在空房子里。这个男的30了，天天把我们租的房子当成自己的家，且没有提出过 A 房租的事。我前2天跟我发小说了这件事情，我表明态度，不想再这样了。我发小表示这样就没有人伺候他了，因为已经谈恋爱了，所以就要住在一起。我说他来我家里住从来没有问过我的想法，我现在感觉很不方便。发小直接向那个男的表达了我不想让这个男的住在这里。这个男的通过发小问我不出房间可不可以。我说商量个解决办法，这男的也是挺能屈能伸的，说不出房间可不可以。我还以为很强硬，说再帮你租个房子，不出房间可不可以。哎呀，能屈能伸啊！我说商量个解决办法，我发小态度很强硬的说，那只能分呗。我的天哪！我没想到10几年的发小竟然为一个认识不到1个月的男的这样道德绑架我。我发小还说我们吃他的，让他干活也不好让他走。我反问我发小，我吃他啥了？他干啥了？我发小说打扫卫生扔垃圾。这个男的还点了几次外卖，我们一起吃来着。妈呀，我无语了。我提出1周他最多来2次，平时9点就得走，但我发小也不愿意。再租一个呗，他不中介嘛，房源肯定很多呀，让他俩再租一个呗。哎，我最后明确表示我不想让他继续住下去。我发小说他明白我啥意思，也没有表态。当时我们讨论的时候，我发小回家了2天（括弧是因为另外一个已婚男人）。
你这发小挺绝啊。昨天我发小从家里回来，我下班回家一打开房门，发现那个男的还在我们家，他俩在屋里，感觉有点变本加厉向我示威。晚上他俩还在客厅喝酒吃饭，在明确知道我不想再让他来的情况下，仍然这样做，我心里很烦。主要是那个男的长得非常丑，感觉我发小真是饿了。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发小之间的感情没有一个丑男的重要。蛋总，我该怎么办？你换个发小吧，你这个发小挺别致。你这发小太别致了，你找个陌生人合租吧。啊，你这发小太吓人了。这是啥？这是黑枸杞啊！配料表只有黑枸杞。碱水面包干讲一下。面包干没啥好讲的吧？哪去了 ？Q 你呢，面包干？到你上场的时候了。哦，这儿。就是碎块儿，听。啊，干的硬的面包干。我就不撕开了，我这个点撕开吧，你说我吃不吃？不吃吧就浪费了，吃吧就废了，就别吃了，别开了啊！大家理解一下，不能再吃了。石榴甜吗？就石榴味儿，就石榴味儿，没有那么甜，挺好吃的。哎呀，这个开太久，这都氧化了，这不能再开了，这后面它还能保存一段时间。不打开的话，常温可以放个1到2周啊，这是。超干买原味儿，超干条好好吃，有品位。有深圳美食推荐吗？那地方有美食吗？在说什么胡话，朋友？深圳美食推荐？深圳不就吃椰子鸡吗？全深圳都吃椰子鸡，我不知道现在还吃不吃椰子鸡。我几年前去深圳，我的妈呀！说深圳当地美食是椰子鸡，我说这不海南的吗？人家不，我们深圳的。行，很幽默，是被幽默到了我。深圳是这样啊，它有没有好餐馆，有没有好吃的？那肯定有呀，那么大个城市，深圳好吃的是很多的，湘菜，湖南人也多嘛，好吃的很多。但是我们一般说哪个地方的美食，不是说那个地方，要说那个地方的当地特有的，而不是别处流入的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深圳它本身没有它自己说有的，那确实有很多外来的那椰子鸡，我也觉得挺好吃的，湖南菜也很好吃，那又不是他的，是吧？深圳好吃的饭店肯定还是很多的，好吃的还是有的。但是你稍微坐一个车，不就马上到广州了吗？椰子鸡是深圳的，行行行，好好好，来个就是深圳人，是是是，椰子鸡是深圳人发明，好好好，我错了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对不起对不起。椰子鸡是深圳的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确实没有调研过，对不起啊，我先入为主了，我以为是海南的呢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椰子鸡是深圳的，好好好，椰子鸡挺好吃的。我真的这个，你跟谁说？你说椰子鸡，你肯定想的是海南的吧？你肯定
这确实先入为主，我也没查过这个菜的发明者，很有可能确实是深圳的，我确实不清楚。光明乳鸽啊，八合里，八合里不是个火锅吗？你说椰子鸡对不对？椰子，海南文昌鸡，深圳好吃的多，深圳很多潮汕菜排档都很好吃。私信就直接私信就行了，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，大家可以点个关注，点开这个购物袋看看呗，新品销冠啥的，随意挑选一下，随意购买一下，感谢大家。好，来，圣农炸鸡，椰子鸡咱也吃不着，整个圣农炸鸡回去，微波炉空气炸锅一弄，贼好吃。但我想问一个小众问题，怎么样的金钱观算是不抠也不浪费的健康的样子呢？这不小众啊，这很大众的问题。我家是西部非常普通的家庭，中产家庭，从小到大父母对我不抠，生活中也不会大手大脚。小时候父母会主动给我零花钱，但我从小对自己也是一毛不拔，这跟刚那个姐们很像。我可能也确实物欲不强，有忍的时候，但也不是把自己憋得特别难受。另一方面，觉得父母在我面前有点打肿脸充胖子那个劲儿，也能看到周围家里真富裕的人生活是啥样的。比如出门根本不会以公交为主，会打车、私家车。小时候能看到，也就是小事儿。咋了？跟刚那个是不是一样？啊，现在不管挣多少钱，自己挣到钱，花钱的限额还在。比如现在工资是个5位数，但每次点外卖还是觉得最多不能超过30。徐志胜也这样，选什么都从最低价开始选，很正常啊。这个我也会这样啊。一些文化上的消费，比如说演出门票，总觉得不该花。反正就对自己还是很抠，但自认为对别人就没有特别抠，这不跟刚那个人一样吗？跟刚那个一样，该花花吧啊！看看演出，该省省，该花花。外卖看点便宜的没毛病啊，但是演出嘛，该买还是要买，对吧？这玩意儿就是该省省，该花花的事儿。但我这是一个普通女孩遇到的烦恼。我现在生活中遇到一件事情很难选择。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，我就跟妈妈说我要去大理去创业，我要开民宿。结果我妈真给我开了一个民宿。哎呀，你看看人家这消费观，看人家家庭是吧？这肯定没有消费观的问题。这当妈的也够狠的。在大理的生活实在是好惬意啊，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生活，但有点过于摆烂了。目前民宿也没有回本，但已经很稳定了。我把我的爸爸妈妈一起骗到了大理，他们真的很理解我，很支持我做的任何决定。是，主要还是有钱。不过呢，我的性格又是那种3分钟热度，想什么就干什么的。我喜欢做有些有挑战的事情。虽然我不喜欢朝9晚5的工作，但我希望能通过工作让自己成长一些。我很纠结，我总不能把这个民宿扔给我爸妈，我自己跑吧？可以，没事儿，有钱就应该这么花，跑吧。
可能是高中、大学长期不跟爸妈生活在一起，现在24小时都在一起。虽然没什么矛盾，但也有点不自由。我爸妈没有在生活上有什么限制，但总觉得自己还像一个小朋友。在大理，我又没有交到好朋友，每天环绕我的都是爸妈，我感觉失去了社交，每天只能和我的朋友们视频通话，很想念我的朋友们。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，蛋总？如果你有时间，欢迎你再来大理玩，带你吃另一家很好吃的白族菜。你赶紧走吧，赶紧去该干嘛干嘛，勇闯天涯吧你啊！你说妈妈，我又想去上海开民宿了，妈妈，你让他再给你上海开一个。有钱就得这么花啊，这很好，没事儿，赶紧去勇敢闯荡吧啊！你看这当爸妈的还挺好是吧？挺好是吧？不光是给钱，时间也给了，都陪着。行，赶紧，是吧？妈妈，我的好妈妈，上海的民宿了解一下。妈妈还缺女儿，民宿直接转给我就行。开分店，接妈妈。做民宿王，民宿王。我觉得你还挺有本事的哈，我不知道是你还是你爸妈帮忙，我觉得你挺有本事的。开民宿这10个9个亏，但是他居然是民宿，虽然没有回本，但已经很稳定了。那我觉得不知道是你爸妈帮你一起经营啊，还是你确实是一个商业奇才，这挺厉害的，挺难的。可以去干点别的啥，可能屈才了，你可能还能做一些很多事儿。这很难的，民宿能做的不亏是非常难的，10个亏9个啊，很难做的，尤其大理。稳定的亏，稳定的亏，没事儿，阿姨有钱，阿姨给兜底，怕啥？咱就别操心了。看看虾干怎么样？1200件，感谢各位。哎，可以买点虾干，大半夜的，买点虾干支持一下吧，支持一下自己。下次再看直播的时候，就可以边吃虾干边看我吃虾干了，4D 式吃虾干啊。大家可以预约一下，下次7号播。牛脆脆还有吗？有预售，还有。咸味儿，虾干就是虾的味儿，有点咸味儿。西梅下一场就回来了，9月7号那场卖西梅啊。吃太多会不会太咸？还好，别吃那么多，你吃不了太多。虾干这玩意儿吃几个就觉得有那种饱腹感。炸鸡好不好吃？贼好吃，好好吃，而且它特别适合我们这种懒人，它不用化，不用解冻。这个盛浓的炸鸡，我也不知道人家怎么做到的。你从那个冷冻拿出来，直接扔到空气炸锅里，直接热就行了，就好吃，都不用化冻。胸口没货了吗？应该是没货。黑巧没货了吗？应该是没货。你们说没货了，应该它就是没货了，卖光了。这个点儿应该补不上了。感谢你们的支持。
咱们以后不叫全自动小卖部，咱们叫卖断货小卖部，咔一个断货，咔一个断货的。这个牛脆脆今天又卖个5000罐，轻轻松松。上次卖了1万多罐，直接给干库存干没了。咖啡液就买连咖啡那个就行，一点苦都不想吃的话，就买这个茶咖，茉莉花茶的，不酸不苦的。蓝盒子床垫啊，对，为什么有300个人偷偷摸摸买花卷？我看看你们都偷偷在买啥。哎，我刚有点醒酒的感觉，这一天。但牛脆脆和奶脆脆都很好吃。我是一个在读博士生，单身，家里催婚催得很急，每天我妈都给我发那种婚恋短视频。你给她发我的视频，你妈给你发婚恋短视频，你就给她回一条我这种分离，发这种给她，魔法对轰你们。我妈也会托她的朋友给我介绍对象，我比较内向，之前有过3段恋爱，都是男生追我。我之前也有过几次相亲，都是不了了之。我知道我这个人根本不适合相亲找对象，因为我对陌生人有很强的防御性，基本先会放大缺点，然后迅速 pass。哎，我沟通过好几次，每次他们都是理解，但是不尊重。最近我妈又给我发了2个男生信息，我看了照片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就在昨天晚上，我妈跟我视频，又劝我跟男生见一见，我没答应，我妈就暴躁了。我爸在旁边说我高傲。高傲，说趁我年轻还能挑一挑，过个28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过28就29怎么办？我瞬间上头，我说行吧，如果28没找到对象，我就跳楼行了吧？结果我妈崩溃大喊，然后她说她没有我这样的女儿，还把我删了。哎呀，我真的很伤心，我也很伤心啊！以后没法给你妈发我的切片了，删了。我很爱我的妈妈。哎，现在一个人在香港，面对着很强的科研压力，我也想找一个喜欢的男朋友，可是家人的不理解真的让我很崩溃，但我的理智又让我不得不咬牙坚持。想问蛋总，我该怎么处理现在和家人的关系和催婚问题？我觉得你处理的挺好，删了冷静一下，让你妈冷静一段时间再加回来。我觉得你处理的挺好的。冷静冷静吧啊！你们都冷静冷静，让你妈冷静一段时间。不是跳楼是说说啊，你可别真那啥哈。挺好，这种话可以说一说。头晕。实在不行开个民宿吧。你跟妈妈说，你给妈妈开个民宿，妈妈就没空管你了。魔法对轰吧，还是你妈给你发婚恋短视频，你现在把我下面这一段发给她。有的年轻人在27、28岁的年纪，正是追求自我、面对世界、了解人生的黄金年龄，却被婚姻捆住了手脚。有一些年轻的女孩在27、28岁的年纪，在最好的年华走进了婚姻，也就走出了人生。在从此以后，这个世界再也跟她没有关系。从小到大学的科学知识没有了用武之地，
29岁那年，很多这样的女生要么得了抑郁症，要么选择断绝了母子关系。把这段切下来发给妈妈，魔法对轰吧，没辙。夹子音，这种不知道为啥他们就觉得这种声音好像有信服力，就我这种声音说出来的话，大家就觉得哎这开玩笑的，就不想往进听，我就得我用这样低沉的嗓音讲述一个27、28岁一个妙龄女生的痛苦，仿佛这一切就有了说服力。明明这样的声音在我听来一听就知道是骗子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就觉得这样的声音说出来的话才是真的，而我这样的声音说出来就是假的，这世界哪讲理去呢？是吧？特别柔情，哎，必须特别柔情，特别那种，就是哎呦，就是那种魔音入耳那种。而且一上来就必须不能讲理，你会发现这样说话的人他讲的都不是道理。他每次上来的时候说以下这个道理做家长的人不得不懂，不懂这个道理过不好一生。接下来他说的肯定不是道理，接下来肯定会说一个俗话，然后或者说一个故事。曾经我有一个朋友，一个人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，一个美丽的女孩，从小学习优秀，现在是在读博士。他面对家里的催婚，没有选择妥协，而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。从此，他就过上了一个幸福的生活。而与此同时，另一个跟他一样一起长大的发小，没有抵住家里的压力，选择了母亲安排的相亲对象。在29岁那年，后面的事不能再说了。不知道，就他们就喜欢听这动静，我也不知道咋回事。还配个钢琴曲，后面必须得有钢琴，然后那画面不能是我这种脸，肯定是那种风景来回换，然后文案。没少研究，哎呀，太全面了，是学习学习嘛。5分钟后发券，站姐的后续哦。之前念了封信，有那个正宫姐，就是燃冬反向燃冬那个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就一个姐们儿，一个男的跟俩女的特好，其中一个是他前女友，另一个女的是他前女友的闺蜜，他们仨特好，特亲密。完了，这个男孩老能收到小礼物，给我来信这个女孩呢，也通过这个女孩，她叫她正宫姐，然后我管她叫站姐，通过这个女孩给这个男孩送个礼物。现在这个给我来信的女孩想加入他们3个人的家庭，组成一个4个人的家庭，哎，贼乱。听到了，蛋总真的有点牛的，那个男生也经常开玩笑说那个正宫姐就是他的站姐，蛋总还真就这么称呼了。说来刚好，昨天我又找了一个大师算了一次，他一看就让我快跑，说我俩犯冲，这还用大师啊？这我不也天天说快跑吗？很严重影响我的大运，我被大师骂了1个半小时，清醒了。哎呀，没少给钱啊，1个半小时。大师说女孩子初恋很宝贵，叫我不要浪费在她身上。我也决定要放弃了，可能也累了吧，毕竟每天都得我主动猜这猜那，真的很内耗。照片就不给蛋总提供了。这哥们儿现在也算是个小网红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就说idol吧，也算是个上升期吧，我怕影响他。没事儿，你给我照片我自己看看，我不发出去。我决定就慢慢的不每天去找他了，淡化我的感情吧。行，你这个决定是对的，看来还得是花钱的大师啊，我这个免费说的你就听不进去。
哎，你就得找那个花个钱的大师，你就听进去了。我和这个大师说的有啥区别？下次也收你点钱，你就听进去。你说你这点冤枉钱花，你买点牛脆脆吃不好吗？还有2分钟发券了，对不对？我这天天说的就这一模一样的，就得听那个花钱的大师的。我这个免费的小卖部就不行，听不进去。哎，他还花3000块钱报个恋爱课，你这点冤枉钱花了。3000块钱在我们这儿2000多买个床垫，剩下1000多，你这吃的都能买一遍，多开心！对不对？我们就是免费的跟大家聊天儿，这个大家觉得听着好玩呢，可以买点自己需要的吃的喝的。我觉得这个模式比较健康。不行，哎，很多人我发现啊，他不喜欢健康的模式，哎，他就喜欢消费。等我啊，等我腾出手来的。上线一个8888，李诞手把手教你恋爱精品课24节，好，肯定一堆人来买。哎，期待住了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们好好买个牛脆脆得了，还期待住了？我这天天免费讲的不行吗？非得收费才听啊！哎。还有1分钟发券，1分钟发券，给大家过一遍今天的卖的好的10个东西啊。李泽天天给我整这种，大半夜给我整这种温情，说等下你开门可以见到给你做的菜，直播辛苦了。好恶心啊！这个男的，没事给我做菜干什么？不就帮他卖酒吗？就这个酒啊，这绿酒啊，这橘酒老板他推荐的。这个是葡萄牙北部有一个产区，那个产区它就是绿酒产区。绿酒意思就是比较年轻的酒，喝上去就是形容这种果味。然后我想要加的就是它的酒精度的话只有9.5，喝上去的话是微甜的感觉，但是不仔细品的话还是干型的，就没有那么甜，就是酒精度低，然后比较容易上口。2瓶送个杯子，李泽专业侍酒师啊。给你们把小风扇插上一会儿，给你们散散热，热了吧？看直播挺热的吧？上口，它不是说容易上头，就是比较好入口，很清爽的酒，冰饮，冰饮非常好喝。买2瓶送的是这个酒杯，这酒杯还挺好的，我以为是卖的，没想到是赠品，惊了，质感很好的酒杯，喝啤酒也可以，喝精酿也可以，喝这葡萄酒也可以。给大家过一遍我们的前10名，我就接着读信了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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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晚销售第10名，
淘米水啊，淘米水，配料表只有水、薏米、五指毛桃，奶香味儿，不甜啊。五指毛桃呢，就广东的朋友比较了解，可以说一说，很多广东朋友煲汤用。第9名又是来自广东的朋友了解的懒人沙琪玛，是那种松软口感，不是那种甜甜腻腻粘牙口感。懒人和这个也是这个广东的朋友啊。第8名，闽南的朋友啊，爱表才会赢，蛋黄麻薯凤梨馅特别好吃，买2盒送1个碗。第7名是我们的连咖啡啊，连咖啡就不展示了，就是冰川的没那么苦，火山的更苦，它这个设计的很好，有一个小口，这么一撕开就行了。Fresh Drop 技术很合算，那么一盒差不多就1.7块吧，差不多，还送你个美丽的杯子。你说不喜欢蓝色啊，红色也有。第6名就是李泽推荐的这个侍酒师推荐的这个绿酒啊，2瓶送个杯子。第5名是我们的大石榴啊，这石榴一箱是5到7颗，看重量，很好吃，不用吐籽。第4名是这个柚子酒、桃子酒啥的，柚子酒是酸的，桃子酒是甜的，像那个桃子罐头的罐头汁儿。第3名是我一直抽的这个道具超干条牛肉风干牛肉条，外地的朋友可能会嫌硬，但真的很好吃，内蒙人从小吃，4斤鲜肉1斤风干肉，嘎嘎硬。第2名是滩天的九节虾，买这个大号就行了。第1名牛脆脆。阿蒙来了，阿蒙你好。为什么牛脆脆预售啊？阿蒙，咱们产能跟不上了吗？我不接受，伤害了我。蒙，你不是这样的蒙。以前再忙，你都会为我保证牛脆脆的现货。现在你居然卖预售，阿蒙，我不理解。喵喵，欢迎喵喵，喵喵又来了，喵喵每天1点多钟出现。炸鸡可以用烤箱吗 ？OK。但我29岁单身，一室一厅一人一狗，父母开明不催婚，生活几乎没烦恼。但我的同龄朋友们都有很多烦恼，不是工作就是家庭，就是恋爱，就是婚姻。每次跟他们联系，我就觉得我是个巨大的垃圾桶，因为我是个高敏感的人，聊1小时天，遭受1小时负面吐槽，我得缓1个礼拜。我甚至还有朋友想要管我的事儿，安排我的时间，我把让我不舒服的朋友们都冷处理了。现在我1个朋友都没有了。现在的状态我倒是很舒服，但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还会遇到新朋友的啊，交朋友还是要交的，但是让你不舒服嘛，就算了，对吧？朋友还是要交的。有一些天纵奇才可以1个人过，但这种天纵奇才还是比较少，人还是需要朋友的。换一波就好了啊，换一波。牛脆脆推荐孜然味儿。你讲讲品吧，我刚讲了，就推荐的那个前10款，按着刚刚那个销量前10销冠买就行了啊！欢迎各位。干总，我觉得你困了，酒劲有点上来，腰又该疼了。但我感觉你这个小卖部太好了，好多不知道该跟谁说的话可以跟你说，还能得到你的解答。哎，我的一个好朋友之前跟她老公关系不太好，要是总说如果不是家里的原因早离了，我一直陪着她，几乎每天都在一起。她跟她老公关系不好的时候，我总让我去她家住，帮忙缓和关系。啊？
上门劝架，这不好。哎，小虫子，哎，死！哎，杀生了。没事，总杀。哎，上门劝架去了，干啥去？我有时候看到她老公的所作所为都挺生气的，还跟她一起骂她老公。看见她老公我都生气，这样过了几年。但是有几件事让我觉得我自己像个小丑。之前她老公崴脚了，她无微不至的照顾。进门之前还跟我吐槽她老公，进门之后马上就进屋问她老公晚上吃啥。我这个必须表演一下，我都能知道她那个样。进门之前还在跟我吐槽她老公，我那老公脚又崴了，对我一点都不好。然后进门之后马上就，哎，老公晚上吃啥呀？我当时都愣在那里了。还有好几件类似这样的事儿，我就不细说了。几件事让我对她一点不爱她老公这件事产生了裂缝。我感觉她超爱，她肯定超爱。哎，还说她宁愿给她老公花钱买清净，包括但不限于给她老公买了大价钱的健身卡。我真为她生气。你快跑吧啊！少跟人家这夫妻俩掺和了啊！哎。这样的事情太多，我只能附和她，觉得反正也离不了婚，我总跟她老公不对付也不太好。最近她老公状态好了很多，我应该替她开心，但是我有点不开心。现在干啥都是先叫她老公去，我成了个外人。你不是外人吗？你本来就是外人啊，这位朋友，不要把自己当成内人啊，你就好好明确自己的外人身份就行了，你就是个外人啊。但我真的很生气，我又觉得不该生气。那我之前跑装修跑各种东西都是我跟着去，我算个啥呀？外人算个啥？算外人，算很听话，不知道为图啥的外人啊，脑子不太好使的外人，感情太丰富的外人啊。我之前还跟他说过让他把自己的财产看好，我真是个小丑。我想跟他聊一聊，但是又把他推远了，更远了，朋友都做不成。干啥还要给人家装修啊？这朋友还要做，喜欢装修。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？跟他在一块太久产生依赖了。你们是个循环啊，她老公 PUA 她，她 PUA 你。现在就看你能不能 PUA 她老公了。哎，完美的循环，你这个能循环上就也行吧。是吧？哎，干成一个闭环就好了啊。阿蒙这个微信发的太蛋宝，上2场每场都2万多罐，实在是没有库存了。虽然咱们是预售，但是也会尽快发的，尽量3天发2天就发。看到你这么晚还在播，真是辛苦了。我是李泽，你什么李泽？你不是李泽啊？有点变态啊，身边变态太多。哎呀，就整这些。整这些，大半夜。但我是一名大3即将要考研的学生，我遇到了一个非常令我困扰的问题。不可能啊，不相信。我们宿舍是6人间，好了，我就知道不是啥大事。其他2个是大1的学妹，剩下的3个和我同在一个班。事情是这样的，由于我各种考试长期待图书馆，晚上回宿舍，我的室友们渐渐疏远我。剩下3个和我同年级玩的挺好，其中有一个女生非常跟我不合，我现在已经把她删除了，背后蛐我。在宿舍有矛盾时，勇于做那个挑事的人，行为很恶劣。我还有4个月就考研了，我们宿舍只有我自己考研。一般早上6点起床只要一发出声音，他就会阴阳怪气的发出啧声。啧的声音怎么阴阳怪气啊？你一起床吵醒他，他就啧的声音怎么阴阳怪气？啧怎么阴阳怪气啊？
我真的很生气，我很想骂回去。这种场景在我脑海中出现了无数次，但又不知道要怎么解决。咋遮出？怎么遮出阴阳怪气啊？遮不出来啊，太难了。因为他们的疏远，我极度内耗，要不然上课只有我自己，要不然就跟别人坐在一起。慢慢我也习惯了一个人独来独往，有时会和别的宿舍的同学一起吃饭出去玩，但我好像一直都找不到那种结伴的好友。我很羡慕两个人可以一起去图书馆一起学习，但我好像没有这种能力去和别人维持关系。我好讨厌现在自己，我要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哎呀，怎么办？还有几个月考研？还有几个月考研？还有4个月，坚持4个月啊，过上自己的人生。干啥呀？这一天天，好好考研嘛，好好考试，4个月忍一忍，一眨眼就过去了。还交朋友，还手牵手，好好考试吧啊！学业为重啊！我目前在一个双非本科新闻类专业念大3，过去的整个暑假，每个亲戚家人都在告诉我，你要考研，要不然人生就完蛋了。他们懂啥？你问问他们几个人读过研？哎，我一直的想法是毕业后不会继续念书了，但周遭声音太多，确实对我坚定的想法影响很大，所以想请教蛋总该如何选择，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去选择啊。考研有啥用啊？你身边这些亲戚典型的就是啥也不懂，还以为考研对就业有帮助呢，是吗？啥也不懂啊，就想玩点现实的，他都不懂现实。哎，这糊涂蛋一帮，也不知道现实情况是啥，信息至少落后10年。这种人最可笑，对吧？哎，一天整那一套，好像特别懂社会似的。哦，你考研啊，你不考研，你人生完蛋了。啥也不懂，啥也不知道。李泽来了，不会亲自来吧？应该是叫了个闪送吧。哦，保安大哥的声音，不是李泽，保安大哥给送上来。我倒要看看好不好吃。哎，哎呀，行了，这后面这个朋友就是一直在跟我说他这个考研的痛苦，然后他后面有一个，我其实是属于很爱闯的性格，这2、3年我一个人去了很多城市，基本的社会技能没有问题。我之前和朋友一起做账号，也有小几十万粉丝。这个过程也让我觉得自己更适合，也喜欢做这些事情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学了很多技能，比如 PS 啊之类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也很喜欢吃喝玩乐，但因为家里一些原因，他们不介意，但我其实不太愿意一直花他们的钱过自己的生活。但念到这儿，可能觉得我决心很大，但接下来就是我犹豫的理由。首先是家里人，他们确实尊重我的想法，但他们也坚信不考研就完蛋的想法。你问问他们这想法哪来的？一帮坐而论道的，啥也不懂啊！他们这想法是没有现实根据的。你查查数据，你查查你们本专业研究生的就业率，你给他看看，吓一跳是吧？吓坏了肯定。唉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我很怕自己的特长技能点无法弥补学历上的差距。学历有啥用啊？我这话说就得罪人。唉，学历，唉，
咱也不能说有啥用吧，很多时候没啥用，很多时候不如你的特长技能有用，我只能这么说，我别得罪人了啊。学历不如你的特长技能有用啊，我这么说平和一点啊，学历还是有点用的，但是肯定不如你的特长技能有用啊。有用吗？肯定有用啊！学历有没有用？肯定有用。说学历没啥用太武断了，我只是顺口，我为了快速的把它骂醒啊，那肯定还是有用。那很多单位招人看简历，对吧？学历不够他都看都不看，他肯定是有用，但是他肯定不如你的特长技能有用。哎，一个很稚嫩的困扰，哎，赶紧吧，少回家啊！刚刚过去的整个暑假，每个亲戚家人都在告诉我，你要考研，不然人生就完蛋。你不是爱出去玩吗？你少回点家，那么爱回家，别回家了啊！啊，然后在外面玩，他们问你干啥呢？你说备考呢，备考研究生。然后你该做账号做账号，该学技能该学技能，该赚钱赚钱。然后考试那天问考咋样，你说考砸了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他们还得安慰你呢。你哭着说，你说哎，你考咋样？我努力了1年，但是我考砸了，我感觉我读不了研究生了，爸爸妈妈，我要是不读研究生，我的人生是不是完了？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就会说啊，不会的，亲爱的，考不上研究生，人生也不会完的哦，我们永远爱你，你好好赚钱就好了。哎，行走江湖这些乱七八糟的也得学一点，虽然我不想把你们教坏，但是该坏也得坏。生存环境太险恶了啊！老跟他们整点真诚的吧，这些人听不懂，他们配不上咱们的真诚，咱就给他整点这歪门邪道的也可以，没啥不会的。对吧？爸妈说再考1年，特别好。你说好的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然后他们还得给你生活费是吧？该玩玩了还是不回家，继续说在外面备考，然后该赚钱赚钱，该工作工作，该玩玩。1年之后说妈，我又失败了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又浪费了1年的时间。人家别人为什么我考了2次研究生都考不上？我是不是笨呢？我是不是比别的孩子笨呢？这死出不会整吗？整点死出不就完了吗？有啥的？说再考1年，再考1年还这样呢？他们喜欢让你考，你就每年说自己再考不就完了吗？以他们的见识，我怀疑他们都不知道哪天考研，随便编就行。很难吗？对吧？随便编，很简单。哎呀，你不做账号的吗？你可以把这个都拍下来，你把这一切偷拍下来，拍成一系列，说我如何骗爸妈在备战考研，却在外面玩个开心的1年，第1天拍成一个系列，感觉流量也会不错。然后把你跟爸妈撒谎的过程全拍下来，最后弄一个特别感动的，终于向他们坦诚了，然后一家人亲切的和解，哇，播放量爆炸了，是吧？风味代码还有吗？有呀。哎，我这个茶咖没了吗？给大家谈一下。有人问我这个风味代码，茶咖还有啊，给大家谈一下。哎，有些时候吧，有时候想以一个真诚的人的身份跟你们相处，换来的只有什么嘲笑不解。那我摊牌了，我也很狡猾，是吧？蛋总，我是即将入学的准大一小美，
怎么又来一个小美？大壮呢？说实话，我的高考没有发挥好。行。啥呀？大学对我来说迷茫不知所措，我到底应该做些什么，让这段有且仅有的时光不成为大部分人的复制粘贴？希望你给出一些建议，谢谢。读书赚钱，开眼界，多认识人，也不奖品嘛？对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说故意不讲的，确实这个现在后半夜这些信有点精彩，有点顾不上了。虽然平时也不咋讲，大家自助购买吧啊，感谢。你不读书没用吗？谁说读书没用了？我没说过读书没用。哎，这李泽还徘徊不去了。你是不是叫了个谁送过来？这个人为啥一直在我门口徘徊？你让他撤吧，好吓人啊！李泽给我做了个菜，让人送了，肯定是保安大哥。行，咱们可以来点情情爱爱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大学生也有点多了。李泽还给我幽默上了，给我幽默起来了，李泽。可能是那个饭盒正在站起来向你招手，好吓人呢！哎，吓死我了，太吓人了，多幼稚啊！这个人，40多岁的人能不能成熟一点？饭盒站起来向我招手。哪儿去了？我同事让我念一个啥，但是那个我念完了，好像你再发一遍吧。但我的前任是个183大帅哥，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我被绿了，不止一个，从此对亲密关系过分的质疑，导致我已经3年没谈恋爱了。今年6月份机缘巧合跟一个小男孩聊上了，聊得很愉快，没过多久在一起了。重点是我们俩聊上的时候，这小孩说要考研，我比他大，已经毕业多年，他今年大4考研，4级也考了3次没考过，综合看下来也不是什么学习的料。我就想一边考研还一边跟我谈恋爱，顾得过来吗？我就跟他说这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接着就完了。我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也不是真的想跟他分开，我就赶紧放下姿态跟他说了一些话。他一开始说要分手，后面又说小朋友自尊心还怪强的嘞，后面又说要跟我做朋友，我搞不清摸不准他这么做到底啥意思。中间除了这个考研问题，我还怀疑他有跟其他女生聊天，只是我没抓到证据。然后我就不断的化身福尔摩斯，哎，最后算了吧，就说做朋友吧。虽然说当朋友，但是按照他的意思呢，他考完研我们大概率还是要在一起。但这2天我发现他微信频繁更换头像，换一个我就在微信小程序搜是不是什么情头，发现是，我就问，他就说不是，小红书里随便找的。可怀疑的种子已经种下了，后面也拿着他的手机号顺藤摸瓜找到了他的支付宝账号，发现了他的支付宝账号用的也是情头，我就质问他，被我抓到了吧？他居然说是跟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没换回来，我不信，怎么会有人分手了不换头像呢？这种行为我觉得我更像是在监视他，导致他心态崩了，更坚定要分手。目前我也没想过挽回这段感情，但是现在我想问，像我这种有比较强大搜索能力的人适合找什么工作呀？市场调研啊。
市场部、品牌部、营销啊，做这个销售什么都是适合的啊。好吧。哎，我的天，这可以这么反转的吗？还有2分钟返券啊！还有2分钟返券。太幽默了，这么幽默吗？有点变态。蛋！今年七夕的时候，单位组织联谊，什么单位？七夕还组织联谊？哎，哎，我认识了一个男生，很喜欢，相处也还好。但就在前2天，他和我说不准备继续相处，理由是他父亲是做生意的，比较大男子主义，重男轻女，管他很严，让他相亲。他说今年没有恋爱打算，就给拒绝了。认识我之后，跟家人说他可能要谈恋爱，他父亲又提到了，说你不是今年不准备谈恋爱吗？完了之后，这个男的就和我说不准备继续了解相处了，这理由直接给我干懵了。说26了，谈恋爱还得听家里的，太离谱了，太离谱了！这个理由真是太难以让人信服了，感觉是他胡乱编的。感觉自己可能遇不到喜欢的人了，到底要不要坚持找个喜欢的呢，还是找个差不多的凑合呢？让你产生这么大的价值判断吗？先去找个喜欢的呗。不太像编的，很有可能是真的。有的人是这样，可吓人了。但前男友跟现男友都是双鱼座，生日差1天，俩人天上地下几乎完全相反。前男友蛮奇葩，父母眼中的金龟婿，生意伙伴愿意把自己18岁的闺女介绍给他，他已经30了，哈哈哈哈哈！他接受不了，大为震惊，哈哈哈哈哈！跟他分手是因为他不会爱别人，在他的世界里，我已经是最特别优待了，可是在我的世界里，他是最不会爱人的那个人。我原先以为他不喜欢我，时间久了发现不是的，他就是不会爱人。他当初对我原来已经算是很主动了，但是我不图他的钱，也不图他的权，我要的他给不了。他家里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因为我离婚有孩子了，他们家家大业大，客观不接受，很合理，跟他拜拜了。现在情况就是他知道我有男朋友，迫于家里压力相亲去了。我还劝他好好谈，结果他跟我讲了他设想的未来。他说他跟相亲的结婚，生个孩子再离婚，让我等着他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说前男友了，反正不怎么正常。现男友很好，大概是谈过很多前女友吧，情绪价值拉满，精神跟我共鸣，缺点也有，但我不在意。第一眼以为花花公子，不过没事儿，我俩指不定谁花呢。现在他老实得很，情感经历蛮多的，除了我不想，几乎没有空窗期，历任也都会回来找我。可是我不吃回头草，大老板或者姐妹们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抽空讲讲我的历任，还有我前夫，哈哈哈哈哈。好的，先从前夫开始吧啊。我最后想给姐妹们分享我的看法，男人嘛，离了谁都一样，只要你好，总有好的回头。你越好，后面的就越好。别为了一个或者几个深感痛苦，大可不必。就跟高考一样，当时觉得很重要，要死了，现在看看呢，有多重要？哎，就那样，大家开开心心的吧。行，姐妹已经想开了，挺好。想开了啊。酒推荐哪个？今天就李泽都给我做饭了，推荐李泽推荐的这个酒，绿酒，青苹果味儿，不是，它是个葡萄酒啊，就是青苹果的感觉吧，微甜，干型的葡萄酒，2瓶送一个这个美丽的杯子。蛋总好，我结婚5年了，我一直以为自己很幸福，但实际上好像不是。我有个孩子不到1岁，我生孩子前45公斤，不仅好看，很会打扮。现在我65公斤，穿着宽松的 T 恤，没有精力打扮，没有精力减肥，24个小时都要为这个家忙活。白天工作，晚上带孩子，跟老公一起还房贷、养孩子、养家。我老公赚的也差不多，类似销售行业，
比我还忙，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带孩子。我最近发现了我老公和其他女人暧昧，发现以后他认错道歉，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，他说最近这几个月我每天给他吐槽他妈妈怎么了怎么了，他妈妈也每天吐槽我怎么了怎么了，他夹在两人中间，觉得自己不仅让妈妈不满意，还让老婆不满意，很失败，所以出去找了一个人倾诉了一下，纯聊天，我很无语。虽然我觉得我老公真不是个人，把责任推给我和婆婆，但是确实我最近这个月确实很负能量。原因是我孩子还不到1岁，我妈跟婆婆轮流带娃，一个人1个月。上个月轮到我婆婆，她在我们家住了1个月，每天明里暗里跟我不对付。于是我觉得我不能一个人难受，是不是？我就把这事说给我婆婆，我说你天天和她抱怨我，我抱怨你，所以你儿子在外面找人了。婆婆她觉得太丢人了，以前在我面前很强势，这回一下弱下来了，说对不起我，说会教育儿子的，让我别离婚。我以为我吵架，她回归家庭，我和婆婆趁机吐槽一些她的过分行为就过去了。我老公和那个女的只聊了1个月，我觉得也没有多少感情，后面不在意了。才过去15天，我又看到了不该看到的，男人这个手机真是不能查呀。他居然和一个同事每天聊天，内容大概就是每一个客户的八卦，老公发一些客户资料给他完成工作，然后这个女同事收到资料后就回复说爱你我的宝贝。哎呦，哎，啊，牛奶不错，词儿看着有点膈应，奶还不错。哎，我的妈呀！我老公没有正面回复，但是那个女的每次都要说爱你，甚至我老公出差，这个女的也说我想你。我老公跟她说还有3天就回去了。我看到这个聊天的内容，感觉我就是个笑话。他们一起工作2年多，一直以来就这么聊天。我老公还会说走，我带你吃什么吃什么去，还会说吃外卖不健康，我带你出去吃。我这么多年了，工作时候每天吃外卖，我怀孕都吃外卖，上班马上要生了，孩子在吃外卖。这一句吃外卖不健康，直接给我干崩溃了。我甚至都没有为那个爱你想你的话生气，外卖这个太让我崩溃了，是搁谁崩溃了，太崩溃了。哎，太崩溃了，肯定崩溃了，因为他对别人用心了啊，关心了。对你不关心，没有用心，那肯定崩溃，真的崩溃，这真的崩溃，换谁崩溃？用心了，吃外卖不健康。无语，只能离了啊！哎，姐妹儿，想开点啊！哎，姐妹儿，别难过了啊！吃外卖不健康，买点虾干吃吧，姐妹儿，买点健康的吃吧，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吧，姐妹儿。买点牛肉干吃吧。哎，头晕，哎。离吧，啊，疯，全疯，全完。亲爱的蛋，本人在大4的时候谈过一段短暂的恋爱，有点微胖，男生有点微胖，对我也不好，典型的利己主义者，但还是很喜欢他。哎呀，分手以后，我感觉我现在看男人的眼光都变了，我现在就喜欢微胖男，怎么办？我是没有走出来吗？入职了一家公司，男同事里有一个就是这样的微胖的，我很有好感，但是我警告自己不要恋爱脑，
不能对同事有想法。我真疯了，谈个破恋爱，我怎么还会被前任影响审美呢？还是说我没放下呢？不是，有没有可能你本来就喜欢微胖的，恰好第一个也是微胖而已嘛？这还反思上？哎呦，惊了！每天在这个读稿里投稿里能看到1万种反思的方式，这怎么还反思上？你本来就喜欢微胖的啊，微胖怎么了？喜欢就喜欢呗。但我嫂子精神出轨男主播了，我不希望在后面看到我的名字啊！我不希望在这封信的后面看到我啊！请问我该怎么帮我哥排解消极的情绪，祝他早日走出阴霾？是怎么精神出轨？是俩人有联系还是？我看看啊，事情要从3年前的深秋说起啊，肯定不是我。3年前小卖部还没开张呢。我那没有经历的表哥，在他妈妈的疯狂催婚下，认识了这个嫂子。相亲后，第2天女方就搬到他家，2个人开始同居生活。这么进展这么快吗？我表哥有房有车，无贷款，技术工种月入1.5万，性格沉稳冷静。跟熟人在一起的时候很搞笑。女方无工作，性格安静淳朴，比较内向。他俩看对方都挺满意。于是就闪婚了。当年年底生下一个儿子，在我们东北小地方上班，他上班赚钱，嫂子全职带娃，一家3口日子安逸舒服。今年刚入夏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哥总在朋友圈 emo， 而且经常半夜去钓鱼。当时我就疑惑，他工作挺忙的呀，咋回事呢？前段时间回老家见到他，他说前段时间发现嫂子跟男主播频繁聊天，给人家刷了11万礼物。哎呦，这不叫精神出轨了，这很吓人了，这不是精神出轨了，我的妈！11万礼物哇，还把结婚买的5金钻戒、小孩金饰都变成钱转给了男主播，哇，这可以报警了，哇！除此之外，以给小孩买东西为由，经常跟他老婆要钱，其实也都是转给了经常跟他公婆要钱，也都是转给了男主播。他说：“老妹儿，你知道吗？”我表哥说：“老妹儿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他买衣服买鞋，上千不眨眼，自己穿几十的衣服，他为什么要这样？”我看着我哥哥像个人机似的，静静的诉说着他的痛苦，模样好颓废，人也瘦了一大圈，跟他以往嘻嘻哈哈的样子判若两人。说到这里，我好悲伤呀！但记得小时候我家里曾经遭受重大变故，我表哥经常来开解我，我一直很感激他。这次他遇到烦恼了，我却无能为力。怎么无能为力？上平台举报那个男主播去。聪明的睿智的蛋，你对我哥哥有什么建议吗？离。还有我该如何帮助他？举报、报警、还钱，感谢你，我一定要买2桶牛脆脆报答你。咦，报警啊！报警有没有用？不一定。这成年人可能是自愿行为，对吧？没法说，也不一定是能算上什么诈骗还是啥。但是，这是个态度，是吧？这是个态度。都有孩子了，不要那么武断，替一个家庭做决定。哎呀，他也不一定听。哎呀，这还有朋友觉得我是什么？我是铁嘴直断的，我让他离他就离。我在这个小卖部一天能说100次离，我估计里头一个离的都没有。大家也就是找我发泄烦恼，哎，我也就说一说，大家很多人回去日子该咋过还是咋过，是吧？其实我说离也就是一种安慰啊，你以为他能听我的呀？这还有朋友很操心，说不能武断的替一个家庭做决定，人家理我嘛，人家根本就不听我的，我就说说。啊，朋友，别害怕，他们不会听我的。你看这表哥这样像要离吗？这表哥这样，都伤心成这样了。唉，先报警吧。
牛脆脆，对，3桶更划算。没那么简单离，对我就是说说那日子嘛，都一地鸡毛，哪有那么容易？但是呢，很多朋友给我来信，其实很多朋友给我写信啊，他就是生活中他实在不知道该跟谁说了，他的内心就想听一个发泄一样的，让他舒服一点的声音。我也就是这么个声音，主要的就是让他舒服一点。我还真能决定他的人生啊！我这个卖牛肉干的，我能决定吗？我决定不了。是吧？对吧，朋友们？我就是个卖牛肉干的，大家就是互相安慰吧，彼此安慰，日子不还得自己过吗？咋办呢？咋整？我估计也离不了他这个表哥，看这样也还是很喜欢，但是就是报警嘛，跟这个女的这日子就算要过，也得跟这个嫂子严肃的、认真的谈，这肯定不能这么干，又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，这刷礼物刷11万，这像话吗？离不离肯定也得这么好好的谈一次吧，得让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不然以后那男主播多了，这刷起来还有完，将来还得刷。多吓人！牛肉干链接在哪里？弹起来的就是虾干啊，虾干给他们弹一下。买个11万牛脆脆，这就是在我这儿买牛脆脆的好处，可以退。哎，要是真的有一个人神经病，在我这儿买了11万牛脆脆，然后被那个家里另一半发现了，说你干什么？嘿，马上退款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你不会有什么经济损失，都不用报警，直接退款就行了，对吧？我也不相信11万牛脆脆你能几天吃完，最多吃个1、2千的嘛，剩下不就退回来了吗？对吧？不会出事儿是吧？很安全，走得很稳。刚刚我同事让我读的那个我没找到，我没找到，你再发我一下，让我读一个什么，里面有一些好玩的我没找到呀。11万也买个10几头牛吧，牛现在跌价了，10几头牛，你说11万多，其实牛是吧也挺贵。牛现在多少钱一头？我们小时候是1万一头，那会儿我不知道现在跌价了，应该没这么贵了。还要1万一头吗？现在不到是吧？应该不到吧？因为牛现在应该是几千，大几千一头。牛就是挺贵的，牛是贵的东西。1万一头，对啊，很早，我那会儿初中那会儿牛就1万一头。所以你说牛肉干贵，比如说这个超干条，我每次说大家没有实感，它为啥贵呢？它是4斤牛肉出1斤这样的干，你说贵不贵？牛肉本来就贵，所以它价格就高嘛。现在得2万，不一定啊，现在2、3万，对，现在不一定啊，还得看牛的品种、牛的大小。反正我们那会儿就几家合起来买一头牛宰牛吃啊。那牛肉冻着能吃很久嘛？牛肉最近我听说是降价了，好像是因为很多那个
我们进口牛多了，就阿根廷啊、南美的牛进来很多，牛肉价格就降下来。啊，我们卖的这个霍温贝尔还都是我们自己的草饲牛啊，不是那边的牛，都是霍温贝尔内蒙的牛。送的这个杯子卖光了啊！今天酒卖的比较好，这个杯子送的卖光了，大家下单了呢，杯子可能等一等，酒会先发货，你别到时候收到个害怕啊，说哎，李诞不是说买2瓶送我个杯子吗？杯子呢？啊，那个杯子卖光了，那个他会稍后发货，杯子肯定还会给你的。如果你买的是2瓶送杯子。海鲜适合喝啥酒？海鲜喝黄酒吧。你吃啥海鲜？你吃哪种海鲜？海鲜有很多种做法，你吃这种虾干嘛，你就黄酒；但是你吃那种生的，就白葡萄是没问题的。比如吃个生蚝啊什么的那种，你就个白葡萄没问题啊，那种生虾什么的没问题。但是有这种我们这种江浙做法的虾干呀、泥螺呀、什么呛蟹呀这种做法，你就喝点黄酒，不一样，看配啥。海鲜配白葡萄肯定没问题啊，就那种生海鲜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，点个关注。还有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人都看得这么晚了，你要不预约一下吧，朋友们？预约一下9月7号8点，点一下这个预约就可以了。怎么还有这么多人？感谢大家。我这个同事是下班了吗？他怎么不给我把那稿发了呢？我没找着刚才他让我读的一个稿子，他说有一个很有意思，但我没看到。我看见呀，我在哪儿呀？哦，找到了。哦，但我现在开始追你这直播，感觉任何荒诞痛苦的事情都能被你消解，轻松调侃。毕竟你的这句话已经成为了我日常默念的咒语。姐们儿，如果事情荒诞到了一定的地步，就笑吧，休想让我难过。对，所以我今天要分享我做的一个梦啊，因为梦里的李诞，你也是主角之一。因为你的存在，我感觉这个梦都要成寓言故事了。别吓唬我！梦是这样的，咱俩是同桌，已经忘记是学校还是职场，反正咱俩是同桌。我东西丢了，特着急，疯狂寻找，然后你就宽慰我说：“慌什么？这一个东西给你200，咱买个新的。”哎呀，你还真是做美梦啊！我梦里特别感动，想着怎么有这么好的人？没有啊，做梦啊，没有这么好的人。一转身，我东西找到了。我刚要和你说，你突然开始疯狂找东西。你说你养的乌龟丢了，我又开始进入疯狂帮你找乌龟的状态。然后我想到你都给我200了，我怎么也要给你点钱，帮你买只新的。没想到我正在找你微信，突然被窗外的动静惊到，一抬头，看到窗外有一个类似寺庙的地方，房顶上爬满了不同大小、不同类型的巨大的乌龟。我特别激动，我就扒拉你说：“你快看，你的乌龟找到了。”到这里梦就结束了。早上醒来后，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还是很感动，就感觉我们虽然都丢掉了一些东西，但最后总能找到别的方式寻回，甚至能遇到更好、更壮观的、更牛的。但真的谢谢你，虽然我的烦恼都不用跟你说，你已经治愈了我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这个解梦思路可以啊，很好啊，很阳光。这个解梦思路我很喜欢。很快乐。乌龟代表什么？我看咱们传统那个解梦里，一切爬行动物都算生财，梦到什么蛇呀、龟呀，什么都是生财啊，挺好的。
葡萄酒什么规格？这正常规格750毫升的，9.5度。但亚热带季风气候区，高温会一直持续到9月，长达小半年的夏季。不行，我读到这儿，我发现我语音不对。亚热带季风气候区，高温会一直持续到9月，长达小半年的夏季，湿度高，闷热，一些想法微妙难言，所以来找蛋总留言。我是一个瘤子。我出来上学，暑假出来实习，碰到了一群特别好的实习朋友，我们每天一起吃饭，一起摸鱼，看直播，嘎嘎笑，分享好吃的牛脆脆。醒来睁眼，觉着当牛马竟然变成了一件令人期待的事情，简直不可理喻。好凑巧，我们像是多个不规则的圆形拼成了圆。好不凑巧，暑假结束，我们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当其中一个人的离开变成了倒计时，余下的时间里，我就像是饥荒中的人，对粮仓里剩下的米殚精竭虑。用词不准确，但想不到别的，反正就是老天呀，怎么办？没米了。粮仓里的米剩下的米殚精竭虑，这用词肯定不对啊。可能就像李娟说的，人某些时候觉得自己是不需要爱的，但其实还是需要。我想抓住他们，可是天南海北，我不是哪吒，没有3头6臂。我们总觉得之后还可以再聚，远近不成问题。可是世事难料，更多时候转身就是一辈子。夏天就要结束了，借蛋总把这封信献给我的朋友们，在下一个台风季到来之前，让我们都能在对方的心中卷得久一点。好的，支持。支持啊！还有5分钟，咱们5分钟以后把最后一波券发完，差不多了。今天很晚了，2点。虽然还有1.3万人，但是5分钟以后咱们差不多了，把券发掉，大家随便买一买，结束了。这有一个来后续了，就是上一回有一个女的说她就这个女的特别强势，说她闺蜜对她特别不好，就这个女的是一个结了婚以后，然后又离了婚，离婚以后变得很强势，老说她这个好朋友笨，就给我来信的这个人很笨，说她各种开红酒都不会开什么的，就不太好的一个人啊。感谢大家关注。我上次就读完很懵，感谢蛋的解答。我和我朋友年纪都不大，22、23就离婚了？不是法定结婚年龄是几岁啊？我俩以前有很多美好快乐的事情。她之前和她前夫相处的时候也比较强势，和以前男朋友也一样。她这个人对于亲密关系就是控制欲强，这是她的人生课题。我向你讲述的寥寥几句，只是事情的一面，你的话我也听进去了。现在有减少和她相处的频率，也可能我有受虐的倾向，我完全割舍不掉这个朋友，做不到。他以前没那么强势，我早不上学去上班了。我的人生各个阶段，他都陪在我身边。只是人都会变得彼此不能再兼容。我想再问你个问题：恋爱都谈不长是为什么？4段恋爱加起来不超过半年，很难去经营亲密关系，很难相信另一半，老是猜疑。一旦呢亲密关系遇到问题就想分手，感觉谈恋爱痛苦，矛盾大于开心。你是有点这样哈，所以觉得这个闺蜜是你生命中不变的一个东西，是吧？你对确定性的东西可能要求很强。你这个闺蜜虽然很强势，对你不太好，但是你觉得这是个稳定的不变的。那些老变来变去的，受不了是吧？哎，还有3分钟发券。很晚了啊！最后一波抢到券的朋友们，随意买点啥。
咱们愉快的结束吧。我们肯定7号的时候肯定能见，之间要不要加一场我再看。还有2分钟，学着接受吧，变是很正常。咱们再来个情情爱爱的收尾吧。但我和男朋友30多个1线城市工作生活，在各自领域都算优秀，没有太大经济压力。恋爱1年，同居1年，期间小的生活习惯、大的价值观、未来规划都很磨合。他的感情经历很丰富，未婚但有一个孩子，不跟他，这成为我的父母接受他的最大障碍。觉得女儿太优秀，选择他让他们面子自尊心受到了侮辱。因为我父母的压力，我跟他分过手。但是还是放不下彼此，瞒着他们复合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感情加深，男朋友和他的父母希望我们能够结婚，再次受到强大阻力。我父母对我失望透顶，觉得我在作践自己。男朋友觉得关键在于我的态度，认为2个人把日子过好才是踏实生活，希望我能勇敢地跟他站在一起，面对未来生活中的问题，让他用实际行动证明我的选择没有错。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有一定的社会经历了，比起每天问你爱不爱我，是不是只爱我，我逐渐接受了男朋友提出的不要听他说，而是看他做，钱在哪爱就在哪一类的观念。比起父母担心他的感情史，对于我来说，未来难以应付的复杂情况，我更看重男友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。可能长时间的好学生心态让我很难跟父母正面对抗，但现在我越来越常想，父母都是世界上最为你好的人的刻板逻辑，会不会也会为2代人的认知的不同、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存在指导意见上的局限性？哎呀，写上论文了。现在摆在我面前的选择是，父母和男友总会伤害一方，让我很难受。鼓起很大的勇气才向小卖部投的梗，也许我是当局者迷，想听蛋总的分析。发券了哈，发券了。这个前3名就是超干牛肉条、牛脆脆和虾干。我这前10名就不说了，直接说前3名。你们抢到券可以就直接买这发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底下的这个朋友评论，说听父母的，说这个人他自己的孩子都不管，他能有啥责任心？我觉得很有道理啊，这些人说的也很有道理。是吧？这些朋友们说的也有道理。当然呢，很显然你很爱你男朋友，是吧？有没有可能这个男的现在变得特别好，很负责，结婚以后会对你特别好？也很有可能，人是吧？很奇怪的，也很有可能。这说到底呢，你得自己去选择。我呢就跟你说一件事啊，现在摆在我面前的选择，父母和男友总会伤害一方，让我很难受。这个我觉得很奇怪啊。不用太想父母、男朋友，想想你自己吧。你只要不伤害自己就行。你感觉怎么样才能不伤害自己？啊？你要是最后不给我写一段小论文，然后得出这么个结论，我还看前面，我还觉得你是个成熟理性的人呢。你后面给我写一堆论文，貌似理性，其实你还是个该咋说呢？其实应该是个挺容易被 PUA 的人。比起父母担心的感情史，对我来说，未来难以应付的复杂情况，我更看重男友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，对未来规划的落实能力。可能长时间的好学生心态让我很难在父母正面对抗。父母都是世界上最为你好的人的刻板逻辑，会不会也会因为2代人认知的不同、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存在指导意见上的局限性？哎呦我的妈！
这种话就是貌似理性啊，但其实是脑子已经相当糊涂了才会这样说话，脑子就乱成一锅粥才会这样聊天，就已经不会用正常口语来说话了，乱了，彻底乱了。所以我觉得你很有可能会容易被 PUA， 因为这些话不太像是一个人正常的话。这些话会不会是你男朋友给你分享的一些文章里截取的话呀？姐妹儿，如果这些话呢，你自己回忆回忆，都是你男朋友给你发的文章，让你看的书里学来的，那你就要很警惕了。如果这些真的是你自己这么认为，那你再想想，反正对自己好就行，都有可能，是吧？你男朋友变成一个很好的人也是很有可能的，但是你得想清楚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你突然最后来了一段这个头脑这么混乱，让我对你很不放心啊。前面看着挺放心的。是吧？瞎买大号的就行了，我这就是大号的，对吧，朋友们？你们理解我吗？他开始说他30+，各自领域都算优秀，一线城市生活没有太大经济压力，那我觉得就是个成熟、脑袋好用的人。最后给我来这么一段，那可能就是在某些方面很成熟，在这个方面还是不成熟，脑子乱了。好吧，感谢大家，感恩。虾干就买大号的，牛脆脆嘛，3罐更划算。牛肉干我个人更爱吃超干条，咱们再找一封看看有没有温暖一点，咱们快乐结束。大家抢到券要用哈，这个券你抢到了不用呢，小红书以后就不给我了。这个券呢你不用，那些没抢到券的朋友也会很痛苦，是吧？为啥抢到不用？抢到了帮我用一下，谢谢啊！这样那个小红书将来还会一直给我们券。这券有时候大家抢了不用就很伤感，你抢都抢到了还是很合算的，就买点这个虾干啊什么的，牛肉干啥的给他用，感恩啊！酒，今天卖这个绿酒卖的不错，杯子赠品杯子已经干光了，没事儿，杯子会给你发的，可能就不跟酒一起发了。现货卖光了这个杯子，买2瓶送1个杯子，赠品给干光了。刚加完班过了，哎呦辛苦了，感谢大家，今天就这样吧，我们预约一下下一场，9月7号。不见不散啊！今天播的很晚，2点啊！感谢大家，预约一下。没找到温馨的，我确实想找一个温馨的结尾，但是我刚看了看，都是闹心的结尾，咱就别闹心了。都蛮闹心的，不念了，我自己默默承受。咱们下回，咱们以后播可以弄一些
专场啊，比如弄一些这个叫闹心专场，咱们就专门收那些闹心的信。哎，弄一个温馨专场，专门收一些温馨的；弄一个荒唐专场，哎，咱们以后读信弄点专场，好吧？感谢大家啊！今天就这样吧，好不好？读书最近没什么那个，最近一直都在看理想上听课，没读啥书，也推荐大家买那个看理想那个俄罗斯文学课，你买的话还有7天的全站畅听。最近确实都在那个看理想上听课，好呗，感恩大家，晚安啊，拜拜拜拜，可以预约一下，9月7号见，再见。